太晚了，都要被这个家伙羞死了。什么靖宇王爷，简直就是没皮没脸。今日不关我的事，是这丫头先动手的。姐姐，您怎么这时才来啊？这才来怎么了？可是狩猎开始了。柳大人今日怎的来了？不是说柳大人突发急症，连路都走不了吗？怎么今日却是精神的很呢？多谢大人体恤，下官经过白神医诊治，尚且无碍。诸位，今日狩猎，谁若是拔得头筹，朕必有重赏。公公适时宣布狩猎规矩，并询问哪些人参加，立刻就有不少人站了出来。这其中就有几位皇子，还有大梁的皇子，以及京城不少权贵家的公子，约莫10多人。而这些人里，偏偏没有萧文景。这二哥和柳大人怎的不参加？我听说柳大人也会些拳脚功夫，想必这涉猎也不在话下。说话的是3皇子，开口便给柳清月戴高帽。这个贱人居然会拳脚功夫，那我……殿下谬赞了，臣内功夫不值得一提，这狩猎的本事也是天差地别。臣有自知之明，诸位尽兴就好。我怕我一个不小心又拿到彩头，岂不是又要遭人记恨？算了，我今日喜欢安静。知道那丫头言语粗鄙，3皇子便没再继续说了，转而又将目光看向了萧文景。二哥功夫了得，剑术更是出神入化，你要是参加，这头盔怕是要成二哥的了。本王的本事无需证明，反倒是诸位也是时候让父皇瞧瞧你们的真本事了。哼，这家伙居然会反击了，可喜可贺啊。其实啊，圣上也很想让自己这个二儿子一同前往山林打猎，可奈何老二这脾气又太过执拗，只好微微哀叹一声，宣布比试开始。命令下达，10多个人快速冲向马舍，选好坐骑，直奔狩猎区。嘈杂声片刻归于平静，凉亭这里陷入了一片安静。这时候，大梁那个郡主站了起来：“陛下，臣女知道大周女子能歌善舞，懂不少才学，不妨让我等看看这大周女子的才学，我等也好瞻仰一二。”父皇，儿臣愿意展示一段才艺，好让那大梁使臣开开眼。说话的是3公主，坐在靠前的位置。这公主说话的模样似乎在学我啊，就是不知那公主有没有本事镇得住那大梁郡主的诡计。好，敏儿有心了。萧思敏得到了父皇恩准，笑得很温柔，微微施礼便退了下去。曲舞毕，满都是喝彩声。萧思敏面容娇羞，却又故作从容。父皇，我大周女子才能辈出，柳大人便是我等楷模。父皇，不妨让柳大人表演一个才艺，好让大梁使臣瞧瞧。陛下，能让大梁使臣开开眼界，臣自是荣幸之极。只不过方才公主已然展示一段，这大梁郡主要是不拿出个什么才艺来，臣会以为他们这是有意看我们大周女子表演。被人质疑，大梁郡主站了出来，一副很坦荡的模样开口：“柳大人多虑了，不过既然柳大人提出，那本郡主便为在场的众人表演一段才艺，也不是不可。”郡主说完，看向一侧，一人领命，匆匆的离开。柳清月落座，淡定的端起茶盏，准备喝茶。可茶到嘴边，柳清月平静的眼眸立刻染上了寒霜。这茶有料，哼！果然有人动手了。余光看向旁边那位：“你说那大梁郡主会表演什么才艺啊？”“那郡主我是第一次见，自是不知她有什么才艺。”柳清月眼中闪过一抹笑意，端正坐好，再次举起茶盏，小口喝下一口，便坐着等待。柳如烟看到柳清月喝了茶水，脸上立刻露出笑意：“哼，贱人，今日便要你死无葬身之地。”大梁侍卫将木头摆放好，又拿来早已准备好的木炭铺在木头上，检查无误，只留1人，其他人便都退了下去。“郡主，你不是要表演才艺吗？为何拿这些东西？”“我大梁男女文采虽有所不及，但全都是勇士。今日本郡主便让诸位瞧瞧我大梁女子的胆识。”
激昂的话落下，便示意侍卫，侍卫立刻点燃火把，再用火把点燃树桩上的木炭。很快，一根横着架起来的树桩便燃烧了起来。这大梁人又想搞什么鬼？因为不解，圣上缓缓将目光挪向了柳清月，看着他那副气定神闲的模样，圣上眉头微挑。这丫头这副模样，我不是知道这大梁郡主要做什么。远处熊熊烈火燃烧，可不少人全都感受到了灼热，好似一靠近便会被火焰吞噬。天哪，从火中走来居然无事，这莫不是有上天庇佑，不然怎么可能一点事都没有？陛下，我大梁文采虽有所不及，可都是有胆识之人，不知大周可有人干过这火焰？诸位爱卿，有谁敢上来一试？空气沉寂，没有人说话，一个个全都低着头，不敢看向陛下。陛下，不如让柳大人试试。柳大人胆识过人，或许可以一试。丞相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自己都不敢尝试，为何又举荐于他人？殿下说笑了，人各有建树，臣虽有本事，可不在这些事上。柳大人见识深远，又本事过人，或许能够看出什么玄机，也不一定。一番话引来了不少人点头附和。在场的众人，无论是有仇的还是没有仇的，绝大多数人都认同丞相的话，推举柳清月。丞相当真是可恶，竟敢让我妹妹涉险，那些人竟也敢厚颜无耻地说出这种话，可恶！丞相大人举荐下官，下官深感荣幸。只是这种事比较凶险，大人自己都不敢尝试，却偏偏让我一小女子尝试。您身为百官之首，又是长辈，只是凭嘴巴上一说，下官莫不是太亏了？柳大人，你是臣子，不是你说过为陛下效力的吗？怎么，难不成你先前说的话有假？竟敢指责老夫的不是？老夫能够举荐他，那是他几生修来的福气，理应感激。丞相此言差矣，下官的确说过要为陛下效力的。身为臣子，难道这不是应该的吗？陛下尚且还未点名下官，丞相便着急忙慌地举荐下官，您不是私心作祟又是为何？柳清月，你放肆！丞相莫慌，下官是陛下的臣子，不是你的臣子，休要打着陛下的旗号来刁难我这个小官。这疯丫头莫不是又要开始了？真是什么话都敢乱说！陛下，臣能遭人举荐，倒是臣的荣幸。只是今日这事儿极为凶险，并非朝中要事，如此岂不是容易夹带私心，故意针对？陛下，臣没有，臣只是想到先前刘大人……丞相还是不要说话的好。在场这么多人都为举荐下官，偏偏你却站了出来。即便是为陛下分忧解难，那也是你自己站出来才是，为何拉着我一个弱女子？臣冤枉啊，求陛下明察。陛下，丞相是百官之首，念在丞相这是初犯，还是从轻发落的好。不过丞相越俎代庖这事儿，臣是受害者，不如让丞相赔偿臣的损失，如此臣才能好好应对那大梁使臣的刁难。柳爱卿说的是，今日之事非朝中要事，若非在场的人，根本无需举荐。丞相今日之举有些冒失了，丞相那丫头被你贸然举荐，心有怨念，你瞧着这当如何吧？不知柳大人要老夫如何赔偿？那依丞相觉着，尝试光脚走炭火，理应赔偿什么合适？要是丞相觉得无法衡量，那便不用赔偿了，同下官一起走那个独木桥也是一样的。老夫这里有一方砚台，名为青花方尊，价值1000金。如此，柳小姐可满意？什么？当丞相那句青花方尊说出口的时候，周边隐隐响起了惊诧的声音。通过那些嘈杂声，柳清月了解到那砚台的价值了。是个好东西。柳清月笑着让丞相立下字据，这才罢休。立好字据，柳清月才来到了独木桥前。此时，独木桥上的炭火火焰早已不是先前那般熊熊烈火，火光早已逝去，似是有气无力般的燃烧着。可是柳清月知道，此时的火才是真正的火，只要一碰到便会烧伤，甚至还会引火烧身。柳大人盯着这炭火，莫不是怕了？月儿，你身子尚且还未痊愈，我来。你就别瞎掺和了，我做事你还不放心吗？大家都是凡人，
别人能做的事，我又怎么可能做不到？放心吧。说完，柳青月给了萧文景一个放心的眼神，随后抬脚走到一旁，拿起篓子里的木炭开始加火。月儿，你让开点，别妨碍我做事。我知道我在做什么，我又不是找死，怎么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要是不加炭，岂不是要被烧死啊？这丫头居然还跟我不耐烦，这可是大火，我怎么可能不着急啊？2米长的独木桥很快就铺上了一层木炭，烈火再次熊熊地燃烧起来。柳青月伸手假装试了试火的温度，这火还没有刚才的火大，我撒点盐吧。那大梁郡主看着柳青月这举动，先前还得意的脸此刻却染上了严肃。世子也不在，殿下也不在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而也正是因为瞧见那郡主的变化，他才恍然，这火定然有古怪。若非有古怪，这火又怎么可能伤不了人？目光快速挪到眼前的大火上，伸手感受烈火的炙热。几乎是立刻，萧文景就察觉到了端倪。这火的温度居然不烫手，丫头是怎么做到的？她手里的东西又是何物？心里的担忧很快落了下来，萧文景默默收回手，不再多话。丫头说了，她不做没把握的事，我不能让旁人瞧出端倪。柳青月快速将硼砂撒入炭火中，看都没看旁人一眼，抬脚便跃上木桩，扬声开口：“诸位，且看好了。”丞相等几个权贵看着安然无恙的柳青月，眼眸黑得阴沉。怎么会无事？那火莫不是有古怪？圣上看着柳青月安然无恙，心下终是松了口气。幸亏那丫头懂什么玄机，安然无恙，否则朕这个一国之君可就罪过了。柳青月，你作假！你方才往火里面撒的东西根本不是盐，而是另有其物。方才不作数。不作数？既然你质疑我，那我也质疑你。公平起见，让景王重新安排一堆火，由你先开始过，可行？柳青月的声音可不小，正好让在场的众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此事到底有没有作假，一目了然。原来那炭火是两人都动了手脚。哇，有人明白这一点，看着柳青月的目光就变得复杂起来了。这样的人留着迟早是危害。陛下，大梁郡主展示了他们大梁的胆识，礼尚往来，臣也让大梁人瞧瞧我大周人的胆识吧。郡主想要说点什么，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可微微迟疑，便听到大周圣上准了此事。柳青月召来武阳，快速吩咐好需要准备的东西。武阳得令，立刻下去寻找东西了。不过片刻的功夫，便将东西给抬了上来。众人全都将目光看了过去。当看到侍卫抬着一口大锅走来之时，全都露出了疑惑的眼神。这疯丫头莫不是想要做菜？有几人想到这点，立刻露出了鄙夷的神色。哼，还真是将做菜当成了倚仗，真是不知羞。侍卫训练有素，拿砖将大锅架好，又立刻搬来柴火，开始生火，往那锅里倒油。哼，拿做菜当做胆识，这还真是刁钻呢。圣上虽有不解，可直觉告诉他，柳青月不可能当众做菜。本来也是闲来无事，圣上便看起了热闹。大锅架在火上，炙热的火焰肆意吞噬着铁锅，锅里温度直线上升，很快锅里的油就翻滚了起来。郡主，你胆识过人，能够从火中安然无恙走来，想必这油锅也是下的吧？他这话不止让大梁使臣变脸，就是一众大周臣子也都变了脸色。下油锅？这疯丫头莫不是疯了？那可是油锅，烧得滚烫的油锅。大梁郡主被柳青月盯着询问，表情微僵，脸色忽地白了起来。这个贱人，这是跟我秋后算账吗？阴险卑鄙！见大梁郡主迟迟没有说话，柳青月直接嗤笑出声：“胆识？大梁有什么胆识啊？狗屁！”柳青月，你先，本郡主可不怕。大梁郡主本想斥责柳青月，
可是话到了嘴边，却迟迟开不了口，只好改口让他先来。这个贱人先来，倘若真的一点事都没有，那定是这油锅有古怪。倘若他的手受伤，我再反悔也不迟。总之，他能做到的事，我同样能做到，不过是正言法而已，是怕谁呀？诸位都瞧好了，捡起这钥匙才行。说罢，柳青月便随手将那钥匙丢进大锅里，随后挽起袖子，装模作样的在锅边左右试温，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没入油锅。天哪！那一幕，众人眼眸惊恐。天哪！这个疯丫头竟然真的将手伸进了油锅！萧文景站在柳青月身侧，看到她快速深入油锅的那刻，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，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。丫头不要有事。柳青月面色严肃，手快速在锅里面搅动。不过2个眨眼的时间，柳青月便寻到了钥匙，并将钥匙举高，众人也都看清楚了柳青月的胳膊，除了有些微红，手上并未有任何烫伤的痕迹。什么？油锅里的油烫不伤手？是那锅油有问题，还是那丫头会什么奇门之术？萧文景看着柳青月的胳膊，心下莫名的升起怒火。要是万一出个什么岔子，伤了皮肤，可还如何是好啊？丫头的胆子大得没有边际，今日之举，该想个法子，好好让这丫头长长记性了。这家伙的目光为何感觉有些熟悉啊？好像在憋着什么话。赶紧撇开某人危险的目光，柳青月看向大梁郡主。接下来可要该你了。说着，柳青月拿出一块帕子，将钥匙上的油给擦了擦，又随手丢入油锅。此刻滚烫的油锅里全是油花，看得人恐慌害怕不已。大梁郡主片刻迟疑，缓缓走到锅边，伸手试了试锅里面的温度，眉头蹙起。这油真的不烫手？此刻大梁郡主的心里无疑是慌乱的，举棋不定，又心生退意。不能退缩，世子殿下可还等着我的好消息呢。压下慌乱，郡主鼓足了勇气，挽起袖子，直接伸入锅里。手碰到油的一瞬间，凄惨的叫声便突然响起。只见大梁郡主的手被烫得通红，且类似有疱疹一般的东西生了出来。大梁使臣赶紧上前，着急忙慌地让随行太医诊治，场面一度有些混乱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躁动停止，大梁使臣这才将注意力放在柳青月的身上。卑鄙！你竟敢在油锅里做手脚！这位大人，你莫不是脑子不好使？油锅里做手脚，你莫不是以为油锅是井水，怎么进来怎么出去？胡说！定是你做了什么手脚，不然你怎么会没事？郡主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这油锅能有什么问题啊？你问问在场的众人，这油锅哪有不烫手的？本大人有幸修道2年，不怕火不怕油，只不过比郡主的道行深一些罢了。技不如人，怎么能说是我做手脚呢？大梁郡主气得咬牙切齿，满心的仇恨。她一口咬定肯定是柳青月做了什么手脚，这才没受伤的。但没有证据的话说得极为苍白。柳青月又一次为他们大周争得了颜面，圣上的脸上始终挂着笑，心情一好，又顺手给柳青月赏赐了一些东西。好家伙，引得在场的人又是好一阵羡慕。时间一晃，转眼便到了午时，狩猎结束的时间也已经到来。几道铜锣声敲响，先前进树林狩猎的人都陆陆续续出来了。柳青月看着那些猎物，心下不由啧舌。到底是古代啊，这么多猎物，最少有80%是华夏保护动物，什么熊，什么野猪。快看，是大虫！老虎！这山里居然有老虎，只是这老虎身上怎么没有见屎啊？我大周倒是出了不少好儿郎啊，居然猎到了此物，好，真不愧是我大周的青年才干。这大虫是谁猎的？可圣上的声音才刚落下，狩猎出入口那儿便传来了些许骚动。众人抬眸看去，霎时一惊。什么？大皇子竟然受伤了！看那身上的伤，似乎是被什么野兽抓伤的。蓉儿，你怎么受了伤？可有伤着哪里？父皇，儿臣无碍，不过是些皮外伤而已，擦点药即可。儿臣想着给父皇缝制一件皮袄，
这才没有一剑要了这畜生的命，却不想让父皇担心了。不少人听到大皇子这话，面上皆是一惊。什么？那大虫居然是大皇子拿下的？大皇子真是好样的，难怪那大虫身上没有一处伤口，竟是殿下赤手空拳打下的。大皇子威武！圣上也是一副惊喜的模样，连连夸赞了几句后，便让大皇子回帐休息去了。一番清点，大皇子勇夺头魁，拿到圣上赏赐。上午的狩猎就此结束。柳大人，您的妹妹柳小姐说有要事要找您。说话的是名宫女，态度很是恭敬。走吧，前面带路。整个山间的练武场有很大的地方，供人休息的帐篷区在整个练武场的南面，帐篷很多也很大。柳青月跟着宫女一路走向了最深处，可在经过一处时，却隐隐听到了些许嘈杂声。柳青月感官灵敏，听到好似一女子在求救，当即便停下脚步看向一处，是那个帐篷。没有任何犹豫，也没多话，柳青月一个箭步便朝那帐篷冲了过去。前面的宫女面露不解，正要出声询问，可忽然背后劈来一只手，两眼一翻，宫女晕了过去。柳青月的速度很快，不过一个呼吸的时间便来到了声音出处。你不要过来！美人儿，爷爷我就喜欢你这样的。婉婉，没事了。清月，穆婉婉惊喜不已，可情绪太过起伏，两眼一翻，晕过去了。哼，看来穆婉婉不光是受惊这么简单。那里有异香，有人想针对穆婉婉。一个箭步上前掐灭那异香，随后看向刚才被自己打晕的侍卫身上。可柳青月正要上前，忽然察觉到了一抹淡淡的幽香。逍遥伞，这是针对我的。有人给我设局，拉上了穆婉婉。柳青月阴沉的面容布满了冰霜，抬脚来到软榻前，弯下身子，果然看到了燃烧着的香薰。方才那异香与这气味相近，且浓烈的香味遮盖住了这里面的幽香。这逍遥伞是针对我的。先前那茶里的药只是引子，嗅到这幽香便会中逍遥伞的毒，迷失心智，与人合欢。背后之人当真是心思缜密啊，居然拉上了穆婉婉。该死！这时候外面却传来一阵脚步声。柳青月眸光幽暗，哼，这是准备坏他清白了。不得已，自己也倒头歪歪扭扭地躺在一旁。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，直到在帐篷外停留下来，是4个人，2男2女。偷窥的目光片刻停留，2名男子的脚步缓缓走进帐篷。至于那女子，依旧在外面窥探。这边，萧文景跟着一抹疑似柳青月的身影，来到了靠近南边的帐篷区。但是，周围大大小小的帐篷似乎都没有人，一切都是安静的。萧文景只扫视了一圈，目光瞬间冷了下来，没有停留，果断折回。月儿，很有可能有危险。月儿，别说话，立刻出去查查那些侍卫受何人调遣。柳青月的声音很小，语气很快，但却听得出严肃和紧迫。萧文景的心下有很多问题要问，可是眼下瞧着柳青月无碍，紧张的心终是平静了下来。知道有人要针对他们家月儿，萧文景点点头，可正要离开，忽然间想到什么，一把拉过柳青月，低头狠狠地吻上那抹红唇。方才真的要吓死他了。重重的深吻，随后离开。柳青月被吻得面色娇羞，没好气地瞪了某人背影一眼，转身去照顾穆婉婉了。午时的山间空气很是温和，隐隐带着丝丝凉爽。安静的帐篷区很快被嘈杂声所打破，逐渐靠近且放大。圣上和贵妃被惊动，同一些朝臣来到了帐篷区，不知道众人为何会来到此处。什么声音？无人回应，空气便出现了片刻的寂静，而这寂静却是显得那声音又变得清晰了很多。这一众大臣懂的都懂，面色古怪，相互看了看，都没说话。岂有此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有人做出这般无耻之事，当真是好大的胆子！贵妃心下恼怒，
可是很快他就反应了过来，为什么好巧不巧他们在这时候听到了这动静？若说没有诡计，他定是不信的。查！朕倒要知道谁这么大胆！侍卫听命，立刻朝着那里冲了过去。这时候人群中的三皇子悠悠说了句：奇怪，为何不曾瞧见柳大人？这还真是啊，这柳大人去了何处啊？本宫似乎有好长时间不曾瞧见了。就是，说来也真是奇怪。怀王、四皇子、五皇子，你们此刻突然提起柳大人，不知是何意呀？想要给那丫头身上泼脏水，也不看看我答不答应。那丫头心思缜密，又古灵精怪，怎么可能会中计？娘娘误会了，柳大人向来比较高调，只是突然没瞧见柳大人的身影，这才疑惑。说话的是四皇子，其他两人也都只是附和，并未多话。贵妃可不相信这几人的鬼话，可三人都这么说了，她又不好再揪着不放，只好作罢。也正巧，这时候进入帐篷里面的侍卫出来了，几个衣衫凌乱的人被侍卫统统拖了出来。看到这几人，众人皆是一惊，是他们。唯有圣上在看到那两名女子的脸时，怒火噌的一下涌了出来。传大梁五皇子！凌厉的声音满是震怒，众人心下一震，圣上这是发怒了，事关两国，这是有的棘手了。这两女子正是玲珑公主和柳如烟。玲珑公主本该在禁足，可此刻出现在这儿，又做出了此等丢人现眼之事，圣上不怒才怪呢。我是冤枉的，求陛下为我讨回公道，是那个贱人，是柳清月那个贱人干的，是他设计的这一切，我是冤枉的。我们是冤枉的，我们是被柳清月那个贱人陷害的，求陛下明察。放肆！你们二人做出此等耻辱之事，竟敢是攀咬他人！来人啊，掌嘴！贵妃娘娘且慢，此事蹊跷，还是容陛下定夺为好。丞相这话的意思是有意提醒之意，暗示贵妃并没有权力处理此事。丞相的话说完，太傅也站了出来，点头附和。这下贵妃恼怒，狠狠地瞪了一眼两人，没再说话了。圣上威严生怒的目光在苦苦哀求的两人身上流转，命人即刻寻找柳清月。求陛下为我大梁公主讨回公道。听说有人污蔑本官，正好，本官也要让陛下明察，为本官伸冤。你个贱人，都是你，就是你害的我们！贱人，要不是你设计，我们怎么可能会成为这个样子？就是你，本宫要杀了你！明明就是你将我们打晕的，就是你！柳清月仿佛充耳不闻，神色依旧平淡，但是萧文景却是听不下去了，一个跨步走上前，抬脚，惨叫声接连响起，柳如烟和麒麟龙重重地摔在地上，模样狼狈。聒噪，杀意，冰冷。只2个字，便是无尽寒霜。有人抵挡不住景王身上的寒霜，冷不丁地打了个冷战。这家伙动起手来，真是不论男女啊！不过我喜欢。有皇儿在，谁敢欺负柳丫头？更何况要是那柳丫头站出来，那便没本宫和陛下什么事了。柳清月，他们说这话，你怎么说？事关两国，圣上说话的口吻依旧严肃，好似要秉公处理。不过，对于方才景王的举动，圣上是提都没提，好似不曾发生。齐红又看着这一幕，气得咬碎了后槽牙，目光恼怒，可除了生怒之外，目前也只能忍气吞声。虽然景王他是不好开口，但是柳清月他可不曾放在眼里。柳清月，本宫妹妹先前不过是与你有些过节罢了，你为何要害她？我告诉你，我大梁饶不了你！五皇子空口白牙的污蔑我，小心我找你讨要精神赔偿。脑子是个好东西，你要是用不到，麻烦你给别人。堂堂一国皇子，血口喷人的事倒是信手拈来，本官佩服。鄙视完了齐红佑，目光扫向麒麟龙和柳如烟，最终看向众人，扬声道：诸位，事实善于雄辩，有人不想让我好过，那我便当着众人的面证明我的清白。柳清月，我皇妹说了都是你，你休要故弄玄虚，混淆视听。五皇子这么着急给本官定罪，莫不是怕本官查出什么来？也对，你皇妹本该禁足驿站的，然她却突然出现在这里，难不成本官为了害她，特意将她给掳了过来？周围的人
有不少人听到这话，议论起了这事儿。那公主的确是被禁足的，我皇妹很有可能是自己偷跑出来了，这是她的不对。可这事也不是你否认加害我皇妹的借口。五皇子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本官动手暗害你皇妹了？若如你所言，方才有人行刺景王殿下，那人定是你大梁派来的人。说，你们行刺景王殿下，寓意何为？硬要给我扣屎盆子是吧？来啊，看谁赢得过谁。你休要信口胡说，我们没有。你说你没有，怎么可能？在座都是我大周人，我大周人怎么可能行刺景王殿下？你们是大梁人，本就与我大周景王有仇，不是你们又会是谁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们大周绝不会放过你们大梁。相较于柳清月的气势，齐红佑的气势完全不够看，以至于反驳的话都有些苍白无力。原来这丫头是有意针对这五皇子的，当真是大胆。可恶，那个贱人就是借口我先前的话，羞辱我和我们大梁。无奈之下，齐红佑只好落下一句：这件事定要查清楚，倘若真的与你有关。你的话可真多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我朝皇子呢。柳清月还做事翻了个白眼，超过某个自以为是的人，走向麒麟楼。你说是我所为，那你说说看，我是怎么设计陷害你的？哦，对了，事无巨细，你只有一次机会，之后想要补充，可没这个机会了。贱人，都是你！要不是你，本宫……还没等他说完，柳清月果断塞住某人肮脏的嘴，顺口斥责了一句：嘴巴那么臭，心也不见得有多纯真。既然不会说话，那就换个人来说。说完也不等旁人说话，又从袖子里掏出一团棉花出来，堵住麒麟龙的耳朵，眼神示意，让武阳盯着，切莫拿出东西来。目光落在柳如烟的身上，柳清月冷声道：一次机会，从头到尾事无巨细地说出本官是如何害的你们。柳如烟早已惊慌失神，恐惧霸占躯体，眼神黯淡无光。他出身低微，此刻又是在皇家后山，被众人目睹此事，即便是活着，等待他的也只有生不如死。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你为什么要夺走我的一切？你就是个……从此刻开始，你还有你们二房与我将军府没有任何瓜葛，众人都是见证。不可，你不能这么做！我今日遭受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！我要告诉祖母，我要让祖母知道你的嘴脸！我要……作为朝廷命官，辱骂本官，打你一巴掌都是轻的。既然你不说，你便闭嘴吧。话落，柳清月又同样拿出一个布团子堵住柳如烟的嘴，又拿了棉花将其耳朵给堵上。柳大人，你堵住二人嘴巴又是为何？如此你又该如何询问呢？诸位，下官查案有些奇特，还望诸位听到下官说话时，全都能神色如一，闭嘴配合。众人都不解，可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便瞧见柳清月已然看向了圣上。陛下，这件事很快水落石出，不过还需要陛下配合，让众人不要发出声音，也不要露出古怪神色，以免给恶人传递某种消息。众人心有不满，可瞧着圣上都欣然点头，众人也只能默默承受。柳清月又返回，拿掉麒麟龙嘴里的布团。柳如烟方才说了，这件事是你所为。大梁五皇子的脸气得都快冒烟了，刚想出声，五皇子还是安静的看着为好。冷冷的声音是提醒，也同样是威胁。麒麟龙看着眼前这古怪的场景，面上一慌。难不成那个贱人真的说了什么？想到这儿，目光立刻看向柳如烟。当看到柳如烟那生无可恋的神色，麒麟龙本就慌乱的心此刻多了一丝恼怒。贱人竟敢出卖我！立刻麒麟龙出声反驳道：胡说，这不是本宫做的，本宫怎么可能毁自己的清白？是他，是你们！要不是你们俩，我怎么可能会这样？柳清月，你不能……辱骂大周朝廷命官，罪加一等。柳清月像是一个冷漠的机器，公事公办，冷漠无情。斥责的言语说完，柳清月又继续开口：柳如烟说是你所为，你又说是我和他所为。最后给你机会，要是说不清楚，只一味的污蔑本官，那这件事便是你自己所为，你需要承担罪责。是啊，倘若那公主只一味的污蔑柳清月，
以柳清月那脾气，真的会定罪大梁公主的。同样的，麒麟龙被柳清月一顿斥责，他也明白了，即便再有仇恨，也要清楚自己的处境。他要是再不开口道来，那就真的要出事了。本宫今日偷跑出来，跟着来到这里，藏在了这帐篷里面，谁知碰到了柳如烟。那柳如烟说你在这个帐篷里鬼鬼祟祟，我出于好奇便一同来到了这里，不曾想你同一个侍卫在这里私会，我俩撞破你的好事，你将我们打晕，喂下迷药，这才有了之后的事。是你和柳如烟一起设计陷害我，你个贱人，你背后私会，像个疯狗，顺畅不过一会儿便又想着咬人。让武阳将麒麟龙嘴巴给堵住，耳朵也堵上，这才看向众人。玲珑公主的话诸位可都听到了，她说她中了迷药。众人神色古怪，没人回应，但却有人摇头。很明显，那公主就是在说谎。方才那声音他们都听得清清楚楚，那浪荡的声音哪里是中了迷药啊，分明就是饥渴难耐。得到旁人的回应，柳清月便请示圣上，传太医来为玲珑公主诊脉。为了避免大梁人有意，便也请大梁的太医一起诊脉。这件事情究竟如何，不少人心下已经有了猜测。很快太医就来了，两国太医一前一后诊脉。大周太医果断地摇头，表示玲珑公主的身子健康并未重要。倒是大梁太医迟迟说不出话来。当然了，众人也是知道了，那玲珑公主身子无碍，这事儿完全是她自己为之。你们两个最好如实说来，不然可是要连累家人的。是他们勾引我们，威胁我们替他们办一件事，说是教训两个不懂事的宫女，他们不放心我们办事，给我们喂了药，之后我们便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我们说的是句句属实，求柳大人明察。两人皆是惶恐，匍匐在地，身子颤抖不已。而两人口中的他们，正是柳如烟和麒麟龙。趁热打铁，柳清月立刻让太医为他们两人诊脉，结果他们两个体内果然有春药。现场又一片寂静，充斥着诡异与压迫。众人面上平静，可心下却是隐隐的有了猜测。贵妃高兴地想着，这玲珑公主怕是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想要设计柳丫头，却不想把自己给搭了进去。厉害呀，柳丫头真是好样的。今日之事很有可能是皇妹设计，却不想被人识破，这才……只是要是没有人暗中帮助，皇妹又怎么可能进得了这里？那个柳如烟根本没资格来这里，这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犀利又恼怒的目光从柳清月身上逐渐落到几个皇子身上。大周一直位立太子，几位皇子争斗不休，皇妹莫不是着了某个人的道了？事情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，柳清月没有再说什么，只让两个侍卫闭嘴，又将目光看向了麒麟龙。武阳会意，拿掉麒麟龙嘴里的东西。两个侍卫都说了，你是和柳如烟勾引那两人，想设计毁人清白，结果将自己搭了进去。玲珑公主，你竟敢狡辩，你可是隐瞒事实的下场。即便你是他国公主，区区战败国而已，我大周依旧能够让你付出代价。麒麟龙根本不知道那两个侍卫说了什么，可看到方才众人的神色，心下已是略有猜测。柳清月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阴险卑鄙，你那好三妹怎么可能找人毁你清白？我们的计谋被你识破，你又为何将我们赶尽杀绝，毁了我们？柳清月，你就是个狡诈的小人，你搅得柳家上下不得安宁，如今又来搅动朝堂，你没安……武阳实在听不下去了，果断拿起布团，将他嘴又重新堵上。刘大人，玲珑公主这番话想必是真的。他们虽有加害你之心，你既已识破，为何又毁人清白？如此，你又何尝不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？刘大人，此事因为柳如烟而起，这柳如烟可是你们柳家人，这件事不管如何，可是与你都脱不了干系啊。太傅也想要开口插一嘴，可柳清月没给他这机会，当即率先一步开口。几位大人的话我就听不明白了，仅凭一人之词，就认为这件事是我做的？几位大人难道就是这样当官的？本官于5时2刻来到这东南区，和景王殿下商讨农耕之事。试问，我又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？没错，本王可以证明柳大人的话句句属实。眼下烈日当空，正是午休时间，柳清月不想耽误太多时间了，
将这件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都串起来说了一遍。而对于柳如烟和玲珑公主两人，最终的定夺则是由圣上来决断。柳如烟心思恶毒，人证物证确凿，赏赐一杯毒酒。其父教女不严，官降至6品。玲珑公主品德败坏，无视大周规矩，肆意妄为，解除和亲，杖责30，赔偿1万两。圣上这一决断，一众大臣并无异议。大梁使臣即便心有不服，可也只能憋着。这件事最终尘埃落定，众人便都散了。柳清月临走前，在路过三皇子的时候，微微停下了脚步。殿下今日的话似乎少了点。三皇子闻言，眸光幽暗，看着柳清月的背影，袖子下的手紧紧地攥着。三哥，那丫头这话是何意？本王也想知道她这是何意。撂下这话，三皇子也转身离去。四皇子看着怀王离去的背影，眼眸也逐渐暗沉了下来。今日的三皇兄的确有些奇怪，难不成今日之事和他有关？萧文景看着三皇子离开，深如寒潭的眼眸逐渐恢复了淡漠。父皇，母妃，你们先前急匆匆的来这里，可是有事？先前有太医说荣王身子有恙，你父皇有些担心，这才匆匆过来。贵妃回应自己皇儿，虽是不知自己儿子为何有此疑问，但此刻想来，这事儿倒真是有些蹊跷。为何好巧不巧在那个时候就撞见了这事儿？既然大哥身子不适，那儿臣随你们一同前去看看。柳清月这里是最南边的帐篷，安静人少。穆家人匆匆过来之时，穆婉婉早已经清醒过来，且情绪平静。穆家人看到自己的女儿，一顿关心，许是有所顾虑，并没询问自己女儿究竟去了何处。穆大人有话想说，便让自己夫人先带自己女儿离开。帐篷里面只剩3人。穆大人有什么，直说无妨。柳大人，方才之事可是与舍妹有关？今日有人设局针对我，不过不知为何将丽妹牵扯了进来。好在她只是受惊而已，并无大碍。这话虽是简短，但却是承认了今日柳如烟和玲珑公主想设计陷害的人是穆婉婉和她。至于为何是穆婉婉，柳清月尚且还不知，但事后询问他大哥，或许能够知晓一二。贤侄，不管如何，今日都是你救了婉婉，我们穆家欠你一份恩情。穆大人面露惭愧，降低姿态，感激柳清月。这丫头护住了婉婉，以前是我有偏见了。穆大人不必如此，穆婉婉与我相交，既是朋友，又怎么可能不出手？更何况这件事也是因我而起，你们不必言谢。事实如此，他也不屑独揽功劳。说完，柳清月又喝起了茶，好似对于穆家父子并没有太多的话想说。柳大人胆识过人，想必已经查到今日这事的背后主谋。我想知道这件事究竟是何人所为。穆家父子也不是傻子啊，单凭一个柳如烟，又怎么可能在这里兴风作浪？这背后要是无人，他穆长流坚决不信。父子俩的神色，柳清月看在眼里，目光看了一眼门口的方向，压低声音继续道：今日的三皇子和大皇子有些古怪。言尽于此，这便是他的回应。荣王和怀王两个人针对，这陛下身为立太子，皇子之间有斗争，我们不是不知，只是都是些朝堂上的争锋而已，这又怎么会我们穆家竟会被牵扯？这柳丫头的确是锋芒毕露，被人针对那是迟早的事，这也是为何我当初不看好柳家的缘由。只是没想到这丫头居然逼得那两人一起动手，这二人神色一致，看着柳清月的目光多了一丝古怪。每每在这丫头放肆跋扈之时，我们以为的柳家会倒霉，却不想事与愿违，柳家立起来了，并且入了圣上的眼。如今看来，我们穆家是该重新考虑考虑这件事了。穆家父子心有灵犀，二人收回视线，相互看了一眼，随后起身朝柳清月再次道谢，这才告辞。柳清月目送二人离开，看着二人渐渐远去的背影，柳清月眼角逐渐染上笑意。我是不是无意间解决了大哥的终身大事啊？晚间，忙碌了一日的柳清月刚刚回到将军府，
便被门口的热闹拦在了门口。二位跪在我将军府门口，所为何事啊？没错，门口跪着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柳二爷和二公子。月儿啊，你妹妹的事情我们已经听说了，那是她自己所为，跟我们没关系啊！你快求求你祖母，求她不要跟我们断绝关系啊！我们是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她心思恶毒啊！仿佛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父子二人可劲儿的哀求，模样凄惨。柳青月听到这话，挑眉：“哦，祖母要和他们断绝关系？哼，看来这两人还不知道要断绝关系是出自他之口。既是祖母决定，你们便死了这份心吧。我们断了关系也好，本官性子跋扈，时常用脑袋打赌，正好你们不用受到牵连。”月儿啊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我们可是一家人呢，这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，这关系怎么可能说断就断呢？你快去告诉你祖母，我们不同意断亲。柳青月扑哧一声笑出声来，被柳二爷方才那话给逗笑了。你笑什么呀？柳二爷，这断亲一事你找错人了。这件事不是你同不同意的事儿，这事儿啊是陛下同意的。你要是不服，可以同陛下申诉。说完，不再理会这两父子，脚下生风，径直走入大门。柳二爷父子回过神之时，为时已晚。纵使想骂骂咧咧，释放怒火，但却也因为在场的百姓，只能灰溜溜的离开。当柳清风回来的时候，星星都已经挂满夜空了。妹妹，今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还有，婉婉她怎么会被卷入其中？午时那会儿，他去其他地方巡查，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时候发生的事儿。大哥，你且先告诉我，你近些日子是不是私下有和穆婉婉见面？这有什么关联之处？赶紧说，或许这里面就是关键。那天婉婉说有东西要送他，而他正好也有东西要送给他。那日他们俩便去了约定的地方。就是那日你给我信后的第二日，我们在一处酒楼见了面。可有被什么人看到？比如荣王一脉的人，或者怀王一脉的人？三皇子的贴身侍卫，我瞧见了那人。妹妹，今日这事是那三皇子所为？柳清风的话让柳清月的眸光微微严肃，随后摇了摇头。柳清风皱眉，有些没明白自己妹妹这是何意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三皇子借用柳如烟、玲珑公主之手想对付我，却不想大皇子也趁机插了一脚。今日这事看似与旁人没有太多关系，但一环接一环的顺其自然，更是说明了那些人的存在。当然，这里面还有一个人，那便是大梁郡主。若不是那郡主动手，玲珑公主又怎么可能离开驿站？据说那大梁郡主是先挑起战火的藩国公主，如此，那郡主倒是有些意思了。借机毁掉玲珑公主，她图什么？还有那个藩国，究竟是大梁手中的刀，还是探路石？那两人只是忌惮妹妹，原本只有景王一人，那两人尚且有些招架不住，如今多了一个妹妹，那两人终是动手了。妹妹，今日你为何不查到最后？若是告诉陛下，或许他们不会怎么样，陛下也不会相信。柳清月的话给柳清风泼了一盆凉水，瞬间也让他明白了一件事，自己的妹妹和景王是一类人。很多时候两个人的决断出奇的一致，总是有种让他感觉在为景王做事的错觉。军中出奸细，有几样证据都指向了大皇子，但景王从未在陛下面前提过此事。我以为这些事提出来，让陛下心里种下怀疑的种子应该可行，看来终究是我不了解陛下。妹妹，今日真的多亏有你在，要是没有妹妹，婉婉真的要被那些禽兽欺负了。既然如今不能拿他们怎样，今后也要找出他们的把柄。大哥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跟我还说这种话？不过今日过后，你这婚事啊，怕是要尘埃落定了。柳清月的语气里带着调侃之意。柳清风微愣，立刻就明白了话中意思，面色有些不自在。这丫头真是跳脱，方才还在说要事，现在倒是拿我当乐子了。这丫头没个正经。兄妹二人闲聊几句，柳清风便离开了。没人知道他其实并没有回院子，而是去了穆家。柳清风前脚刚离开将军府，后脚就有人来了。萧文景从暗处缓缓走来，眉宇柔和，
昏暗的光线下看得出他脸上浅浅的笑意。月儿，可弄清楚了？就是他们两人，至于谁利用了谁，已经不重要了。他们，我都不会放过。本王亦是如此。今日敢用这等下三滥的手法设计月儿，他们该死。月儿的决定便是我的决定，而月儿所遭受的，也是因为我。夜色撩人，静谧又安详，两颗跳动的心因为一句暖心的话而跳得热烈起来。柳清月眼含笑意：“你想当皇帝？”“当皇帝，先前并未想过，只想着用自己的力量守护好大周，仅此而已。不过，虽没有这个想法，但也不会让那两个人得逞。那两人并非贤能，可今日一事，却是让我动摇了。月儿是我的人，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她。丫头锋芒，识金断银，聪慧无双，只有大权在握，才能护住丫头。至于这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种想法，我自己也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你决定了？从一开始他就有些看不清楚这家伙是何态度。说他争权吧，可朝中似乎没有多少人站他这儿；说他不争权吧，在某些事情上却是寸步不让。柳清月今儿个才知道，原来这家伙也是有心争权的。既是如此，那你可要加把劲儿了。那两人一直在朝中，且有外戚助力，势力强大。你虽有战功和圣宠，多少还是弱了一些。自古夺权就是一件最为凶险的事儿，稍有不慎，满盘皆输，下场很惨。本王只要有你，那些人势力再强，又有何惧啊？柳清月看着襄文景胸有成竹的眼神，眼里闪上笑意。这个家伙不愧是我看中了，心思缜密，临危不乱，还有慧眼识珠。襄文景在柳清月即将开口说话之时，突然间靠近，趁虚而入，放肆索取。月光柔和，洒下银辉，地上的两道身影紧紧的相拥，难舍难分。有细微的呻吟声没入流动的空气，渐渐地消散于天地间。岁月静好。驿站，大梁郡主只穿了一个红色肚兜，身材妖娆，趴在一个壮硕结实的胸膛上。男子正是瑞世子。今日之事有你的手笔吧？殿下，你知道的，玲珑公主就是个蠢货，与其让她丢人现眼，坏了我们的大事，倒不如让奴家嫁给那靖王。若你有这样的本事，也不是不行。瑞世子平静的冷眸瞥了一眼身旁之人，神色晦暗不明。玲珑公主蠢不自知，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那贱人的手下败将，今日更是当众失了身子，如此蠢笨，留着有何用？大梁郡主听到瑞世子所言，面上一喜，娇嫩的手又缓缓攀上瑞世子结实的胸膛，想要往里面探，然却被一只有力的大手给阻拦了下来。郡主这一身媚骨，还是留些勾引景王的好。殿下放心，云儿定不负使命，日后即便拿下景王，云儿的心都只会在您这里。空气安静，有点诡异。郡主穿好了衣裳，神色也恢复之前端庄傲娇之色，眼含柔情的目光不舍地看了一眼瑞世子，随后转身离开。而郡主前脚刚离开，后脚瑞世子就剧烈咳嗽了起来，过了好久才归于平静。那张苍白的脸染上了一抹可疑的红，很有种病态的俊美。来人！话音刚落，立刻有个黑衣人出现在了屋子里。查，本世子要知道那人究竟什么时候动手。黑衣人领命，随后消失。瑞世子的目光依旧看着前方，晦暗不明，深如潭水。如此周密计划，竟然无视，我倒要看看他都有哪些能耐。与此同时，怀王府，三皇子怀王正在处理公务，一个黑衣人突然走了进来。殿下，您让查的柳家女一事有消息了。怀王手下一顿，目光威严。说，殿下，那柳家女从小备受欺辱，给刘家当牛做马，险些被卖，去年被一道观道长所救，
这才暂且有了一栖身之地。听着侍卫的禀报，怀王的眼眸逐渐凌厉了起来。先前他就有派人去调查过那柳清月一事，不过查到的却都是回京后的事，这次传回来的消息都是那贱人乡下的事。果然有猫腻，一个从小被欺压的农家女，不过学了点三脚猫功夫，怎么可能会有前后如此大的差距？该死的贱人，要不是有鬼，那刘家人怎么可能都死在了牢里？那贱人定是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必须查清楚。查，但凡认识那丫头之人，都好好审一遍，事无巨细。怀王眼中是势在必得，容不得质疑。那丫头诡异，蹊跷成疑，若是真让本王查到什么，那定是致命之事。侍卫领命，便又接着禀报另外一件事。殿下，还有一件事，京城不少权贵也有悄悄调查过那柳家女，荣王也在其中。只不过，说，我们的人发现，近段时间荣王的人频繁前往京外，似是在查找什么。小心查探，要是能够查清此事，本王大有赏赐。那荣王的人甚是谨慎，若是本王能找到什么把柄，那再好不过。侍卫领命，转身离去。书房又陷入沉寂。另一边，荣王府，同样在书房处理公务的大皇子，此刻也正听着侍卫禀报。殿下，那贱人从小被人蹉跎，性子怯懦，与现在性子大不相同。属下琢磨，那人定不可能是将军府嫡女，不然怎么可能有人性子差别如此之大？的确，若非冒充真正的千金，这件事又作何解释？怎么会有人短短数年变化如此之大？若那贱人真的是冒充的，那真千金又在何处？那贱人又有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秘密？查，务必将这件事查清楚。侍卫领命，转身就要离开，却又听到了荣王的声音。那件事查得如何了？回殿下，此事尚且还没有消息传来。废物！这都多长时间了，竟然还查不到人，留着你们有什么用？究竟是什么人坏了本王的好事？继续查，再无结果，你知道后果。下去吧。撂下这么一句，荣王转身走进里间，很快便有一道暗门打开的声音传来。宁静的夜很快消散，清晨如期而至。今日狩猎继续，昨日有来参加的大臣依旧早早到了后山，不过大梁五皇子今日并未前来。父皇，儿臣瞧着诸位大臣有些无趣，不如玩个新花样，如何？哎，众人简直无语了。这公主又想玩什么新花样啊？昨日不是刚玩过吗？这又是下油锅，又是踩火的。柳清月也是内心嗤笑，这丫头今日怎么又犯蠢？难道不怕被人厌恶？圣上听到自己女儿的提议，神色微微疑惑。敏儿有何提议啊？父皇，我大周出才子，亦是出才女，儿臣提议，不如让在场的青年才俊比试投壶射箭，如何？好，敏儿这个提议有意思，在座的诸位，众人觉得意下如何呀？当下没人反驳，全都听从圣上的安排。于是一场青年男女皆可参加的比试被逐渐安排了出来，比试夺得头魁之人皆可得到圣上的赏赐。柳大人，你怎么还坐在这儿？难不成这比试你瞧不上眼？柳清月看向萧思敏，萧思敏看着乖巧的眼眸中却闪过了一抹不屑与嫉妒。实锤了，这人想学我，却又不会说话。缓缓起身，鄙夷的眼光瞥了一眼萧思敏，反笑道：公主殿下的想象力真丰富，这比试并未开始，公主殿下是从何处判定下官瞧不上这比试的？柳大人，你这是何意？本宫不过是好奇，你为何坐在那儿？你又何必是冷言相待呢？萧思明委屈道，眼睛更似是阀门打开，清澈的眼睛里立刻蓄满泪水，那副样子娇小可怜，楚楚委屈。白莲花，这公主是个有心眼的白莲花。看着公主这副模样，旁边不少人都小声议论起来，当然都是针对柳清月的。公主不光想象力丰富，这眼神似乎也并不是怎么好啊。下官方才明明是好言相说，你却说冷言相待，看来公主还是不要同在下说话的好。说罢，柳清月也不再理会这白莲花公主了，径直往射箭区域走去。萧思敏气死了，被柳清月方才那话差点气得跳脚。
紧张的余光瞥见父皇并未看到他这儿，气得袖子下的手紧紧地掐着肉。这里的动静，父皇怎么可能会听不到？父皇这是有意偏袒那个贱人，该死！要再加把劲儿，我要替代那个贱人。看到柳清月来到此处，萧文景并未感到意外，只是看了眼便开始挑选趁手的弓箭，顺便给他们家月儿也选了个。片刻等待，比试正式开始。原地射箭，每轮可以上场6人。柳清月站在萧文景旁边参加第一轮比试。铜锣声落下，柳清月拿起一支箭矢，搭上弓箭，漫不经心地拉开。只听破空的咻的一声，正中靶心，与景王一样。天哪！众人哗然。哎呀，那疯丫头射中了靶心，是怎么会？这不可能！那个贱人居然会射箭，哼，一定是巧合罢了。方才太快了，有不少人根本就没看清楚。这次看到柳清月又拿起第2支箭矢，便都睁大了眼睛，依旧毫无意外，箭矢直击靶子，正中靶心。这下众人都沉默了。明明是那么的随意，但却把命中。这柳大人居然真的会射箭！丞相、太傅等一众权臣看在眼里，惊在心里。这个贱人居然会射箭，隐藏得这样深。倒是穆家父子眼中除了震撼还是震撼。果然将门虎女绝非等闲，或许这样的选择才是好的。而被众人视线包围，柳清月选择无视，笑看向萧文景，正想开口夸赞2句，但忽然便听到了一些躁动，是猎场那里。不对，那躁动声逐渐靠近这儿了。几乎在同一时间，柳清月和萧文景看向那儿，目光凌厉。有刺客！有刺客！护驾！狩猎场上，所有守卫快速集结，守护在场的所有人。柳清风得令守护在圣上身侧，柳清月和萧文景则是守护在所有人前面，形成第2保护圈。还有一些人则守在了狩猎场入口的地方。进树林狩猎的人也陆陆续续连滚带爬地逃出树林。数个手持寒剑的黑衣人挟持着身上有伤的四皇子，缓缓地进入了操练场。圣上看到这一幕，威严的神色顿时崩塌，紧张、震怒快速涌现。竟敢挟持当朝皇子，藐视皇家威严，好大的胆子！可正待开口，却听到了景王的声音：“放了他，留你们全尸。”想要他，那用他来换。一个黑衣人开口，目光和手指向柳清月，声音之大，正好让在场的人都听到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柳清月来换？我愿同他交换，但是你们不能伤及无辜。说着，柳清月将剑果断地丢在地上，朝黑衣人迈出了一步。这些黑衣人不管今日意图究竟为何，仅凭方才那换人的话，就足以成为把柄，可以对我大肆污蔑。因为我黑衣人挟持了四皇子，一来可以引来四皇子对我的仇视，二来还会让满朝文武对我猜忌，最重要的是让圣上对我生疑。果然，正如柳清月所料，他这一番的舍己为人，果断坚定，让那些刚刚冒出来的想法瞬间消散。有不少人看着柳清月的目光多了一些钦佩。可正待柳清月再往前走时，萧文景伸手拉住柳清月：“我来，我同他换。”说完，萧文景丢下长剑，便要往前走。站住！你莫要过来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这黑衣人不是冲着萧文景来的，真的是冲我来的。柳清月，你还不快乖乖走过来，否则这皇子的命可要因为你而连累了。众人闻言皆是震惊。什么？这黑衣人竟是认识柳清月？刺客认识妹妹？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妹妹是有本事，可从未听她说过她有什么仇人啊。不对，挟持四皇子又当众说出这话，这黑衣人即便与妹妹有仇，也不该选择这个地方。这里全是皇家侍卫，明明将军府才是更好的选择。这些黑衣人很有可能是故意为之，而这样做的目的，那便是让妹妹成为众矢之的。柳清月是来寻找柳清月的，我是她堂妹，我们长得有8分像，你们连人都认不清楚。说，你们是什么人？没错，柳清月装傻充愣，快速否认自己是柳清月一事。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，竟能将人认错？说，你们意欲何为？圣上神色威严，
静静地看着前方的对峙，心思不露。黑衣人因为柳清月和萧文景一前一后坚定的斥责，心下开始松动。眼前的女子不是那个柳家女。你在看什么？莫不是你的主子在后面，还是在寻找柳清月？休要混淆视听，你就是柳清月。这话透露着几分气急败坏，立刻又说了句：“3个呼吸的时间，闲杂人等若不退下，这皇子那只有死了。”萧文景神色一紧，眼中的冰霜几乎倾泻而出。可忽然间，指尖上传来柔软，耳边响起了一道微弱的命令：“听话。”丫头这是想独自应对这些黑衣人，心有担心。可看着柳清月这副不容拒绝的样子，萧文景终是妥协了。武阳等一众禁卫军也因为萧文景的举动而缓缓地向后退去。不远处，所有人看到这一幕又是一惊，眼神复杂。景王不是一向都护着那柳清月吗？此刻怎么就放弃了？太好了，景王终于是要放弃柳清月了。前方，萧文景和柳清月之间的距离已经拉开，黑衣人呈现包围式，缓缓朝着柳清月围了过来。柳清月神色淡定，面对眼前黑衣人的围攻之势，丝毫不在意。黑衣人目光谨慎小心，但又同时大胆逼近，终于将两柄寒剑架在了柳清月的脖子上。是不是可以放开四皇子？愚蠢！要是我们手中没有皇子，怎么好离开这里？你呀，乖乖的同我们走一趟。大胆狂徒，谁给你的胆，敢在朕面前撒野？还不快束手就擒！黑衣人依旧将剑架在两人脖子上，不仅并未理会，还挟持着两人往后退去。你们公然挑衅皇家颜面，编排找本小姐寻仇，寓意何为？难道你们就没想过这样做的后果？少废话，仔细了你的皮！言而无信，那可是要遭天谴的。声音落下，不等黑衣人有任何反应，两手迅速张开，两枚银光闪烁的银针立刻插入两个黑衣人胸膛。与此同时，柳清月身子往后脱离困境，那两个挟持他的黑衣人唇角流出黑血，直直倒在了地上。这一幕发生的太快了，太惊恐，又太过让人震惊，就是黑衣人自己都有些没反应过来。直到两个人躺在地上，这才察觉。然而此时已为时已晚，只一道黑影闪过，挟持四皇子的黑衣人顷刻间倒在地上，就连四皇子本人也被一股大力给推向了一旁。既然来了，那便都留下吧。柳清月高傲清冷的声音响起，不知何时手中多了把长剑，瘦小的身躯周身散发着凌厉之势，让人惶恐。敢动本王的人死！反杀霎时开始，黑人从惊诧中回神，立刻发动攻势，朝着柳清月和萧文景袭来。诡异压抑的气息被打破，紧张惶恐的气息四散开来。所有人眸光大震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不远处的厮杀，面容惊恐。那个瘦小的身影是那个疯丫头？那疯丫头的身手这么骇人？很快，不过一盏茶的功夫，兵器碰撞声消散于天地间，厮杀也平静了下来。说，你们是受何人指使？此时，两个黑衣人脸上的黑巾已被摘掉，露出了真实容颜。为了谨防两人咬舌自尽，萧文景特意将两人下巴给卸了。你们是何人？还不快如实招来！面对龙威，黑衣人却没有说话。你是死的吗？圣上问你话呢，还不快招来！黑衣人吃痛，呻吟一声，但依旧没有想开口的意思。柳清月拿出一瓶药，看向圣上：陛下，这是白神医研制的药，说是可以麻痹人的神经，撬开铁嘴，也不知是不是真的，要不臣试试。拿白神医当幌子，柳清月是信手拈来，而他的话引来了不少人惊诧。圣上也很意外，不过却并未表现出来，只淡淡嗯了声，便是准许了。片刻等待，众人明显看到那两个黑衣人的眼神涣散了起来。说，你们受何人指使？为何抓柳小姐？是。黑衣人说得极其痛苦，目光缓缓地看向众人，可即将说出口的话却突然没了声儿，神色也染上惊恐。下一刻，黑衣人便吐出大口黑血，瘫在地上，另外一个黑衣人也紧随其后，吐出黑血，没了声息。
查，给朕查清楚！这一众大臣和禁卫军迟疑，目光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了景王，没有贸然开口。儿臣愿为父皇效劳。三皇子看了看众人，站了出来。父皇，这些黑衣人来的蹊跷，且今日防守有失，理应全盘彻查。三皇子的声音刚落下，景王的声音便响了起来。圣上看着萧文景，脸上很是欣慰，点点头，便将这事儿交给了萧文景彻查。萧文景领命，立刻让人盘问进入狩猎场的一众公子，从而判断黑衣人是从何处而来。这时，在一旁治伤的四皇子看到此情此景，眼中闪过恼怒。父皇，那些黑衣人正是由柳青月招惹而来，要查乃是从他开始。要不是柳青月，本王今日怎么会受奇耻大辱？更何况还是在这么多人面前让本王丢尽颜面，本王咽不下这口气。四皇子的话提醒了众人，很快有不少人都点头附和了起来，认为四皇子说的对，理应先询问柳青月。殿下，方才可是我妹妹不顾危险舍身救的您，您怎么恩将仇报？四弟忘恩负义也就罢了，居然还眼瞎耳聋。方才那黑衣人明明不认得柳青月，众人可都是听得清清楚楚的。四皇子瞧见萧文景这副神情，打了个冷战，很想再说什么，却也是说不出什么话来。景王，四皇子说的也不是不无道理。那黑衣人指名道姓寻找柳大人，柳大人又有如此身手，问上一问又并无大碍。说话的是太傅，太傅好似和事佬，就事论事。景王殿下，挟持皇子乃是大事，任何有嫌疑之人都当细细盘问。景王殿下此举分明是包藏私心，滥用职权。太傅的话得到了丞相等一众权臣的认同。是啊，这柳大人不是出身农女吗？为何学得这一身的功夫？柳青月这一身好武艺，恐怕之前得罪了不少江湖人士。那些黑衣人应该是柳大人的仇家。的确如此，以柳大人往日的跋扈，一定是他招惹了那些人，这才招来祸端。本王做事，还轮不到诸位来指手画脚。萧文景无视众人神色，只看向自己父皇，道：父皇，儿臣有关于那件事的消息禀报。随朕来。萧文景也没有犹豫，抬脚跟了上去。这下众人全都愣在了原地，目露惊奇。那件事是什么事？看陛下那谨慎模样，并非是什么小事啊，为何景王要此时提起？复杂的打量逐渐转移到了柳青月身上。柳青月无视众人目光，看向萧文景的身影，心下好奇，这个家伙要说什么事啊？这么神神秘秘，当众如此，这家伙又拉了不少仇恨。另外一边，圣上神色严肃，与往日慈父的模样相反。说吧，为何这个时候提到那件事？父皇，柳青月是宣王的徒弟，他的功夫都是他教的。言下之意便是，有仇那也是他皇叔的仇人，与柳青月无关。而皇叔是他们皇家人，又事关飞远铁骑，那这件事情不管怎么算，都算不到柳青月的头上。原本他并不打算告诉父皇这事儿，他也不想让月儿掺和到皇家之事上。可今日之事，他改变主意了。与其让人不断的挑拨离间，倒不如让丫头成为自己人。他的皇叔从来不贪恋皇权，也曾经支持父皇登基，也尚未有子嗣。而丫头是他皇叔的徒弟，他父皇自然不会为难，也更不会猜忌。当真？若有作假，儿臣任凭父皇惩罚。圣上看着自己皇儿说得如此坚定，心下已然相信。可是也正因为态度坚定，想到了其中关键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那丫头是你皇叔的徒弟了？圣上质疑，神色依旧，心下却是有些不悦。想必正是那日拿来画像的那日，当初还疑惑那画是从何而来，却没想到会是从那丫头处得来。如此，这便是隐瞒。唉，这还真是我的好皇儿，这等要事居然瞒着我，岂有此理！父皇，那丫头护他师父护得紧，儿臣也是昨儿个才听那丫头说起。他并不知道他的师父是宣王。没错，萧文景选择了隐瞒。他可以将丫头扯入皇室，但绝不可以扯到飞元令上面。哪怕他师父的确是有所关联，但是也不可以跟他有关系。此事非比寻常，丫头既然不知，那便是真的不知。如此，不被牵扯才是最好。
那些黑衣人不是宣王的仇人，更不是柳清月的仇人，他们早就埋伏在京城。约莫一盏茶的时间过后，圣上和景王才回到了原地。太傅和丞相等人互相看了一眼，正准备站出来说话，可萧文景却先一步开口：可查到了，黑衣人从何处而来？谁又是守卫将领？这话问的是刘云。刘云恭敬上前：回王爷，那黑衣人从外围摸入狩猎场，狩猎场今日的守卫将领是赵统领。本次狩猎由禁卫军和左右亲卫负责守护狩猎场及圣上的安危，今日正好是禁卫军，而赵统领则是最高执行将领，但凡出事他难辞其咎。陛下，臣守卫失职，还请陛下责罚。该罚看守不力，让四皇子遇险，统领的位置你不用做了。圣上一句话便直接剥夺了赵统领统领一职，许是在气头上，也并未提及日后去处。这一番话不仅让赵统领傻眼，就是不少大臣也都傻了眼。求陛下三思而后行啊！这赵统领固然有错，但罪不及免官呐。赵统领守卫陛下多年，兢兢业业，从未出过什么岔子。今日若不是有人故意招惹，这京城怎么可能会有刺客？是啊，陛下，赵统领守卫皇宫多年，从未出过岔子。更何况这件事都是那些侍卫守卫不力，倘若赵统领在，定不会让那些人挟持四弟。丞相和大皇子一前一后开口，可不管如何求情，都不忘提醒圣上，那些黑衣人是为了某人而进来的。两人的声音落下，不少大臣也都纷纷站出来求情，要求圣上从轻发落。圣上看着众人反驳自己的决断，心下很是不快。一帮蠢货！今日之事，皇家受累，影响了整个皇家的威严，如何不能重罚？且不说今日的刺客来的蹊跷，便是真的冲着皇家而来，10多年前的事，难道不是教训？那日若不是柳清风舍身救朕，朕又如何能够平安？诸位大人，此事非也。赵统领的确恪尽职守，兢兢业业，可今日闯入刺客是事实。圣上是天子，四皇子又身份尊贵，若不是下官舍身而出，恐怕四皇子早已命丧当场。如此后果，罢免他统领一职，难道不该？刘大人，此言差矣。那些刺客都是冲着你来的，是你的仇人。要不是你，四皇子怎么可能遭受此难？丞相大人，您是百官之首，定不是个蠢的。您说那些黑衣人是我的仇人，那定是来杀我的。您说下官说的可对？是，那些黑衣人指名道姓来找你，你又身手了得，定是你的仇人。四皇子正是被你牵连，才遭受此难，你当承担罪责。既然是杀我的，不是来送死的，那试问在刘府杀我容易，还是在守卫森严的这里杀我容易？丞相大人，你说呢？这或许正是你的高明之处，怕连累你们柳家人，这才将那些人引到了山上。还有，你明明有这么好的身手，却偏偏隐藏不说，这又作何交代？丞相此等口舌没有用在针对大梁使臣上，倒是可惜了。下官从未有意隐瞒会武一事，且曾经还在街市上揍过申国公家丁。这件事景王殿下都知道，怎么能说我这是隐瞒呢？又没询问，我总不可能逮着人就说我会武吧？傻叉！此事在惩罚了相关责任人，让景王继续调查此事之后，才算结束。因为受到刺杀，不少人都心有余悸，狩猎仪式便就此结束。柳清月立了功，本该受赏，但圣上却并未提及。此刻看着圣上等一众人离去的背影，柳清月心下10000只草泥马万马奔腾。这皇帝什么意思啊？我赏赐也就罢了，居然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看着我，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好不好？自己皇子争权，我无辜躺枪，又舍身取义，救人于水火，即便升不了官，给我赏点金银珠宝也不是不行啊！居然什么都没有。哎，柳清月心中那个气呀，但只能憋着。妹妹，你看什么呢？唉，我在看我的钱袋子，怎么就没了？说完，柳清月便无精打采地往前走。妹妹这是怎么了？什么钱袋子？妹妹丢钱袋子了？就这样，这场狩猎匆匆结束，有世家感到惊奇。不过，狩猎场上发生的事儿并未传出去。那些世家虽有猜测，但也只能是猜测，无法验证。不过，很快，
一道消息横空降世，打破了诡异喧闹的世家圈子。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将军府嫡女柳清月舍己为公，胆识过人，平复危机，立下大功，朕深感欣慰，封御史中丞，赏银1000两。众人谢主隆恩。刘老夫人顾不得询问柳清月立了什么功，亲自将传旨公公送出府，这才急急忙忙的回来。太好了，丫头啊，你又立了什么功啊？这怎的又给你升官了？祖母娘，今日之事牵扯到皇家颜面，你们还是不要打听的好。但我这官位可是我凭本事挣来的，你们尽管放心。我这官升得太快，家里人担心也是情理之中。老夫人、夫人、公子、小姐，二爷他来了，他在门口骂骂咧咧的，肆意抹黑我们将军府。岂有此理！这个老二，他究竟想做什么？祖母，莫要生气，这件事交给我大哥处理就是。他可是将军府的当家人，他今后要面临的事还多着呢，就当是磨练他了。祖母放心，孙儿定不会让任何人抹黑我将军府的名声。这个二叔因为利益竟会变成这个样子，真是令人心寒。祖母定是那个最伤心之人，所以这件事还是不要他插手的好。唉，罢了罢了，祖母老喽，这个福是该交到你们的身上了。一句话说完，老夫人的神色肉眼可见的疲惫了起来。柳清月知道祖母内心难受，便乖乖巧巧地搀扶着祖母的右手，扶她回去歇着。你们这些个白眼狼，还不快让本老爷进去！本老爷要给母亲尽孝，你们凭什么拦着不让进？堂堂将军府，竟不让我这个二爷进府尽孝，你们莫不是对我母亲做了什么？柳清月、柳清风，你们两个虚伪的白眼狼，你们对我母亲做了什么？竟不让我见她！刘二爷，谁给你的胆，让你在这里放肆？柳清风，我是你二叔，敢问我可有做过什么恶事？这才被你们这般欺凌。说，是不是你们给我母亲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这才让她这么不待见我？一众看热闹的百姓多是静静地看着，只有个别之人相互接耳，议论着什么。二叔还是莫要丢人现眼了，你是没有做出什么恶毒之事，可是你的妻女却不是什么好人，圣上都默认的断亲，二叔莫不是在质疑圣上？你莫要危言耸听，这件事终归缘由都是那两人所为，二叔是冤枉的呀！即便是断了亲，我们可还是一家人呢。这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，我母亲尚且健在，你们不能阻拦我尽孝。那个贱人真是好本事，居然又升了官，如此荣宠，我怎么能错过？刘二爷迫切地想要回到将军府沾染荣耀，这样的心思百姓不知，但柳清风却是知道的。祖母说了，您教育子嗣忙碌，无需您床前尽孝。若是您非要，妹妹说了，她明日在朝堂上问问陛下，断了亲的家族是不是该如你所言。柳清风这次的话霎时让刘二爷变了脸色，很想再说什么，但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。最终无奈之下，只能灰溜溜的走了。今日将军府本来就是不少人眼红的存在，这刘二爷门前闹事一事自然传入了不少世家耳中，引来了不少嘲笑。时隔多年，穆家首次重新拜访将军府，穆夫人在见到刘老夫人和柳大夫人时接连赔不是，穆夫人在赔礼之时便透露出了两家想结连理之意。只是刘老夫人在这件事上迟疑了。老夫人，你有何顾虑直说无妨，若是我们哪里做得不好，你尽管说来。穆夫人笑容满面，生怕自己是哪里说错话了，很是小心。这提亲一事本该是由男方主动，但因为先前的事只能由他们女方来说。穆婉婉虽是有些害羞自己所听到的，可瞧见老夫人一直迟迟不回应自己母亲，心也渐渐紧张了起来。莫不是此事有意？空气出现了片刻安静，有些窘迫。柳大夫人也不知道自己娘为何不回应穆夫人，但也不好多问，只好静静地坐着，脸上勉强地挤出笑容。倒是柳清月看出了自己祖母眼中的顾虑，也知道她有些不好开口，便不再沉默，直视穆夫人。穆夫人莫急，这喜结连理是两家大事，马虎不得。你也知道我入朝为官得罪了不少人，还有
我们将军府之繁荣，皆都是来自陛下。这未来之事，谁都不能保证一帆风顺。穆夫人可懂？先前我们将军府没落，大哥披挂上阵，穆家以此为借口退了婚约。如今重修旧好，这件事还是有必要说清楚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和我们家老爷呀已经商量好了，孩子们的事是他们自己的造化，只要2个人举hand齐眉，琴瑟和鸣，富不富贵的我们一点都不在乎。经历过这次的事，只希望我女儿过得好就是，旁的什么都不重要。同为朝廷命官，朝堂上的争锋少不了，但后宅之事却是可以选择。柳家人口简单，兄妹齐心，没那么多阿杂事，如此倒是一门良配，先前怎么就瞎了眼了呢？哎呀，穆夫人的态度几人都看在眼里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若再不应允，便是失了礼数。刘老夫人立刻拍板应下了这门亲事。考虑到2人的年纪以及柳清月的婚事，2家人当即商议起了成婚的日子，今日便要找官媒合一个日子出来。这厢柳家喜运缠绕，外面却因为一道突然的消息炸开了锅。圣上赐婚于4皇子，而4皇子妃竟是那大梁郡主。此消息一出，几乎所有世家都诧异不解。怎么回事啊？那个郡主不是早已赐婚给了别人吗？怎么为何就突然成了4皇子妃了？可这是为何？据说昨儿个4皇子心情不顺，出来喝花酒，不知怎的醒来变成这样了。那皇上倒是个顾及颜面的，下了令，除了那几人，没人知道真正缘由。柳清月看了一眼白神医，询问正事。那温家人可有过来？来了，按照你的嘱托，我让他们下午来。柳清月得知消息，瞧着还有些时间，便进了药房。未时2刻，温家人来了。神医，既然您来了，那便随我们走一趟吧。这温府的人说话带着些许敷衍，看似恭敬，但神色却很是平静和傲慢。贵府夫人小姐突发急症，旁人束手无策，那便是1等杂症。本神医的诊金要这个数。柳清月没有明说，直接伸出一只手。500两？这什么500两？本神医出手有这么廉价吗？5000两一个人，银钱不到位，本神医不上门。能出手相救已是大度，区区身外之物，若是舍不得，那便留着那些疹子过日子吧。柳清月的报价不仅吓到了温府小厮，也吓到了白神医。5000两，开口就要5000两的诊金，这丫头可真狠，张口就是5000两。我行走江湖多年，最多也就收过100两的诊金。我是不是今后也该向这丫头学学？温家小厮恼怒，但却又不敢得罪，也不敢做主应下，无奈之下只得回去禀报。果然这一回去，今日便是没再出现过。时间一晃，转眼到了深夜。柳清月练武结束，香文景就来了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你觉得那些刺客会是何人所为？除了大皇子又会是谁？3皇子，那人面上看着不着调，实则心下却是个狠角色。大皇子是皇后所出，从小娇贵，虽然面上看着沉稳，但却容易跳脚。更何况我和皇后撕破了脸，大皇子没有理由让我好过。月儿为何这般笃定？倘若是大皇子所为，那些人为何还要从狩猎场出来？的确，我也好奇这里面有没有旁人的手笔。我昨个还问我大哥呢，他说他们所守卫的地方并没异样出现，即便是林子里的鸟，他们都是结队查看，且目视八方。关于这狩猎场安保一事，柳清月有跟他大哥提起过，为了避免出现什么事端，柳清月便提议他这么做。总之呢，仔细点是没错的。大梁使臣何时离开京城？柳清月思维跳跃得太快，让香文景微愣，有些不解，不过却并未询问。除质子、瑞世子、云和郡主2人，其他人明日离开。莫非那些人明日离开是这家伙的功劳？离开也好，过几日小龙虾就回来了，可不想让那些人学了去。能不能让质子也走？如今大周局势不太平静，有个明知道是他国人的奸细在此，心里终归是有些不自在。至于那个郡主，简单，一把药粉让他变成疯子，再慢慢凋零，那大梁又敢说什么？那人可以用来牵制大梁，可保边境百姓安康。当然，
还有一点，那便是将此人放在眼皮子底下。此人狡猾，2年前来到大周，定是图谋不轨。至于究竟是为何事而来，这就让人不得不深思了。行吧，留着就留着呗，只希望那人不要后悔才是。翌日，朝堂上，有本启奏。随着圣上的一句话，今日的朝会开始了。陛下，臣有本要奏。准奏。陛下，昨日我在迎春楼听曲儿，瞧见数个恶人追杀一女子，那女子虽有功夫，可却是身受重伤。臣出手救下了那名女子，本想带她治伤，但那女子已然挺不住，临死前交给了臣一个账本，还说了一件事。说完，便从怀中掏出一本账本。常公公见状，赶紧下来接过。在场的一众朝臣，有几道目光在看到那本账本的那一刻，眼中快速染上了惊恐。圣上不解柳青月呈上来的东西是何物，随手翻开第1页，看到上面所记录的银钱支出，有些没看明白。连续翻阅，除了里面的银钱支出有多有少，圣上没再瞧出任何异常。柳爱卿，这是什么账本？那女子又告诉了你什么事？陛下，那女子说黑风山有山匪，盘踞多年，残害百姓，官府并无任何作为。她同她的师门偶然遇到那些山匪残害百姓，并出手相助，最后来到那山匪宅子，剿灭了所有山匪。那账本便是来自于此，而那寨子竟无一银钱。什么？山匪还有账目？山匪为何要记账目？还有，那山匪既是盘踞多年，为何朝中不曾听说过此类事？一群山匪横行山野，官府不仅不管，还不上奏朝廷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，竟将朕这个天子都隐瞒在了其中。还有这账目，那些银两究竟去了何人口袋？片刻之后，众人才听到圣上低沉的声音：黑风山在何处？回禀陛下，那黑风山在西陵府管辖的茂南县。诸位爱卿，现任西陵府知府是何人？可有收到过奏折？回禀陛下，那西陵知府是任清远。回禀陛下，西陵府所送来的奏折中，并未收到过有关山匪一事的奏折。柳大人所救之人，莫不是欺瞒了他？中书令此话说完，其他几人纷纷点头附和，全都表示不曾收到有关山匪一事的奏折。圣上的神色依旧暗沉，目光在几人身上流转，并未说话。陛下，这盗匪自古以来横行霸道，且难以剿灭。即便是剿灭干净，这日后也会有人占山为匪，防不胜防啊。倘若那黑风山真的有匪，想必尚且可控，故而那知府并未上奏朝廷。不过也有可能那里根本没有，是有人故意胡编乱造。父皇，柳大人所救女子所言属实。此话怎讲？父皇，儿臣办事回朝之时，有经过那茂南县，那日山匪被剿，全城百姓欢呼，衙门也有派人上前查探，此事属实。萧文景的话让大殿本就压迫的氛围瞬间更加压抑了。二哥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既然知道那茂南县发生了这等事，为何不曾说给父皇听？三弟这话本王就有些听不懂了。本王途经那里，山匪已被剿灭，且有官府众人处理此事，本王又不审阅奏折，又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朝中可知晓？三皇子闻言面色微僵，但很快又恢复如常，歉意的笑笑，没再说话。两人间的无形争锋，圣上并未注意，因为早在萧文景说自己也途经那里之时，圣上便将目光落在了那本账目上。究竟那些山匪将银子送去了何处？又是谁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徇私舞弊，欺上瞒下？空气片刻的沉寂。传朕旨意，茂南知县、西陵知府玩忽职守，隐瞒山匪一事，瞒而不报，罢免官职，立刻押解进京。圣上这次将视线看向了萧文景和柳清月。此事事关重大，这件事便交由你们两人查证了，务必将那背后之人查出来。柳清月和萧文景领命，那账本圣上也当众交给了柳清月。此事结束，朝会继续。之后的人起奏之事几乎都不是什么大事，朝会也很快结束了。柳清月第一个走出大殿，
一走出大殿便去了御书房。之后的那些大臣看着柳青月的背影，心下满是探究。这个柳青月莫不是还有什么事没禀报？大皇子看着柳青月的背影，眼眸闪过了一抹暗霜，正待抬脚离开，身后却听到了萧文景的声音：皇兄若是掌管不好京城治安，本王可以代劳。不要以为你有父皇宠着就可以肆意妄为，本王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大皇子冷斥，说完怒气甩袖离去。萧文景冷漠平淡，看了一眼柳青月离去的方向，继而抬脚出宫。这件事儿丫头要插手，是该提前做好防范。今日这件事殿下怎么看？外族可是觉得此事同他们脱不了干系。太傅侧目看了一眼三皇子，并未说话。三皇子目视前方，眼角隐隐带着嘲笑。这件事没准还真与他们有关，不然荣王的人怎么会频繁出京？御书房，你有何事找朕？陛下，容臣斗胆，臣觉得山匪一事并非只有那黑风山一处。你说什么？陛下，那山匪横行山野多年，功夫自然不在话下，否则也不会容那些人横行多年。只不过什么？陛下，那山匪敛财又送到不知名的人手里，臣担心有人借用山匪敛财掩人耳目。圣上虽有严肃，但此刻听到柳青月这话，没好气地瞪了一眼柳青月。还以为你有什么发现，结果说了个这。那账本不正是说明这件事吗？你为何笃定并非只有黑风山一处？陛下，这是人性，人一旦生恶且无人知晓，那只会更加肆无忌惮。任何朝代都有匪乱，那人能够用山匪掩人耳目，趁机敛财，定不会只有一处。而且为何朝中并不曾收到任何消息？臣无非有二，要么是那官府怕影响政绩，影响升迁，要么就是有人不想那些消息进入朝堂。话音刚落，圣上怒拍龙案，打断了柳青月的话。此等怒气冲冲的模样，任谁看了都会被吓到。柳青月，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？陛下，您若不信，我们可以打个赌，倘若用我的法子查不到同黑风山一样的山匪，那臣便是输，臣任凭陛下惩罚。要是能够查到，要是你有查到，当如何？圣上眼中闪过了一抹好奇，终是想听听这柳青月赌赢了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。陛下，若是臣赌赢，那便升一升臣的官吧。他知道萧文景的人也查过了，的确在其他地方也是有这样的山匪，但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这才一直没有动手剿灭。这丫头竟敢向朕提这种要求！不，这丫头似乎从一开始提的最多的便是这一要求，不是给她自己，就是给她家里人。这是将升官当成了什么？满朝文武有谁像她这样升官的？柳青月，记住你今日说过的话，要是你不能证实你今日所言，朕定要了你的脑袋，就是景王都不能阻拦。再有意见，圣上还是选择了准许。山匪一事着实蹊跷，若只是巧合，那便无事；倘若真的是有什么人所为，那便是不可饶恕。说完敲打的话，圣上又问了句：你说的法子是什么法子？柳青月故作神秘，左右看了看书房，特意靠近圣上。哎呦，这一举动将隐形人一般存在的长公公搞得有些尴尬，不知道何去何从。圣上也没开口，可瞧着柳青月要说的话似乎有些重要，长公公干脆背过身子，捂上耳朵。陛下，此事简单，您只需要下达几道圣令，下收在即，特派几人前往不同城池，以了解农耕事宜，避开衙门，现场做一个有偿问卷调查即可。柳青月将自己的想法逐一说出，事无巨细，有理有据。圣上起初还听得云里雾里，可在柳青月一番细说之下，逐渐展露了笑颜。这个丫头是个有本事的。当柳青月从御书房出来时，已经是42刻。抬起头看了看头顶的炙热，充满热血的心忽然闪过了一抹疑惑。刚刚立夏，这天已经开始这么热了。柳青月看了一眼周边，随后抬起脚悠哉悠哉地走了。暗处
几道身影晃动，很快没了动静。午时过后，又一件事引来了不少世家热议，那便是穆家千金与柳家公子定亲了。此消息一出，又在一众世家圈子里引来了不小的波澜，有人羡慕，有人嘲笑，还有人生怒。这生怒之人便是那秦府。秦昊听到这消息时，正在和自己爹、祖父两人探究圣上的旨意。我倒是没看出来，这穆大人这般势力，前脚暗示想同我秦家结亲，后脚又攀上了柳家，这墙头草都比不上他这般殷勤。阴阳怪气的话语里全是不满。以穆家的身份，穆家小姐也只配给我做妾，只是没想到那穆家人居然转头又同柳家交好了。秦昊的话，太傅和秦大人听在耳中，脸上亦是有些不悦。爹，那穆家欺人太甚，我们定不能放过他，不然谁都以为我们太傅府好欺负呢。是啊，祖父，那穆家就是打我们太傅府的脸，我们定要讨回这口气。穆家小人行径，如今又攀上那跋扈之女，若是出了这口气，那疯丫头你们又如何应对？祖父，那贱人硬的不吃，不如我们试试软的。软的？浩儿，你想到了什么主意？那贱人性子跋扈，桀骜不驯，遇强则强，看似无懈可击，实则却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想要找到把柄，定是让其狂。秦昊的言语有些兴奋，好似真的想到了可以对付柳清月的法子，故而心里还有些得意。与此同时，江南这边，奉命前来江南办差的侍卫日夜兼程，终于在今日午时抵达了苏城。按照圣上指令，官差在城门口将朝廷旨意当众宣告，这才前往衙门处理相关事宜。皇家告示上的内容一经官差宣告，瞬间炸了锅，以暴风雨之姿快速席卷了整个苏城。京城来的人行动很快，将旨意下达之后，找来几辆拉鱼的马车，直奔城外稻田。当城外的百姓收到朝廷的旨意，一个个高兴地笑开了花，纷纷拿来筷子和桶，小心地将田里面红色虫子给加入桶中。没想到啊，原来这虫子还可以卖银子。习惯了田间劳作，老百姓在抓怪虫一事上手脚麻利，不过半个时辰便装满了一桶。将一桶怪虫拿给官差，直到几十个铜板拿在手中，老百姓们才真真切切地意识到，那怪虫竟然是个宝贝。有了银子，老百姓动力十足，叫上一家老小，全都进田里面抓怪虫。仅仅只是半日的时间，怪虫便装满了整整5车。官差按照柳大人教的法子，将马车套好，立刻启程前往京城。待第一批小龙虾送到京城的时候，已经是4月初3。喧闹的京城此刻正被一道流言霸占。今日宫宴，大梁元和郡主淫乱后宫，被逮现行，取消和亲，遣返大梁。彼时，柳清月斜躺在萧文景怀里，面带红晕，眼神戏谑。你说你怎么这么招人喜欢啊？这明目张胆的就有4个，这背地里啊，怕是有无数女子为你痴狂呢。真是不成心啊，长得这么妖孽，总是有人来缠。要不是我火眼金睛，这家伙怕都要失声了。那个云禾倒真是阴毒，只可惜他太着急了。被柳清月抓住把柄，萧文景虽是面无表情，但是却透露着惭愧，可随后又被冰冷的表情所替代。大梁人该死，来了我们大周地盘，竟还不知收敛，该死！要不是父皇不准，定要杀了那贱人。见到某人生气，柳清月收敛笑容，得意道：如你所愿，那云禾郡主活不了多久了，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私生活又不检点，与其留着让他祸害别人，倒不如让老天收了他。萧文景唇角微微抽动，这丫头倒是手快，轻而易举便能要了别人的命。那四皇子日后怕是要与我们不死不休了。爱之深，恨之深，也不知道那元和郡主使了什么手段，竟是令那四皇子如此着迷。那人可是将所有矛头都指向他们了。王爷，柳小姐，前往江南的人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我的小龙虾来了，他们人在哪儿？回柳小姐，
那些人此刻应该进城了。好，快让他们来穿卫居。柳青月说得很急切，眼中都是兴奋。刘云还第一次瞧见这样的柳青月呢，差点以为自己是眼花了。那小龙虾究竟是何东西，竟能让柳大人露出这般神色？小龙虾运到京城一事，不仅柳青月收到了消息，就是几位皇子那些权臣也都纷纷收到了消息。荣王府内，荣王刚刚进府，一个侍卫就匆匆走来。殿下，江南的怪虫已经运进了京城。运了多少进城？江南的虫灾尚且如何了？殿下尚且拉了5车进城，后面的已经在路上了，近些日子会陆陆续续进京。那柳家女下诏令1个铜板1斤小龙虾，现在整个苏城全是抓小龙虾的人，小的估摸着那虫子要不了多久便会被抓完。侍卫恭敬地将江南之事如实禀报。荣王的脸色逐渐深沉了下来，微微思虑，荣王又道：那虫子送去了何处？那丫头费尽心思将怪虫运进京城，究竟是何目的？主子，那些人将怪虫拉到了川味居。哦，荣王皱眉，脸上全是不解。将那怪虫拉进酒楼，这丫头想干什么？莫不是想拿那虫子做菜？想不明白，荣王干脆吩咐道：速去那里瞧着，本王想知道那贱人拿那虫子究竟想干什么。如有异常，立刻来禀。那贱人最是狡诈，无利不起早，坚持将那伤人的虫子运入京城，若是伤了百姓，定要治他一个罪。侍卫听到荣王的吩咐，领命快速退下。这件事掀起的波澜太大了，那些收到消息的权贵，不是家里后辈亲自前往，就是下人前往。总之，本就不平静的京城又迎来了新的一波躁动。午时刚过的川味居还是有些忙碌的，柳青月火急火燎地来到了川味居。几道命令下达，铺子里小厮立刻就忙碌了起来，打水的打水，准备东西的准备东西，像是谁家有喜，后院一片忙碌。所有工作准备就绪，马车也到了。柳青月第一个冲出了院子，目光立刻锁定了马车的车厢，密密麻麻的是小龙虾，果然呐，哟，瞧这个头还不小呢。柳青月面带喜色，快速检查好每辆车子的虾子，这才有功夫看向那些侍卫。你们都辛苦了，都有赏。说完，柳青月从怀里拿出一包银子，丢给了领队。虽是办公差，可那也是多此一举的辛苦，该给的辛苦钱还是要给的，今后还有麻烦他们的时候。侍卫有些惶恐，目光缓缓地看向景王，看到景王点头，众人才谢恩收了下来。在柳青月的指挥下，除了第一辆车里的小龙虾倒出来清洗，其余4辆车全部运到将军府去。没错，早在要将小龙虾运到京城的时候，柳青月便已经命人改建好了后院池塘，暂且在府里面养一些，倒也是资源合理运用。这是小龙虾，这是钳子，比较锋利，只要不碰到，一会儿没事。你们都看好了，我只示范一次。说完，柳青月便坐在一个空盆前，拿起剪刀将头给剪掉，抽掉虾线，又坐在旁边的水盆前开始刷洗。柳青月的动作做得很慢，争取让几人都看得清清楚楚。看着柳青月那套娴熟的手法，萧文景眼神逐渐染上了探究。这都是我那个皇叔教的，可是为何心里总觉得这些东西似乎都来自于丫头自己？要不要查查皇叔这2年都去了哪些地方？柳大人这是在做甚？忽然的声音引来众人的视线，只见3皇子怀王一副很惊诧的神色走了过来，目光一动不动地落在了柳青月手中的小龙虾身上。柳青月抬眸瞥了一眼怀王，但并未搭理，继续转过头刷起小龙虾。二哥也在啊，看来二哥也好奇柳大人拿这些虫子来做甚。三弟若是想知道，自己且看着就是。好家伙，这话像是回答了，可又好像没有回应。怀王的心中憋着气，但是面上又不好发作，只能强挤出了一丝笑。方才可都看清楚了？看清楚了。很好。柳青月满意的点头。3人剪头抽线，3人清洗，1人负责打杂配合。柳大人并未将这怪虫杀死吧？你这般如此，莫不是有违圣令？殿下急什么？这虫子都还没有处理好，怎么让它消灭啊？
既然殿下来了，那便瞧着，稍后便让你见识见识，这虫子是如何被下官消灭殆尽的。柳青月说得很神秘，说完又在一旁指挥，忙个不停。怀王听到柳青月这话，不知道柳青月究竟想搞什么鬼，也只好耐心的等待。若是让我找到把柄，定要好好告诉父皇。院子外面逐渐来了不少人，有权贵家的公子，也有府中的下人，因为忌惮院子里的景王，全都静悄悄地站在院子外，不敢作声。驿站，因为今日宫宴上元和郡主所犯之事，让瑞世子也遭到牵连，被罚禁足。而此时质子府还尚未修缮好，暂且就只能住在驿站。殿下，江南的怪虫运进京了。那虫子运到了何处？那贱人又是如何处理的？禀主子，那怪虫有一车运到了川尾居，其他的则拉到了将军府。奴婢亲眼瞧见那贱人在清洗那些虫子，京城的权贵都派人前来探查，全都不解那贱人要做什么。丫鬟这话让瑞世子眉头紧蹙。清洗怪虫，川尾居。继续盯着，本世子倒要看看那个贱人怎么让那东西消失。那东西浑身坚硬，又怎么可能吃？即便那贱人厨艺再好，毕竟是虫子，又怎能吃？几位殿下请留步，君子远庖厨，几位还是在此处等等。柳大人，你将这虫子拿入后厨，莫不是拿它来烧菜？随着怀王出声质疑，五皇子和誉王世子也站出来质疑。柳青月，你莫不是疯了？这虫子你居然拿来烧菜，你有违圣令，本宫要向陛下启奏。是啊，柳大人，你这样做就过分了，这是虫子，你怎么能如此行事？萧文景不喜几人这样对柳青月说话，脸色一冷，正要开口，但柳青月没给他这机会。你们不懂就不要乱说，谁说这小龙虾不能吃啊？若是不能吃，你们又为何吃猪肉吃熊肉？柳大人，你休要强词夺理，这虫子岂能同那些家禽猛兽相比？这虫子……怀王莫不是听不懂下官说话？这东西叫小龙虾，它有名字，不是你口里的虫子。还有，既是虾子，它与那海里的虾同出一族，海里的虾子能吃，这东西就吃不得了。怀王，你没有见识，还是不要贸然说话的好，免得被人笑话了。柳青月，你放肆，竟敢对本王大不敬！敢说本王没有见识，真是该死！几位殿下，柳大人。常公公缓缓地走进院子，好似没看到方才的对峙，朝几人缓缓走来。常公公朝3位皇子、1位世子行礼，然后才看向柳青月。常公公，你过来，莫不是陛下有事找我？柳大人，陛下听说这小龙虾运入了京城，让老奴前来看看。柳大人打算如何处理这些？常公公，这柳青月就是欺君，他哪有什么处理虫灾的法子？他这是要将这只虫子做菜吃了。看着眼前这一幕，柳青月心下直翻白眼。都这么大了，竟像个孩子一样状告家长，也不嫌丢人。他用眼神示意萧文景不要开口，只静静地听着，不做任何回复。等听完3人言辞，常公公并未说什么，只平静的目光看向柳青月，询问道：柳大人，陛下让老奴来询问这除虫之法是个什么法子？不得不说，常公公的话说得太高明了，直接搬出了圣上，既不认同怀王等人的话，也不站在柳青月这边，巧妙之绝，两边都不得罪。果然是御前总管，拥有绝对的情商。所谓伴君如伴虎，能在圣上身边伺候多年，那相当于在虎口谋生，非等闲之辈。不卑不亢，柳青月如实回应。有劳公公走一趟。原本下官本是想进一趟宫的，不过公公来了，下官倒是不必跑一趟皇宫了。我们大周没有海域，这小龙虾其实是海里的一种虾类，只不过这东西不太听话，喜欢开山建府，独领风骚。我大周没有海域，河流倒是有不少，没见过这东西实属正常，只不过不能因为自己没有见过就说这东西不能吃。柳青月说得一本正经，但没人知道他这些话其实在胡诌乱扯。常公公，你告诉陛下，下官敢以人头保证，此东西能吃，且非常好吃，我也敢当着众人的面吃。柳青月的话果然镇住了场子，压抑住了那些蠢蠢欲动的心。怀王等人有言不好说，也只能憋着。开玩笑，用命做赌还是他们不懂的领域，这如何破解啊？一时间几人没有头绪，说不出话来。柳大人方才所言，可是通过人吃的法子将那小龙虾除掉？正是，
这东西只有被吃掉，才不会快速繁衍生息。从源头上处理，乃上上策。公公且稍作等待，待下官将这东西弄好，都尝一尝。若是陛下不嫌，臣也可以给他装上一份，让他尝个鲜。柳青月说完，也不等长公公回应，微微施礼，人便进了铺子。公公，那东西怎么能给我父皇吃？你待会儿还是莫要带进宫。怀王说完，五皇子也趁机开口，坚决不允许长公公将东西带进宫。不过两人的话却是遭到了景王的反驳。长公公莫要为难，既是他们二人要求，你听之即可。景王说完，看向刘云，告诉柳大人，本王稍后进宫，劳烦准备一份。丫头的东西还敢挑剔，最好等会儿不要吃。吩咐完毕，景王便不顾他人神色，径直回到了石凳上坐好，不理时事。长公公也没说话，小心地同几位皇子行礼，退到一旁静静等待。院子里一片安静。内厢，柳青月一进到后厨，直接撸起袖子，拿过勺子，亲自掌厨。你们3个瞧好了，3个口味，我只做1次。说完，柳青月拿起油桶往锅里倒油，同时一边做一边讲解。3个庖丁规规矩矩地站在锅边，双目凝神，细听言语。膳房里共有3口锅，柳青月打算做3个口味。这口锅里，柳青月打算做5香味的，所要用到的调料全都准备妥当。油热之后，倒入葱姜蒜以及5香料翻炒，炒出香味了，便直接倒入小龙虾。翻炒几道之后，再倒入酒、水以及调味料，盖上锅盖，便等待出锅。后厨里面忙得热火朝天，可后厨外面却焦急诡异。那些世家公子等人全都伸长了脖子看向里面，脸上写满了焦急和期待。这柳大人竟拿那些虫子做菜，我倒要看看他夸下海口的话是不是真的。萧文景几人端坐在石凳上，气氛很是压抑。期待的时间总是显得有些漫长，但是总算是结束了。厨房门大开，柳青月端着上菜的盘子走了出来，看了一眼怀王等人，并没理会，而是径直走向院子门口。他身后还跟着几个端着盘子的小厮，那盘子里也都是小龙虾。瞬间，一股独特的香味在院子里飘散。怀王等人准确无误地将目光落在了那些盘子上。这东西居然好香！哼，不过这东西终究是虫子，怎么能好吃？这贱人不过是故意弄得香罢了，一定是。诸位，这是小龙虾，来自天地馈赠，独特美食。这也是我们川味居今后要上的新品。今日凑巧，这美食便免费与诸位一起品尝。是虫子，让他们吃虫子呀！这柳大人莫不是胡言乱语？这虫子怎么能拿来吃啊？是啊，我瞧着那虫子甚是坚硬，即便是那东西能吃，可那又怎么能吃得下呢？还免费给我们吃，这柳大人莫不是被猪油蒙了心，不管他们百姓死活了？萧文景面色暗沉，气势骇人，凌厉的目光扫过那些说话之人。忽然间，嘈杂的空气微弱了下来。诸位，本店上新菜，诸位若是愿意品尝，本官自是欢迎；若是不愿，谁也不能逼你们。毕竟你们的嘴长在你们身上，不是别人身上。空气诡异的安静，在这样的氛围下，柳青月的说话声中又恢复了随和。这是5香味，这是麻辣味，这是蒜香味。若是大家想品尝，每人可以尝试3种口味，只要看我怎么吃，定能吃到美味。说完，柳青月也不再看众人神色，而是看向一旁的萧文景，拿起了一只蒜蓉小龙虾，缓缓地剥开壳子，直接喂到嘴里。真好吃啊！我也给你剥一个。柳青月一边吃一边说，一边点头，自我赞叹不已。手上却是麻利地拿起一只5香味的小龙虾，剥给了萧文景。柳青月当众剥东西给他吃，这还是第一次呢。萧文景的眼中全是笑意，同柳青月一样，徒手接过了虾仁，吃到了嘴里。浓郁的香料快速霸占味蕾，嫩滑鲜甜的肉质很是特别，吃在嘴里流连于唇齿间。好吃啊，果然是人间美味啊！心有感慨，萧文景便也如实说了出来。在饮食方面，他一向挑剔，可这口小龙虾将他挑剔的味蕾给勾起。
这次他主动拿起一只麻辣小龙虾，学着刚刚柳清月的举动开始剥了起来。众人见状，惊恐、沉默，心思翻涌。疯了！靖王一定是疯了，被那个贱人迷了心智。不行，这件事定要告诉父皇，这是在丢皇家的颜面呢。长公公，这是专门为你准备的，你且尝尝看，如此你也好回宫复命不是？柳清月端着一盘3种口味的小龙虾走向长公公。长公公受宠若惊，连连道歉。靖王都说好的吃食，怎么可能不能吃呢？这些人呐，是真的腐朽了。谢过柳清月及景王，长公公拿出帕子擦手，然后也学着柳清月剥虾的手法开始剥起了小龙虾。长公公，你怎么能吃这等食物呢？这东西来历不明，谁知道这东西吃了会不会让身子不好啊？殿下，老奴奉陛下之命前来了解这除虫一事，老奴自是要尽心尽力。若是这东西口腹难咽，老奴也定会如实禀之，定不敢欺君。五皇子大窘，但却只能忍着。明明只是一个奴才，但却不能咒骂。五皇子心中憋屈啊。我可以尝尝吗？可以啊，每种口味品尝一只。说着，小厮在3个盘子里各取了一只，放在裁剪好的油纸里。那人甚是感谢，高兴地走到一旁开始品尝起来。这有1就有2，第1个人成功地拿到吃食，立刻就有第2个、第3个人。很快，百姓便将几个小厮都围了起来。柳清月端着小龙虾招呼萧文景和长公公进铺子吃，被忽视的怀王几人脸色满是阴暗之色。这个贱人竟敢无视我们！3位殿下若是想尝尝，那便一同进来；若是不愿，下官也不敢强求。3殿下、5殿下，这事儿……誉王世子明显有些动摇了，犹豫不定的目光看向2位皇子，想看看他们2人是何态度。你们莫不是也被那东西勾了馋虫？你们2个竟然也眼皮子浅，区区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吃食而已，竟也这般没出息。怀王又不是傻子，自然也看出2人眼中的犹豫了，恼怒斥责，话落便甩袖离去。我就是一个闲人，平日里就喜欢寻些乐子。既然柳大人铺子上新菜，景王也都有夸赞，我顺道尝尝那是个什么东西。殿下可要一起？五皇子侧目看了一眼排队中的百姓，很小心地吞了吞口水，自持身份道：既是那柳大人相邀，这川味居也是我父皇夸赞，本王便勉为其难地尝上一尝。 2人的话都心知肚明，并未拆穿。说完，2人便抬脚进了铺子。门口的百姓在品尝到小龙虾的美味后欲罢不能，恨不能连壳子也一起吞下去。真好吃啊！没想到这世上竟是有如此美味。于是大多数百姓都舍不得吃另外2只，小心的包好，匆匆直奔回家，将剩下的带回家给妻儿吃。免费品尝又是川味居的美食，消息像是龙卷风，快速席卷了整个京城。很快，得到消息的百姓蜂拥而至，排着队等待着这人间美味。柳家女真是好算计，用江南的怪虫来赚银子，既可以消灭虫子，还可以赚银子，这心计无人能及。这柳家或许招惹不得，只能交好。不过，对于那虫灾一事，不少人心下却是有了计较，都认为柳清月此举是借公办私，有欺君之嫌。于是便开始准备奏折，准备参柳清月一本。然而这些人不知道的是，景王带着小龙虾进了宫。父皇，今天见说6月初8是一个好日子，儿臣的婚事便定在那日吧。圣上闻言，吃小龙虾的动作一顿，没好气地瞪了一眼自己这没眼色的儿子。当初是谁不愿？父皇还是忧心向那些藩王，那些人这些时日有些安静，儿臣可不认为他们是真的老实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东辰，自今年开始，东辰似乎也很安静，您还是多操心操心国事吧。圣上被萧文景这一顿提醒，手中的美食瞬间就不香了。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自己这个皇儿什么都好，就是本事太强，心思深沉，很多事连我这个天子都不知晓。听皇儿这么说，难不成封地又有哪个藩王起了异心？还有那东辰，东辰有什么事？难不成同大梁一样窥探我大周？父皇，
儿臣若是知道，定会如实禀报。只是一直没有有用的消息传来，是该了解了解情况了。还有，柳清月说，这小龙虾同海里的一种虾是同宗，就是不知我大周境内的小龙虾与那东辰有没有什么关系。萧文景只是实话实说，毕竟太巧了，江南靠东的几城和东辰接壤，这件事情不得不令人深思。这小龙虾来自东辰。萧文景从御书房出来时，已经是半个时辰之后了。不过此时他手上拿着一份金黄色卷轴，本该生人勿近的脸，此刻却像是如沐春风，带着一股喜色。夕阳西下，景王6月初8大婚的消息在日落前悄悄降临，但却又引来一众京城权贵的注意。是夜如期而至，柳清月刚刚练习完剑术，萧文景就来了。今日怎么来这么晚？可是有事忙碌？月儿，今日你说的小龙虾一事，可是真的？这个不好说。大梁和东辰都有河流湖泊，那小龙虾最喜欢潮湿有水的地方，那两国的嫌疑最大，其目的不言而喻，那便是破坏我大周庄稼、水土环境。前世他生活在和平年代的现代，国际之间还依旧有动荡，更何况这里是古代，曾经还有过大一统，此等情形之下，三国之间必少不了争端。萧文景眉头紧蹙，柳清月看在眼中，自然也知道他在思虑什么。那两国实力有限，掀不起什么浪来，这招不成，或许又想着其他招式。与其怀疑是哪国所为，倒不如加强巡防能力，提高全民监察力。没错，若是让百姓都参与进来，发现可疑之事便上报官府，那两国的阴谋只会溃败。那两国是可以防备，但这并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国内。丫头的聪慧好似没有边际，无论何事都会有她的见解。再等些时日，宣皇叔所经历过的事都将会查清楚，那个飞云令有没有在他身上都将水落石出。翌日朝堂，朝会才刚刚开始，柳清月便被掀到了风口浪尖。陛下，柳大人负责处理江南虫灾一事，臣觉着有欺君之嫌，还请陛下明察。吏部尚书话音刚落，中书省一大臣也站了出来。陛下，臣听闻柳大人昨日抓了几个百姓，就因为那些百姓当众指责怪虫，柳大人便不分青红皂白将人抓了起来，还请陛下明察。这两位大人都身兼要职，一前一后参奏，倒是引来了不少人附和。大殿内开始喧闹起来。这种场景，陆大人和穆大人早已经见惯了，心情也早已平复。二人看了看在场的阵势，站了出来。陛下，柳大人遵从旨意消除虫灾，此法子经过验证，的确是上策。不知张大人何出此言？蓝大人说柳大人不分青红皂白抓走百姓，那可知他们是怎么质疑的柳大人？陆大人和穆大人一前一后的开口，并未畏惧。朝堂因为他们两人的出现，众人神色各异，而被质疑的蓝大人和张大人面有不悦，立即反驳：柳大人哪里是消除虫灾，这是明摆着阳奉阴违，拿公办私。那些虫子柳大人做成美食，用作川味局新出的美食，这不是有欺君之嫌又是什么？张大人说得很严重，还隐隐地带上几分恼怒，那副样子好似真的是为了维护皇家颜面而有所动怒。穆大人这是在质疑本官并未做任何调查而信口胡言吗？他拿陛下旨意满足私欲，不论是品性还是作风，不该被百姓所质疑吗？陆大人不是言官，在言语上终是有些不足，特别是自己外甥女的举动，也确实离经叛道。自大周开国以来，还并未有过此事，反驳起来难免会少了几分底气。穆大人是言官，在两人质疑之时也想好了对策，只是正要开口反驳，柳清月却开口了：诸位大人对本官做法有异，那不妨我问大家几个问题。这点小事不该占用朝堂资源，要速战速决。柳清月开口说的话，让在场的不少人面色一紧，有人当即站出来反驳：柳大人，昨日之事我等都听说了，你休要混淆视听，别整那些有的没的。陛下让本官清除江南虫害，本官迎难而上，主动揽责。若是没有法子，或者造成虫子泛滥，本官是不是要掉脑袋？
柳清月的话让那些质疑的大臣相互看了看，虽是并未回应，但看到神色却是认同了柳清月所言。既然众人无异议，那我将虫子做成美食吃了，请问那虫子可会死而复生？张大人不服气，认为柳清月是在避重就轻，出声反驳：柳大人，你莫要混淆视听，你这法子有欺君之嫌。你张大人莫急，你说本官欺君，敢问我这除虫的法子有弊端，还是本官并未奉旨办差？柳清月，你是想到了法子，可你暗中谋私，这就是欺君。本官奉旨办差，在差事以内，本官秉公办事，何来欺君一事？那卖虾子一事是本官的私事，且本官出钱抓虾，出钱运输，乃本官的私事。诸位还是莫要混为一谈，说我公私不分，那便看看谁公私不分。那些质疑者神色多彩，而张大人不愧是言官，很快就想到了说辞。不过柳清月却没给他这机会。欺君一事本官已经说明，公是公，私是私。小龙虾是本官从百姓手里收购，属于买卖，本官拿它做菜，自然是合理又合法。倘若还有人有异，那便问问诸位在奉旨办差时，可有不买任何东西的经历？一句话既刁钻，却又戳中众人心房，令那些质疑的大臣全都憋屈的红了脸。本官是朝中大臣，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朝廷，要对朝廷尽忠。江南突发虫灾，危害我大周国本，诸位大人不想着替陛下分忧，却包藏祸心，煽动百姓闹事，质疑本官所为，质疑朝廷做事，究竟是何居心？若非主义受益，此等恶仆，本官不抓，难道留着他们祸害人间吗？柳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陛下，柳大人言重了，那些人并非……南大人，是非曲折还是让陛下自己判断，你就不要掺和了。柳清月毫不客气地开口，说完看向香文景。香文景看向殿外，扬声道：来人，带上来。很快有人进来了，看到侍卫手拿布匹，众人面露疑惑。不过在看到后面押进来的人时，神色略有不同。将人押入殿前，柳清月朝圣上请示：陛下，这5人究竟是不是百姓？您尽管提问。不过臣担心有人狗急跳墙，威胁这几人。臣提议陛下让在场的众人全都不要说话。准许。得到圣上的准许，柳清月朝2个手拿布匹的侍卫点头。侍卫会议，当众将布匹拉开，将满朝文武全都隔绝在外，只留下柳清月、5位皇子及几位阶下囚。柳大人，你这是何意？大皇子率先出声质问：殿下，这几人不是百姓，就是世家奴仆，这样的身份，你觉得他们不怕这里？大皇子眼眸微眯，被柳清月一句话给堵住了嘴。殿下还是莫要耽误众人的时间好，臣自证清白，几位殿下只看着就行。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就是不知等会儿还能不能说出话来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若是胆敢欺瞒，朕绝不轻饶。帝王的威严不容任何人挑衅。几人身子抖得越发厉害，在感受到周围死一般的沉寂时，本就慌乱的心更加恐惧了。啊，啥玩意儿？这里是朝堂？回陛下，贱奴是兰府奴才。回陛下，贱奴是丞相府奴才。回陛下，贱奴是太傅府奴才。回陛下，草民是京城百姓。回陛下，草民也是京城百姓。几人声音不大，但在这沉寂的大殿里却是显得格外响亮。这个柳大人明明就是一件小事，如此大动干戈，图什么呀？你们2个是百姓，这丫头不是说没有普通百姓吗？那这2人是怎么回事？回陛下，草民不是有意针对柳大人的，是有人给了草民银子，让草民这么做的。是的，草民是受人指使，那人让草民当众羞辱柳大人的，草民知错了。圣上的龙威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承受的，那2个自称是百姓的人吓破了胆子，慌忙的解释，言语中全是惶恐。说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何人让你们当众污蔑柳大人？威严的声音吓得那2人直哆嗦，似是死亡威胁一股脑的全招出来了。这2人，一人是受温家指使，而另外一人则是受申国公府指使。大殿哗然，温大人吓得赶紧喊冤。
陛下冤枉啊！臣不识得此人呐，更没有指派人前往传位居污蔑柳大人呐。温大人，你慌什么？你看丞相等人都不曾开口，陛下并未询问你，你却着急忙慌的喊冤，下官还以为你急着撇清关系呢。柳青月适时打断温大人所言，还不忘拉旁人下水。一句话牵动了几个人，也同时让温大人憋屈的闭上嘴巴。圣上也扫了一眼温大人，随后又落在那两人身上，片刻停留，看向了长公公。传申国公！众人心下翻涌，什么？陛下这是要清查了？温爱卿，此人说受你们温府指使，当众煽动百姓，污蔑柳大人，此事你有何话说？陛下冤枉啊！臣不认得那人呐，也根本没有指使任何人污蔑柳大人，求陛下明察。只要不承认这件事，便跟我们温家没有任何关系。温大人，记住你说的话哦，否则你就是欺君。说完，柳青月又看向了圣上，恭敬禀报：陛下，臣昨日派人调查，此人并非普通百姓，而是市井地痞，虽没有杀人，可所犯之事与杀人无异。这是臣调查的结果，还请陛下明察。说着，柳青月便从袖子里掏出了一个本本，呈了上去。圣上没想到那百姓会有此等能耐，心底的最后怜悯也化为乌有。拿过那本子，快速浏览，一瞬间，威严的目光骤然冰冷，怒火也在快速上涌。满朝文武看着圣上的眸色变化，有几人霎时惶恐，这其中就有京兆尹。刘三，你好大的狗胆！草民，哎，说，欺男霸女、逼良为娼、强抢民女，是不是你做的？柳青月的话让满朝文武皆是一震。那人竟是个恶人，可是那柳青月又是怎么查出来的？温家与这样的人扯上关系，只怕要倒大霉了。微微嘈杂的大殿内散发着压迫的气息。大人饶命啊！那些女子不是草民糟蹋的，是那温家公子。你放肆！休要污蔑我温府！本大人和你无冤无仇。温大人，你别急着反驳，等会儿将你那好儿子请过来，我这什么都知道了。还不等温大人说完，柳青月便果断打断。说完，又请示圣上，让人将温家三公子带来。温家的事，早在和温家有过节时，便让城里的乞丐暗中调查了。这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太惊人。这温家还真不是个好东西。当然，不止温家，谁能想到被他们瞧不起的乞丐，却是一把锋利的剑。此事既已查到这儿，自然是要查清楚了。圣上立刻命人将温三公子带来，而等待的时间便是审问丞相等人府中下人的时间。三人如实交代，他们所言都是府中管家交代，这才当众污蔑柳大人。三家人有所辩解，各执一词。在柳青月的诉苦下，圣上也传了三府的管家。正好这时，温家三公子和申国公一同到了。留申国公在殿外候着，温家三公子进入大殿。温公子，有人说你强抢民女，你可知罪？柳大人，你这是何意？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？温公子的话，本大人和在场的诸位可都听到了。若是隐瞒，那你们温家便是欺君。而柳青月的话让那温家三公子心下闪过一抹慌乱，可很快又镇定了下来。柳青月看向殿外，扬声道：带进来。只见侍卫带着2名女子缓缓走了进来。直到看清楚那2名女子容貌，那温家三公子霎时白了脸，且浑身都颤抖了起来。皇上，各位大人，我们本是城外农家女，家里也还算殷实，因为被养得有好几分姿色，进城卖绣帕之时就被那刘三盯上了。刘三把我们捉去，送给了温三公子。可是后来温三公子怕事情败露，事后就让人把我们勒死，丢到乱葬岗。幸好我们当时只是昏过去了，醒来时被人所救，这才活了下来。一番诉说，圣上震怒，当即下令处死温三公子。温大人慌乱，想要求情，可下一刻便被罢免了礼部尚书一职，抄家流放。至于那街市小人，则是处以极刑。
此时刚落，大殿沉寂，所有人都神色严肃，但心下却是掀起了波涛骇浪。就是陆大人和穆大人，两人心下也一片惊恐。这个丫头居然是有备而来，只一招便废了一个尚书，好手段呐！果然那丫头开口便没他们什么事了，就是不知那申国公将会如何呀。臣拜见陛下。申国公，有人说你指使人羞辱柳大人，可有此事啊？陛下明察，臣并未寻人前往传位居，更不知道为何有人污蔑于臣，还请陛下明察，还臣一个公道。申国公，你说这件事同你没有关系，但下官却是查得此事与贵府脱不了干系。敢问国公爷，敢以此立誓吗？立誓？这疯丫头莫不是真的查到了什么？柳大人，你这是什么话？难不成……国公爷莫急啊！方才那温家也说他们什么都没做，朝着陛下喊冤。可谁知人证物证确凿，都是成年人，还是对自己的话负责的好。立个誓而已，又不是抄家，慌什么？申国公又气又惶恐，暗沉的目光紧紧盯着柳清月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为了避免陛下起疑，申国公不得已当众立誓，否认自己并未找人羞辱柳清月。陛下，此人李四，游手好闲，无所事事，除了自己作恶外，偶然搭上了国公府二公子这条线，以此便成了那国公府二公子的狗腿子，不是哄骗百姓去那二公子的赌场，就是诱骗那些良家女子迈入青楼。说着，柳清月又从袖子里拿出一个小本本，恭敬地递上。这个柳清月居然是有备而来，难怪那几日格外安静，原来这是在筹谋今日之事，是我们大意了。陛下，臣冤枉，臣不曾听说过柳大人口中之事。臣那二子虽有顽劣，可怎么会做出这等伤天害理之事？一定是有人攀咬我国公府，求陛下为我国公府做主啊！圣上也并未理会申国公所言，只看了他一眼，便拿过柳清月递上来的奏折，开始浏览。很快，圣上的气势就发生变化，怒火快速上涌。申国公，你真是交了一个好儿子啊！陛下，臣愚钝，还请陛下明示。你当真不知？国公爷还是别说话了，毕竟你的话又不值钱。来人，将人带上来。立刻有数个百姓被带了进来，众人心下又掀起了波澜。这么多人，这国公府究竟犯了何事？10多个百姓的出现，申国公那双平静的冷眸也终是出现了些许慌乱。你们有何冤屈，如实向陛下禀明，只要是真，陛下定会为你们做主。陛下，求陛下为民女做主啊！民女的相公外出做工，却被那李三吼到的赌坊去。民女相公被他们设局骗光了所有，并且还签下了不明字据。事后不过2日，那些人就上门讨债，逼死民女相公。可这样还不罢休，又抓了我那只有13岁的女儿。求陛下为民女做主啊！柳清月拿出帕子递给那妇人，目光又看向一位中年男人。那男人会意，也开了口：求陛下明察，草民本是一小商人，在东市买卖一些草药，草民偶然得到一株100年灵芝，却不想这件事传入了申国公府。那二公子想要低价购买草民手中灵芝，草民不肯，当天夜里草民的铺子就被火烧了，求陛下为民做主啊！一人说完，便是下一人。这些百姓们身上都是有冤屈的，不是直指那李三，就是直指申国公府，甚是可怜。申国公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申国公惊恐，可正要开口辩解，便又听到了陛下的声音：来人，传申国公府二公子。本以为要等好久，谁知声音刚刚落下，侍卫就带着一人进来。熟悉的人都知道，那人正是二公子。爹，救我！快救救我！我不要被杀头，我不想死啊！爹，救我！这二公子这是怎么了？
难不成真做了那些事，从而害怕？你在说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这里是哪里？爹，陛下已经知道我做的那些事了，你可要救救我呀！你一定要救救我呀！你可知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又在说什么胡话？切莫让人误会了。爹，你不是要看着我死？我可是你儿子呀！你不能见死不救。孩儿要是活不了，你也休想苟活。你做的事不比孩儿的少。孩儿，哎呦，申国公吓死了，赶忙上前捂住了自家老二的嘴。大殿安静，众人噤若寒蝉。事情发展到这里，是众人没有预料到的，几乎所有人都露出了复杂的神色。陛下，我儿他从来都不会这样放肆，今日这模样实属异常，还请传个太医吧。申二公子的话，我觉着有道理。毕竟这种事，若非没有，怎么可能无中生有？这时候，萧文景则命人传太医，不给申国公任何开口辩解的机会。而圣上更是因为方才申二公子的话，看着申国公的眼神已然暗沉不已。这个国公府倒真是让朕开了眼。很快太医就来了，一番行礼，当众给申二公子诊脉。就在不少人认为申二公子是被人动了手脚之时，然太医却说申二公子身子无恙。这样的决断有不少人都难以接受，可是来人是太医院的院判，即便是有心怀疑也只能接受。太医院的院判一直只为陛下服务，不攀附任何势力，其中也包括景王殿下。申国公，你儿子残害百姓，无恶不作，你身为其父，不仅不管之，还为虎作伥，你该当何罪啊？一声质问，随后转身看向圣上。陛下，方才申二公子说了，这申国公手脚也不干净，还请陛下明察，以振军威。陛下，臣是冤枉的。臣这二子先前被臣责罚，心有怨恨，臣从未做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啊。国公爷若是觉得冤，那更应该好好查一查了，不然怎么敢证明你的清白？柳青月的补刀让申国公气得浑身发抖，但却又没有言语反驳，只能将最后的期望落在圣上那儿，只希望陛下念在他劳苦功高的份上不做追究。圣上是明君，自有判断，以申二公子残害百姓为名，将父子二人收押，并且命人查抄了国公府。命令下达，满朝文武无人有异，在场的众人都有种惶恐，若是他们胆敢阻拦，很有可能会引火烧身。特别是那些个权贵，他们察觉这柳青月是有意的针对温家和申国公府，这两家先前可是都有得罪过他的。我就不该派人前往川卫去，该死的贱奴究竟说了什么呀？那么多人竟被那个贱人抓住了把柄，该死！就在蓝大人慌乱间，三府的管家进来了。三人行礼，柳青月说话了：方才国公府温家欺瞒陛下被抄了家，你们要是胆敢有隐瞒，那便是诛九族的大罪。敲打完毕，柳青月随后指向了一人，说：你们府的下人为何当众之下说本官泯灭良心，给百姓吃虫子？此等污蔑，你该当何罪？被指的那人正是蓝府的管家。管家哪里来过这种地方啊，早就已经吓破胆了，此刻被柳青月这么凌厉质问，也当即慌了神。大人息怒，小的哪里敢污蔑大人，是我们家小姐，我们家小姐让这么说的。欺君之罪，我一个小小的奴仆哪里敢承担得起？不敢隐瞒，只得如实回应。老爷定不会怪我的吧？哦，蓝府管家的话让惶恐不安的蓝大人忽的就平静了下来，似乎是找到了救命稻草，立刻斥责管家：你糊涂呀，怎么能听小姐所言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爷？一声斥责结束，蓝大人又赶紧看向圣上：陛下，臣教女无妨闯了祸，臣甘愿受罚，也愿意给柳大人赔罪。经历了温府和国公府的抄家，蓝大人不知道柳青月手里还有没有他们蓝家什么把柄，但是此刻他明白，他不能反驳，反之后下场可能会很惨。蓝小姐与臣有过过节，许是怀恨在心，这才如此。蓝大人教女无方，既然愿意赔偿，那便按照往日的价格来，给个5000两吧。
至于其他的，陛下定夺就好。5000两？这柳青月是张口就来呀。但是，相对于众人的愕然，蓝大人倒是忽然松了口气。忽然觉得这5000两挺值的呀。而听到这话的圣上也是嘴角忍不住抽动，心思翻游。5000两，这个丫头开口就是5000两，这丫头这么爱财，先前还以为这丫头人善，给百姓免费吃小龙虾，居然是朕多虑了。那丫头居然拿她来赚银子，真是好狡猾。柳大人不做追究，那便如他所言，蓝大人管家不严，到家仆当众污蔑朝中大臣，官降一级，罚俸半年。圣上的裁决让蓝大人慌乱的心平静了下来。幸好啊，幸好没有旁的什么事。此刻，众人的注意力也都开始转移在了太傅和丞相的身上，面面相觑，风绝云诡。丞相先一步站出来：陛下，此事是臣管教无方，让下人闯了祸，臣愿意给柳大人赔偿，也愿意接受惩罚。丞相主动揽责。他声音落下之后，太傅也站了出来：陛下，臣愿给柳大人赔偿，也愿接受惩罚。穆大人和陆大人两人看到眼前这一场景，心下忽然变得不平静了起来。这丫头今日之举，显然是告诉众人，她在针对曾经针对过她的人。丞相、太傅或许也在其中。大殿安静，落针可闻。圣上的目光在二人身上流转，最终下令罚俸半年。当所有事情都尘埃落定，时辰也已不早，没有人有要事禀报，朝会便结束。二位大人，今日得罪了，敢问这银子，二位大人何时送到我将军府？柳青月，你莫不是穷疯了？逮到人就是5000两，你难道不怕父皇对你有异议？荣王先开口，紧随其后，怀王也开口了。你以为这银子有这么好拿？若是父皇发现你的真面目，本宫定要你拿全部来赔偿。殿下还是管好你们自己吧，本官的真面目你们不是没有瞧见过。这上天有眼，坏事做多了，自然要遭受惩罚。难不成二位殿下觉得臣就该被人污蔑？说完，柳青月看了一眼萧文景，随后高傲离去。萧文景瞥了几人一眼，紧随柳青月抬脚离开。随着朝会的结束，朝堂上发生的事情立刻传了出去。后宫是最先得到消息的。凤仪宫，皇后还在禁足，但这并不影响她知晓前朝之事。公子，提供过消息的人都在这儿了。你们打探消息的本事，本公子很是满意。如今有一个机会，就是不知你们愿不愿意。公子爽快又讲义气，难不成今后……公子有什么话直说就是，我们能给公子办事，是我们的福气。成为乞丐受尽折磨，并非尔等所愿，没人愿意屈居人下，更没人愿意备受折磨。本公子有一提议，那便是跟着我学习功夫，为我做事。同样的，你们从此不再为温饱发愁。这些乞丐，他虽并不知道他们的过往，但若非家里突生巨变，又怎么可能会走投无路，成为乞丐呢？愿意，小的愿意跟随公子。是啊，这可是大好事啊！不仅能够吃饱肚子，还能学武，此等好事，我们为何不愿呢？若是面临生死，你们又可愿？这是他唯一的提问，也是他的入门考验。这些人有没有决心？面对生死，他们可愿付出生命？公子，我愿意。我就是一乞丐，身份微小，什么人都可以欺负，这命也是过一天算一天的。如此，还不如跟着公子您呢。是啊，公子，若是做个饱死鬼，那此生也是无憾了，俺也愿意。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定下了自己后半生。此刻的众人只以为自己将来只会有一技之长，能够吃个饱饭，却不想命运的齿轮就此发生了变化。既然如此，那便说说本公子的要求。第一，不得背叛，否则下场很惨。第二，服从命令，绝不一意孤行，否则不是断骨就是断胳膊。如今飞原铁骑他尚且不知在何处，但这并不影响他自行创建一支队伍。平日时间打探消息，
其余时间那便是练习各种现代体能及拳法。不求他们能像死士那样厉害，只愿这些人上战场时能够抵抗外敌。柳青月的要求无一人退缩，许是众人渴望能吃个饱饭，又许是别的。我等谨听公子命令。柳青月见此，欣慰点头，从怀里掏出一袋银子，知道既是愿意跟着我，等会儿便都吃备些衣裳穿。宅子在南城春景街16户，最好不要被人察觉。明日本公子过来教你们基本功。这些都是他前段时间就准备好的，当然从很早之前他便有这想法了。让众人将银子分了，柳青月便离开了。那些乞丐们手拿银子，一个个脸上都是笑容，像是那天上的暖阳，浓烈闪耀。王爷，今日动了温大人和申国公府，那些人必定会有所防范，属下担心那些人会针对我们的人。他们的人也包括柳家等人。王爷，礼部尚书一职空缺，那下手2人并非我们的人，不知殿下可有合适人选？知道主子要正视那2人，他们这心啊，终归是安定了。还得是柳姑娘，不然他们主子只关心战事。如今主子愿意与那2人争锋，他们自然是高兴的。只要管好我们的人，柳家那里不必多言。丫头比我想的周到，怎么可能不提前做好防范？只是没想到的是，丫头竟真的扳倒了申国公府。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人敢求情，丫头的谋略当真是无人能及。至于这礼部尚书人选，6部中除了工部，就属礼部比较闲暇，可礼部确实有着一个重要的权力，那便是科举。温大人是大皇子的人，如今废了他一职，定是恼怒，当然也会寻找可当选之人。明日朝会只怕是要热闹了。萧文景的心下一片明净，微微思虑，看向刘云。那个陆大人本王瞧着不错。刘云和武阳摸了摸，主子什么时候也喜欢搞裙带了呢？也罢，陆大人官居4品，也是时候升个官了。只是这事儿吧，该由谁来提呢？他们的人除个别需要隐藏外，其余人官阶尚且都不高，这说话的分量恐有轻微啊。王爷，我们的人为言轻的，这陆大人是个好的，只是由何人提起比较好？自有人推荐，只管让他们力挺。礼部尚书空缺，那丫头怎么可能拱手让人？就是不知她如何说服父皇，拿下那个职位。得嘞！武阳和刘元听到主子这话，心中忽地有了答案。2人对视一眼，默默低下头去。有柳小姐帮他们家主子，试问这京城谁会是对手？荣王府。荣王散朝回来，发了好大一顿怒火，之后便召集所有谋士一起商议要事。说，今日之事，本王要怎么办？殿下，草民以为当务之急是先寻好可接替之人。礼部尚书一职与科举有关，自是不能让他人夺了去。此人的话引来了其他人纷纷点头附和。虽说对付那柳青月的确不太好对付，但是这尚书一职等不得了。都给本王想想如何对付那柳青月，想不出法子，莫怪本王对你们不客气。阴狠的话说完，荣王起身离去。一众谋士全都慌乱地忙碌起来。殿下，这是奴婢排队半个时辰买到的，那个贱人居然出了一个规矩，每份口味所有人只能买1斤。这个东西昨儿出来，今日便引来了全城人的购买，要不是早早前去排队，只怕今日是买不到了。瑞世子看着3个盘子里的小龙虾，闻着空气中的香气，心下震惊一片。这个东西真的能做成菜？满京城的达官显贵都争抢这东西，那老东西明明没有离开过大周，又怎么会知道这个东西？贱人，那个贱人有古怪！愤怒和质疑在心底翻涌，但却最终归于平静。这吃食可要如何吃？外壳这么硬，莫不是有什么玄机？殿下，只需将这东西的壳剥开即可。看到世子皱眉，丫鬟大着胆子，先净手，随后拿起一只开始剥。剥好之后放在了世子碗里，可是即便手已洗干净，用手拿东西，瑞世子心下终究是有些不适应。
可是他又很想知道那东西究竟是个什么味道，便也忍着这份不适，浅浅咬了口。一瞬间，五香的气息快速霸占味蕾，令人有些欲罢不能。这东西有些独特，似乎有些好吃啊。又咬下一口，居然觉得还不过瘾。直到3种口味全都吃了一只，瑞世子的眸光严肃了起来。想办法弄到做菜方子。殿下，那后厨上了锁，就是小厮也不能踏足。那贱人当真是谨慎，为了避免京城其他人的窥探，不仅门口张贴威胁的告示，还将后厨锁了起来，当真是狡猾。而这时，丫鬟也想到了今日京城发生的事。殿下，那柳清月凭一己之力搬到了温府，申国公府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若是没记错，那申国公似乎是比较亲近大皇子的，如此粗枝，怎么可能说到就到？丞相等人怎么可能答应？瑞世子有些不相信。丫鬟也知道这件事情太过震惊，殿下有些不信，便将外面的事情如实禀报了出来。随着丫鬟的解说，瑞世子的脸逐渐阴沉了下来。没有任何风吹草动，只一击便扳倒了2个权贵，看似只是一件小事，却没想到打的却是这个主意。如此一来，那贱人可是比景王更难对付的存在。良久，安静的屋子里响起了世子低沉的声音：“让我们的人试着做出一样的口味。”丫鬟领命，瞧着世子没有其他吩咐，便立刻退了下去。瑞世子的目光看着眼前的盘子，忽的，一张阴鸷的脸上渐渐爬上了笑容。既然硬的不行，那便来软的。女子最是注重清白，若是毁了她的清白，不就等于是要了她的命吗？祖母，这是好多贺礼，这京城有这么多世家办宴？柳清月是这么想的，便也这么问了。谁家要办宴？居然准备这么多东西？哎呀，什么办宴呐？谁家敢办宴明目张胆的请你？这些都是送给我们的。这些贺礼本是不收的，可奈何那些人坚持，只好收下，但也因此心下变得不安起来。祖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，月儿啊，祖母也知道你在朝中艰难，定然是不会收这些东西的。只是那些与我们交好的世家，他们说你即将出阁，便早早的送来天庄。祖母这也是无法拒绝呀。原来是天庄啊，这是好事。祖母你这模样，吓得我还以为人家强送呢。哎呀，丫头啊，这些东西一看都是珍品，虽说你是嫁入皇家，可这么多珍品真不会对你有何影响？怎么会有影响？祖母盛情难却，既然是那些人送来的天庄，那便是合情合理。日后他们府上有个什么事，我们再还回去也是一样的。祖母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。这些东西交给我来管，我自会好好收着的。好好好，既然你心中有章法，我就不再多说了。只要这件事情对你没什么影响，那便最好。柳清月又安慰了一番，将老夫人送走。可是老夫人一走，柳清月原先染着笑意的脸顿时冷了下来，目光在眼前这10多件珍品上流转，心思复杂。来人，将管家叫来。是，小的领命。柳清月的声音传到门口，加点领命，快速离去。很快，管家来了。小姐，老奴在。速速将这些东西当了，换成银子。小姐，这都是送来的天庄，怎么要将其当掉呢？这话管家可不敢说，但神色却是写满了不解。敢问小姐，咱们是要死当啊，还是活当啊？死当，要快，切勿让旁人知道。是，小姐，老奴这就去办。管家不敢多问，只好领命而去。很快，不过1炷香的时间，管家就拿着1沓银票回来了。回小姐，18样珍品，当得11万两。很好，做得不错。对了，不得将此事告诉我娘和祖母。没其他事了，退下吧。是，小姐，老奴知道了。
老奴告退。今日的朝堂比想象中的更加严肃。陛下，臣昨日听闻柳家二房携家中所有，在跪求将军府原谅。臣觉着那二房柳大人说的有几分道理。断了亲，可这后辈依旧是柳家后辈，与将军府血浓于水，无法割舍。臣觉着可以如同那些交好的世家那般继续来往。臣记着曾经柳家也是一片和睦。礼部侍郎的声音落下，又有一人站出来点头附和。陛下，昨个臣也听说了，这柳家二房不过是求一个上门尽孝的机会，将军府从始至终都不曾答应，那周边的百姓没少议论这件事。其实臣也觉得那将军府没必要如此狠心对待柳家二房。朝堂上也只有这2位大臣说及此事，但也都是提了提，并未要求什么。圣上闻言，心中早已明了。哼，这2人倒是精明，从未指责过柳丫头什么，但却句句都是指责。这无疑像是温水煮青蛙，将柳丫头架在了铁锅上。诸位大人这么关心我将军府后宅之事，倒是辛苦你们了。若是诸位觉得自己孝顺父母有所欠缺，不如将柳家二爷接回各位府上，也好让他帮你们尽尽孝道。柳大人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哪个长辈不喜欢儿孙满堂，家世和睦的？你与那二房断亲，又不准那些后辈尽孝你祖母，柳大人莫不是太过独断了？就是啊，柳大人，你并非你祖母，你又怎么知道他不愿？你们2人又如何笃定这不是我祖母的意思？虽然大周是有律法，百善孝为先，不孝者天理难容，而敬孝者若非长辈开口，任何人不得违背，否则便是不孝。柳大人，如你所说，此事乃你祖母不愿？本官有人头担保，若非我祖母点头，本官又怎么可能将人拒之门外？既然诸位不信，那便与本官用头做赌注，可好？这柳大人就是个疯子，动不动就用命打赌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顿时大殿安静了下来，全都闭上了嘴。就是那挑起事情的2位大臣也全都笑着朝柳清月赔礼。大殿微微安静一瞬后，又是方才那位礼部侍郎站了出来。陛下，臣记着皇后娘娘的生辰快到了，不知陛下有何指示？哦，柳清月闻言眼眸微挑。哼，好巧，皇后要过生日了，那岂不是要被放出来了？皇后的生辰一切从简。陛下不可呀，皇后乃一国之母，怎么可以简单操办呢？是啊，陛下，这天下的人可都瞧着的，此事事关我大周颜面，陛下还是三思啊。陛下，皇后娘娘的生辰代表着我大周的体面，不能作减。臣昨日听说将军府昨个收了不少珍贵贺礼，陛下，这将军府并非有什么喜事，但却明目张胆的收礼，有此等之事作衬，皇后娘娘的生辰更不能从简呐。柳清月，程大人所言可属实。这个丫头一点都不让人省心，哪儿都有她。回陛下，那些人给臣送的天装。胡说，时日还早，怎么可能是天装？还有，我听说那些东西贵重，有几样据说是汉白玉打造的物件，极其珍贵。谁添装会添这种贵重物件？柳大人莫不是觉得我等不识货？哎呦，陆大人和穆大人看着眼前这阵仗，心中急得团团转。汉白玉的物件，宫里都没几件，刘老夫人怎么会看不出来呢？坏了坏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程大人所言极是，那些东西的确金贵，本官……刘清月，你认了？你这是认了？你明知那些东西贵重，并非天装，你还是将它收入了囊中。好啊好啊，你竟敢……程大人，你这么着急给我定罪，莫不是在怕什么？柳大人，你何出此言？方才可是你亲口承认，难不成你想当着陛下的面反悔不成？程大人此言差矣，本官说出口的话又怎么可能反悔？本官想说，那些东西本官知道它们的价值，已经卖了，并且将所得银子让景王呈给了陛下。你们若是不信，问问陛下可知。这件事朕知道，诸位可还有异议？圣上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圈众人，最后将目光落在柳清月身上，唇角微不可察地抽动了下。那丫头突然送银子给我，还以为是那川味居的银子。这个丫头终于想起来孝敬朕了，谁知竟是这来历。陛下，
这天下间万物，除金和银，其他不过是陛下赋予的罢了。陛下若是喜欢，那些东西自然水涨船高，堪比金银；若陛下不喜，那便是普通之物，入不了宫门，只配当寻常玩物。果然，圣上被柳青月这么一说，高兴涌上心头，当即便笑出了声来。陛下，虽然我大周不喜铺张奢靡，但皇后娘娘是一国之母，且身份尊贵，生辰一事只要合理，君民同乐，也是一件喜事。哦，这话一出，让大皇子等人有些意外。不过，对于柳青月话中的意思，却有些计较。什么叫合理？那贱人莫不是话中有话？陛下，近日礼部多事忙碌，这礼部尚书一职空缺，还请陛下降旨，也好有人主持大局。诸位爱卿，谁可有合适人选啊？陛下，臣觉着礼部侍郎能担此大能。礼部侍郎本就是礼部之人，既熟悉礼法，又操持过各种事宜，这几年兢兢业业，听从百姓之口，也算是有所作为。说这话的是吏部尚书，吏部尚书本就有监察官员的职责，他举荐礼部侍郎，说的也合情合理。陛下，臣觉得刘大人是个不错的人选。刘大人虽是言官，可熟读我大周所有律法礼法，平日里又恪尽职守，兢兢业业，臣觉得他倒是能担得起礼部尚书一职。柳爱卿，你要举荐何人？陛下，臣举荐臣的舅父陆大人。众人都震惊了，陆大人也是一怔。这丫头，这是要吓死我呀！刘大人，这里是朝堂，不是你们将军府，更不是你举荐裙带官的地方。刘大人，你此举将礼法放在了哪里？如此藐视我大周律例，为所欲为，你究竟是何寓意？就是刘大人，你明知道的陆大人是你舅父，你还堂而皇之的举荐，你安的什么心？一时激起千层浪。柳青月的话引来了太多人的反对，斥责声如潮涌动，纷纷朝着柳青月汹涌而来。尔等放肆！二弟，你这是何意？诸位大人不过就是就事论事而已，你何必动怒？二哥，这举荐裙带官本就不被应允，诸位大人不过是说了实话而已。您若是有意，直接提出异议便是，何必斥责诸位大人？四皇子本来也想站出来说话，可是一想到近日来发生的事，拉倒吧，他们三人相争，最好远离。五皇子自从吃过柳青月做的小龙虾后，虽然心里还有偏见，可在朝堂上也很少再有针对之意了。大哥三弟，你们方才这话，这是认同了诸位可以无视陛下，在朝堂上肆意嘈杂了？没有，二哥你莫要乱说。二位殿下既然没有，那还是不要说话的好。臣向陛下举荐，无论对错，陛下自有定夺。诸位连番斥责，莫不是有些越俎代庖了？刘大人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自我大周开国以来，从未有人敢当众举荐裙带官，朝廷也不允许搞裙带关系。柳大人身为朝廷命官，知法犯法，诸位大臣提出质疑，有何错处？荣王殿下此言差矣。这律法的确有规定，不得结党营私，不得搞裙带官。那敢问殿下，您与丞相之间又是什么关系？安静的大殿忽然散发着阵阵冷意，让所有人呼吸一紧。殿下，您莫不是想说臣这是强词夺理，扭曲事实？既然你知道，你为何又要多此一举？我朝的确明令禁止搞裙带关系，但我朝家族在朝为官的又不在少数，自然不是裙带关系，但实际却是裙带官。别不承认，只是没被本官当众挑破而已。既然大家都是裙带官，那本官举荐我舅父有何不妥？下官用命作保我舅父，敢问诸位大人，可敢用命作保啊？既然柳大人用命作保陆大人，那下官用命作保我爹，是不是也可以？举荐秦大人，也好。柳青月好似恍然，点头称好，随即又转身看向圣上。陛下，新科状元秦昊用命作保，举荐秦大人为礼部尚书。臣觉着这秦昊用命作保，这秦大人或许有这个能力，臣愿意退出。啊！众人一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秦家人也是面面相觑，这柳青月是怎么回事啊？
明明方才还争得不可开交，怎么说不争就不争了？同样惊奇不解的还有萧文景。这个丫头究竟打的什么主意？此举是真意还是虚晃一招？柳大人，这是朝堂，不是你儿戏的地方，想举荐就举荐，不想举荐就不想举荐，谁给的胆？大人冤枉啊，下官不过是无奈之举罢了，都是为陛下分忧。下官初来乍到，那礼部尚书一职着实重要，下官对旁的人不太了解，但对自己家人还是比较了解的，这才冒险举荐。不过现在有人拿人头作保，下官也就不必坚持，给他人一个出头的机会，也算是一种成全。难不成什么好事都让我一个人占全了？啊！众人愕然，无耻啊！难道不是吗？这朝中几样差事，哪一件不是他一个人独揽了？不少人都有气，可又偏偏不敢开口。都知道柳青月那3寸不烂之舌甚是厉害，稍有不慎就会引火烧身。用捧杀术，看来还需从长计议的好。若是能让他闭上嘴巴，或许不失为一个好办法。大殿安静，气氛压迫，众人都噤若寒蝉，静静地站在那儿，等待陛下生财。太傅倒是有一个好孙子，即使如此，朕若是不准，倒是显得无情了。众人都无异议，这礼部尚书一职就秦爱卿了。秦大人上前恭敬领命。不少人听到陛下这一决定都微微怔愣，随后不甘地咽下这口气。天哪，陛下居然同意了？那以后这朝堂上岂不是任何人都能举荐全代官了？完了，这朝堂日后要乱套了。朝会继续，但氛围却甚是古怪。之后的事都是一些琐事，很快朝会便结束了。三弟，恭喜啊！大哥，这喜从何而来啊？这6部多了一个自己人，难道不是喜事一件？只要能为父皇分忧，皆是值得可喜的事。只可惜替父皇办事的人不是我等。别以为被父皇夸赞了一句就以为自己有能耐了，有那贱人在，指不定那个位置是不是长满了刺。哼，也就你们愚蠢。你举荐你舅父，为何又让给秦家？秦家有心为陛下效力，我怎么好意思阻拦？什么事我都占尽了，岂不是更容易遭人记恨？柳青月说的自在，好似真的如此。但熟悉柳青月的萧文景听到这话，心下却是确定了，这丫头故意让出礼部尚书一职，定是有什么打算。这太傅一党虽是不及丞相一党，但实力也不容小觑。那些言官多是太傅的人，所谓人言可畏，只希望丫头这么做没事就好。柳大人请留步。碍于景王在场，陆大人说话比较官方，朝着景王行礼完，然后小心地看了一眼周边，小声道：丫头啊，你，哎呀，都快吓死舅父了！你下次还是告知下舅父的好，舅父这心呐，现在都还跳个不停呢。这件事很严重，不得不说。三皇子争锋，丫头常会也就罢了，怎么能拉着我一起呢？那可是尚书一职啊！手握要职，谁都盯着那个位置的。我一个没什么大功的闲散大臣，怎么担得起要职啊？丫头真是太冒险了。当着景王的面说这事，我还要不要面子了？算了，都是自己人，笑了就笑了。余光瞥了一眼某人，柳青月看向自家舅父，平静道：舅父，你紧张什么？只是一个礼部尚书而已，有什么可怕的？难不成你不想升官？丫头啊，你说话可仔细点，这升官一词怎么能挂在嘴边呢？这若是让旁人听了去，岂不是又要被人拿来做文章了？我这个舅父是担心我，只不过习惯了谨慎小心，这才被束缚住了手脚。舅父，你莫不是怕自己担不起礼部尚书一职？这礼部尚书是要职，舅父就是一散官，怎么可能担得起那要职嘛？再说官不是那么好升的，特别是舅父这个散官，与礼部八竿子打不着。且不说那职位坐不稳，就是那整个尚书司也够喝一壶的。丫头你用命做保，舅父更是不能做那职位。是，那个位置琐事太多，舅父你的确担不起那担子。好嘞，这丫头怎么说话的？不过是说话客气点，她这就信了。舅父，
我觉得吏部尚书一直适合你，没有那么多琐事，你又做事严谨，定是会秉公监察百官的。丫头啊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你知不知道？话说到一半，陆大人忽然觉得自己的话可能是多余，便又赶紧看向了景王，小心开口：“王爷，这丫头真是口无遮拦，什么玩笑话都敢说，您就是太纵着她了，还是管管的好啊。”月儿说的对，这吏部尚书一职你担得起，陆大人的性子耿直，做事谨慎。景王殿下怎么会说出这种话？他竟然认同那丫头所言，这……一时间，陆大人陷入了自己的世界。等他回过神之时，先前的两人已然成了两道背影。南城的一处院子，柳清月一身男装出现在这儿，她的背后站着柳珠、柳玉，两人也同样是男子装扮。昨日的那些乞丐，今日全都变了模样，一个个精神抖擞地站在院子里，衣着干净，面带笑容。我们相识于初夏，诸位也在初夏重获新生。今后所有人以夏为姓，数字为名，重新开始。顿了顿，柳清月又看向柳珠和柳玉，这两位是你们的教头，001和007，他们今后会不定时监督诸位的功夫，7天的时间便是查验诸位结果的时候。强者的数字只会靠前。为避免引来周边人的注意，所有人都点头回应，眼中已然有些迫不及待。柳清月眼含欣慰，随意将在场的人分为2队，让柳珠和柳玉二人分别带领一队，在前院和后院开始教习体能的基本功。柳清月坐在一旁，翘着2郎腿，惬意的神色看着眼前众人训练，可心下却是对这些人今后的打算。思绪翻飞，不知不觉就感受到了热意。柳清月回过神来，喉咙传来干渴，目光看向周围。这才立夏就这么热，这要是盛夏可怎么过？这里连个……心下正吐槽，柳清月忽的一怔，随后缓缓涌上笑容。啊，可以制冰啊！没有空调，没有风扇，可以吃冰棍、冰淇淋啊！怎么将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？有了这一生意，一整个夏天岂不是日进斗金？这生意能干，只不过需要细细规划一番。制冰术可不是什么人都会的，既要找合适的人做这件事，又要保证铺子不被他人窥探。一时间，柳清月的心思快速翻涌了起来。不过他很快就想好了一个策略，招来柳珠和柳玉，嘱咐了一些事情之后，便匆匆离开了。柳清月在街市快速采购好了一些东西，匆匆到了医馆，便将自己关进了药房。这样的举动引来了白神医探究的目光。那个丫头医术那么好，居然还这么勤奋，更不能被比下去。要不是有病患在，恨不得立刻拿起医术看。唉，当初大意了，怎么就着了这个丫头的道了？这病患究竟什么时候是个完啊？景王府，柳清月拿给景王的冰棍儿，由刘府管家亲自送到了景王府。萧文景放下公务，看着盘子里的冰，神色严肃。这是什么？他所见的冰从未这样的晶莹剔透，而这盘子中的不仅晶莹剔透，还方方正正，更有的还带着色彩的冰。丫头将这些东西装进盘子送给本王，是何意啊？难不成这东西能吃？回王爷，我家小姐说这是冰棍，盘子里的可以食用，可解暑。小姐说您若是有空，可以送一些到宫里。你家小姐呢？丫头做事向来谨慎，送到皇宫定是送给父皇。既是送给父皇的东西，定是仔细小心的，为何她自己不送啊？回王爷，陆家丫鬟有急事寻我家小姐。让刘府管家退下，随后又招来刘云，让他去查一查陆家可有出什么事。没有旁人的书房很是安静，隐隐还带有几分凉意。萧文景看着盘子里的冰，缓缓伸手拿起一根有水果的冰棍儿，递到嘴边。好甜啊！这冰居然自带甘甜，这丫头从哪里寻来的冰啊？便是我们皇家都不曾有这样的冰。丫头让我将这些冰送给父皇，她这是要做什么？以那丫头的性子，定不会是让父皇尝个鲜那么简单。萧文景看着手中的冰棍儿，眼眸幽深，陷入沉思。
约莫1盏茶的时间过后，刘云回来了。王爷，今日程家及笄礼，陆家受邀前往。那陆家嫡女被洪父程家女刁难，后又被推入水里。柳小姐听说这事了，去了。那些人可有刁难丫头？欺负陆家女？那些人莫不是冲着丫头来的？回王爷，那些人不敢放肆。柳清月要那4家人各赔偿陆家2000两银子，又当众断案，打4人板子，后又带那4人到后花园，将那4人踹进了水里。那4家女既然名声不好，那便给旁人提个醒。刘元微微错愕，不敢多说，领命退下。书房再次恢复安静。萧文景看着盘子里的冰棍儿，冰棍儿已经开始化了，眼眸微动，责令武阳拿来10盒，只装3根，其余的都责令拿到冰窖放着。萧文景有私心，丫头拿给我的东西便是我的。备好马车，萧文景直奔皇宫。景儿，你给父皇带的什么呀？萧文景上前将10盒放在龙案上，一边打开一边道：这是那丫头送来的，父皇，你可要记着那丫头的好。景儿，这是何物？说它是冰，但是却太过平整，而且这里面好像还有什么东西。瞧着自己父皇那没有见识的目光，萧文景的心下却是五味杂陈，既有高兴又有忧愁。丫头似乎无所不能，懂很多事物，其见识都比父皇还多，就是不知丫头这本事会不会招来祸端。眼下心思，萧文景知道。父皇，柳大人说这是冰棍，下任能够解暑，可以吃。我已经尝过1只了，的确如此。圣上听到这话，看了自家皇儿一眼，心下微微有些不是滋味。居然又不是第一个品尝美食。目光很快地扫了一眼存在感很低的长公公，拿起一只带有色彩的冰棍，缓缓递向嘴边。哎呦，圣上方才那一眼，吓得长公公一个机灵，冷汗直流。陛下那目光好似是在责备我，难不成我不该在这里？小心地伸出一只脚，打算出去，可这迈出去的脚吧，又缓缓地收了回来。不对呀，陛下好像并未开口要我离开，我若是真走了，那岂不是真要做错事了？不解方才陛下为何会看他，长公公又将身子往角落缩了缩。长公公的心理变化，圣上不知道。此刻，冰凉甘甜的冰棍放入嘴里，圣上这眼珠子都快要掉出来了。那丫头怎的想出的这法子，当真是心思手巧啊！父皇，儿臣什么都不知。若你想问什么，明儿个找那个丫头问问便什么都知道了。今日那丫头有事处理，这才让儿臣给您送一份过来。那丫头能有什么事，竟能让你特意进一趟宫？朕可不相信那丫头有什么正事，能做出稀奇古怪的东西出来，定是在那酒楼里。呵呵，那丫头就是个贪财的，即便是身上有皇命，可那丫头倒是会打算的，将事情交给他人去做，自己倒是乐了个自在。有人欺负陆家，丫头过去断公道，好在并未掀起什么波澜。只说了这么一句，萧文景便话锋一转：父皇，东西已经送到，儿臣还有要事去忙，且先跪安了。萧文景是一点都不给自己父皇询问的机会，一番话说完，跪礼，人便当即离开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圣上才看向角落里的长公公：查，那陆家出了何事？那丫头性子张扬，又护犊子，说话更是没个把门的。唉，还是不要出什么乱子的好啊。长公公听到圣上指令，提着的心终是平静了下来。不是责备他就好。你跨越万水千山，只一眼便似万年，梦里繁华也搁浅。月儿，你这剑法了得呀，不出月余，本王怕都不是你的对手了。这丫头习武不过才1年，可竟是已有超越她的趋势。丫头这秘密瞒得有点深呢。本小姐这么努力，你莫不是有了危机感？说着，柳清月便瘫坐在了椅子上休息。好热呀！目光看了一眼周边，便没有任何犹豫，将衣领拉开，露出锁骨。
要不是场合不对，他真想穿个背心短裤。这盛夏长袖长裤，岂不是要热死他呀？丫头，你这是做甚？你知不知？我知道，但这是晚上，我可不想热出痱子。啊，王爷是正人君子，应该不会见色起意吧？这丫头招惹我，却还想逃。萧文景手上用力，想将柳青月给拉入怀中，可柳青月却反手挣脱，直接挥起了拳头，朝着萧文景的面门砸了过来。这丫头又来了。萧文景顾不了其他，赶忙将脸给微侧，那拳头贴着脸砸了个空。拳风凌厉，这丫头是下了狠劲儿啊！可萧文景还未喘口气，另外一拳又重重地朝他砸了过来。这次萧文景伸出大掌，将那拳头给紧紧地包裹在了手里。月儿，你今日习武累了，我看还是……少废话，赶紧拿出你的真本事，不然今日你怕只能想想了。柳青月这话触动了萧文景内心的一根弦，让萧文景眼中的欲火又更加浓烈了几分。丫头这是……看着某人眼神的微微变化，柳青月唇角微勾，手上用力抽回手，再次朝着萧文景打过去。这家伙不给点诱惑，这是不打算反击了。正好练了这么久，也该看看我们两人之间的差距了。这下萧文景就是有心不想伤害柳青月，也不得不违背心智，迎面而上了。月儿可是说了，我使出全力，月儿会……两个拳头相撞，可柳青月脸上却微微露出了一丝变化。这家伙的拳头是铁打的吗？好硬好痛啊！柳青月的神色变化，萧文景看在眼里。月儿，你有没有……没有。柳青月迅速收回这只手，凌厉打断萧文景说话，同时另外一只手蓄势待发，朝萧文景的面门砸了过去。这一拳很快很近，猝不及防，萧文景察觉时已晚，左脸生生挨了一拳。这次注意点，本小姐可不会手下留情。夜色撩人，晚风瑟瑟，寂静的夜散发着迷人的招魂术，令人沉醉梦乡。柳青月和萧文景二人在月光下不停地交锋，身影变幻如鬼魅，好似不知疲惫，非要争个输赢。时间一点点的流逝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那两道黑影的速度逐渐的减缓了下来。那高大黑影以绝对的力量将柳青月给束缚在了怀里。这一仗柳青月输了，但却也看出了自己与萧文景之间的差距，他比他的确差一点沟坎儿。柳青月被萧文景这么束缚着，本想挣脱钳制，让自己凉快凉快，但是紧紧靠着的触感让柳青月察觉到了不妙。这会儿他或许不动才是最好的。要命啊，只图一时爽，他等会儿莫不是要遭殃了？不敢乱动，也不敢多说，柳青月就这么静静地站着。而柳青月的安静，萧文景看在眼里，从那微微僵硬的身子上，萧文景感受得到。眼眸深沉，情欲逐渐填满心房，头微微低下，凑到柳青月耳边，小声开口：月儿，你该兑现你方才的话。低沉又蛊惑的声音落下，柳青月身子腾空，被某人抱在了怀里，直奔屋子。御书房，圣上端坐在龙椅上，桌子上摆放着先前大理寺卿呈上来的文书。父皇，儿臣愿为您分忧。父皇，儿臣愿为您分忧。而他们两人声音刚落下，四皇子和五皇子也都附和了一声，唯有萧文景一如刚才那样静静地站着。余家暗中勾结难僚，泄露我朝中各事，此事你们怎么看？圣上提及此事，那怒火又是快速涌了上来。没想到堂堂一国国公，不仅仗势欺人，以公谋私，更是为那小小藩国提供朝中要事，这是要做甚？这是要造反吗？余家，我待他们不薄呀。没想到啊，真是没想到。这事儿若不是那丫头，也不知此事将会瞒到什么时候，真是岂有此理！
父皇，儿臣觉着那南辽定是生了异心，不如您下诏让那南辽王进京，待人到京城，再将人抓起来问罪。父皇，这余家按理来而言，没有理由朝南辽告知我大周朝堂上的事，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蹊跷？三弟，这里面能有什么蹊跷？即便是有蹊跷，可那余家朝南辽说我朝之事，是不争的事实。南辽狼子野心，这便是起了造反的心。老二，此事你怎么看？南辽有没有生异心，是该让人查清楚。只是那余家是大周国公，却偏偏为一小小藩国做事，这其中缘由，儿臣还是觉得让人查查比较稳妥。荣王的视线从萧文景身上挪向了自己父皇，瞧着父皇点头，荣王的眼中多了一丝嫉妒。我方才也是这样说的，父皇为何听不到我的声音？凭什么？我们都是皇子，父皇为何总是偏向于那个人？此事事关重大，你们谁愿意调查此事？父皇，儿臣愿调查此事，为父皇分忧。几人请命，唯有萧文景站在那儿一动不动。圣上没好气地瞪了一眼萧文景，而后便将这事儿交给了荣王处理。此事暂且商议结束，圣上便让人退下了。萧文景几人走出御书房，就看到了门口的柳清月。臣见过几位殿下。柳大人在这儿可是有事找父皇？是。你最好有要紧的事找父皇，若是扰了父皇，本王绝不轻饶。哼！说完，荣王冷哼一声，便甩袖离去。怀王也看了一眼萧文景和柳清月，也随后离去。倒是四皇子阴毒的眼神狠狠瞪了一眼柳清月，这才离去。从始至终，就只有五皇子神色平淡的离开。就喜欢看到你们恨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月儿，你来要你管。话落，便绕开萧文景，抬脚走进御书房。昨天是我大意了。看着柳清月进去的背影，萧文景满头黑线。这丫头刚才是在冲我说话，我得罪那丫头了？御书房，柳清月行礼，而后笑着开口道：“陛下，臣有件好事禀报。”好事？好事何来？陛下昨日可尝了那冰棍？你倒是心思手巧，竟用冰做成了一道吃食。可这与你口中所言有何关系？陛下，当然有关系。那冰是臣特意做出来的，臣斗胆想同陛下您做这道生意。同圣上一起做生意啊！哎呦，柳清月这话可吓坏了一旁的常公公。常公公吃惊的表情看向柳清月，而后又赶紧低下头去，选择没看见。放眼整个天下，敢同陛下说出这种话的，也就只有柳清月了。这丫头胆子不是一般的大呀，真是无法无天了。就是不知陛下是何心思。柳清月，你放肆！你竟敢对陛下说出这种话，你可知罪？陛下，您冤枉臣的一片孝心了。这冰的生意，臣粗略算过，一个府上一盆冰块，约莫5两银子。京城能够用得起冰块的，能有800多户，只是一天便会用掉约莫4000两的冰块。而且陛下只算的是一个府上只用1盆的情况下，像丞相府那样的大家族，这一日怎么样都会用掉10盆以上的冰。像丞相府那样的大家族，京城多的是。如此算来，这一日怎么样也会用掉上万两的冰啊！陛下，若您每日有几千两银子的进账，您还觉得它不是一件喜事吗？这话倒是差点将圣上给绕晕了。可是在听到每日有几千两银子进账的时候，圣上眼眸不禁一亮。这冰竟能赚这么多银子，那皇宫……忽地想到什么，圣上又恢复了威严的神色。柳清月，你莫不是忘了什么？这大户人家可是修了地窖的，夏天用冰都是冬日早早备好，不仅皇宫也是，那些世家都是如此。这每家都有的东西，怎么可能出去买？这丫头莫不是当朕这个陛下好糊弄？陛下，你可有瞧见臣送来的冰与您所用的有何不同？你的冰是从何处得来？为何瞧着晶莹剔透，还方方正正？皇宫里有可以食用的冰块，但没有那甘甜，也没有那方正。这丫头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东西？陛下，臣的冰可以食用，可以用来给屋子降温解暑，价格从10文钱到10两银子不等，
既可以满足全京城所有人的购买能力，又可以让那些府中有兵的世家舍弃自己的，从而争相购买我的兵。至于这兵从何处而来，说到这儿，柳青月迟疑了。圣上也因为最后的话，将探究的目光看向了柳青月。陛下，那兵是臣做的。那兵是你做的？圣上震惊了。兵还能做出来？圣上惊奇，但是表面依旧维持着一派威严。长公公也同样是惊奇地看向柳青月，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。这柳大人知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呀？这兵怎么能做出来呢？这丫头要是敢欺君，就是靖王也保不了她呀。这丫头平日还算稳当，今儿个怎么就这么冒冒失失的了？哎呀！陛下，臣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欺君。不如您让人准备几样东西过来，臣当着您的面做一块兵出来。兵棍出世，这京城难免引来躁动，窥探者防不胜防。小龙虾不就是如此？不过小龙虾有陛下的圣旨，那些人只能看着，不敢造次。这兵打算同陛下合作，也是为了防备有心人。任何世道，银子不能让一个人赚了。若只有一个人赚，那后果很危险。和陛下当合伙人，试问整个大周，谁敢来闹事？哦，当众做兵，圣上自然是想瞧瞧的，立刻安排人准备柳青月所需要的东西。东西都是一些悬赏之物，很快都拿了进来。御书房内只留下3个人，柳青月将所有东西都检查一遍，确认无误之后，便开始做兵。从袖子里拿出一个瓶子来，柳青月倒出了些许粉末在水里，随后快速搅动起来。圣上和长公公看着水盆，很是好奇，但好奇的同时又质疑，只是两人都没说话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盆里，生怕错过什么。陛下，稍微等待片刻，这水便会成冰。这等待的时间多，有些许枯燥，不如您吃点东西。这吃食是特意要来的，还没吃早膳，吃点东西垫垫。圣上看着柳青月，嘴角微不可察地抽动了下。当这丫头为何要糕点？原来是自己想吃了。都吃吧。得令。柳青月不客气地拿起一块糕点，大口地吃了起来，丝毫都没有因为周边的环境而有所顾虑。她是真的饿了。这丫头倒是率真，连吃东西都这么直白，倒是难得呀。要是这丫头真的能制出兵，那定要重重地赏赐她。等待的时间虽是漫长，但始终是到了。陛下，这是消食制成的冰，消食是一味药，适当食用，可以消肿，有利身子。这话惊呆了圣上。圣上没想到消食还可以治兵，震惊过后便是惊喜，夸赞柳青月博学多才，见多识广。圣上喜上眉梢，下令赏赐柳青月。柳青月也坦然接受，顺便还说出合作一事。这兵铺以陛下的名义开设，自己则是负责经营，所赚银子2人平分。柳青月的坦率和胆大让圣上没有理由拒绝，因此便也准了此事。不仅如此，还特意给柳青月颁布了一道口谕，任何人胆敢在铺子里放肆，柳青月都有先斩后奏的权利。就这样欢欢喜喜的领命，柳青月行礼告退。长公公见此，笑着小心开口道：陛下，这柳大人是个奇女子呀，朝堂有她倒是有趣了不少。朕早就瞧出来了，那丫头是个灵光的，有她在，这朝堂的确让朕省心了不少。是，陛下英明神武，龙眼识珠，满朝文武都逃不过您的慧眼。圣上笑了笑，嗔怪长公公会拍马屁。御书房内氛围一片轻松祥和。丞相得知陛下委任于荣王，急得赶紧前往荣王府商讨事宜。殿下，这件事陛下怎么让您前往？是本王请缨。殿下，若是平日您离开京城都无妨，可今日那人在京城，您若是不在京城，那人岂不是更加得意？舅父，您多虑了，本王主动请缨，这才是上策。丞相显然不解。本王在京城只会引来某些人针对，倘若本王不在朝堂，那人很有可能将矛头对准怀王。你别忘了，那程大人左右逢源，同太傅府可是有些许关系的。
殿下运筹帷幄，是臣多心了。舅父莫要说这些话，我不在京城，还要劳烦舅父细细注意朝堂局势。若是能趁机浑水摸鱼，那是最好。丞相也听明白了这话，表示这事儿不难。二人简短的又说了些话，丞相便离开了。景王府，萧文景处理完政务，武阳拿着一封文书匆匆走了进来。王爷，您的信。萧文景放下了手中事宜，拿过信，在看到上面署名的时候，眸光微微幽神。将信打开，快速浏览，萧文景的脸色逐渐暗沉了下来。殿下，莫不是剿匪出了事啊？武阳神色微凝，心有担忧。这是柳清风的信，殿下如此模样，莫不是出了什么事儿？此事倒是出乎了本王预料，那些人藏得真的深呢。没出事就好。柳将军可是柳小姐的兄长，若是出事了，那岂不是乱套了？备车，本王要去柳府。武阳得令，赶紧退下准备车子。将军府，柳清月前脚刚进府，一个侍卫便送来东西，是一个小包袱。柳清月拿着东西匆匆走进正堂，吩咐下人不得进来，这才将包袱给打开。这包袱里有书信，有账本。柳清月看了一眼，拿起写给自己的书信，将其打开。当看到信上的内容时，柳清月的神色逐渐冷沉了下来。就知道江南有猫腻，只是没想到这么黑暗。比起那余家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不仅纵容那些世家官僚买官卖官，还以暴力掌管整个江南，欺压百姓。难怪当初接下怪虫一事后，那丞相好像生怕我去了江南。这是做了亏心事啊。虽然这些证据不是那人的，可我知道此事定是他们受益，包括那些银子定是也进了他们的口袋。只是不明白的是，那些人要这么多银子做什么？柳清月心下闪过不解，不过也并未多想，而是将目光放在了眼前的证据上。景王的人倒是有本事，什么时候我也能有这样的人？啊，那个飞云铁骑究竟要去哪里找？柳清月不禁想得多了些，晃了晃脑袋，又拿起了一封书信开始浏览。罪证似乎是来自于三家，但是牵扯甚广，这期间的关系错综复杂，甚至还涉及到了京城的某些世家。哎呀，看着桌子上的东西，柳清月目光深沉。没想到我倒是一不小心挖到了某些人的大动脉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罪证失窃，江南的风声很快会吹到京城，这件事不能拖。他拿出纸笔，将那些所涉及家族全都逐一的写在纸上，根据每个家族之间的关系画圈圈标注。可刚刚将2个世家标记出来，屋外便传来动静。小姐，王爷来了，已经进府了。让他进来。这家伙这个时候过了，定是有什么事。说完，柳清月又将目光放在纸上，继续梳理其中的关系。你怎么来了？可是有事？看着柳清月似乎在忙碌什么，萧文景便也走了过来。在看到纸上标记的几个字，平静的眼眸泛起了疑惑。月儿，你这是做甚啊？来得正好，你看看吧。月儿，你查到了那些人的罪证？这才多久，这么快就找到了那些人的罪证？丫头这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厉害吧？月儿，那些人怎么找到这些罪证的？据他所知，江南的人做事都最是隐秘，短短10日，丫头怎么会拿到这些东西？这有何难？只要在江南随意打听些许，直入府邸，岂不是什么都知道了？这法子也太冒险了。怎其道而行，在江南那种地方最是合适。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只要在百姓口中打听些许，找准目标，又怎能会找不到破绽？人啊，不能太古板，不然要吃大亏的。这么想着，柳清月索性瘫坐在椅子上，挑眉询问：“说吧，你来是做什么？”被问了，萧文景也没有急着回应，而是从怀里拿出那信件，递给柳清月：“你大哥的信。”哦，听到这话，柳清月赶紧坐好，伸手拿过信，快速打开。幸好他没事。不关危险，柳清月放下信，看向萧文景道：“你明日将这信呈给你父皇吧，我跟他打赌，他还差我1个官位。”
丫头就这么喜欢升官？景王妃的身份可是一品，就是丞相都要礼让3分。这丫头为何看不到景王妃的好？要事当头，萧文景压下了多余思绪。此事你怎么看？这书信里面说了，目前为止还没有那人的直接证据，有的也不过是他手下的一些人。那人藏得深，动不了分毫。可这2件事若是好好计划，倒是能伤到那人的大动脉，不死也要疼一阵子。之后的时间，二人就2件事一起商讨，也不知道最终二人说了什么出来。萧文景离开刘府时，天色都已经黑透了。然而离开刘府的萧文景却并未回府，而是径直去了皇宫。此时驿站，殿下，外面在传大周陛下要开铺子，请让那贱人负责掌管。大周陛下开铺子，还让那贱人掌管？此事倒是惊世骇俗，只要有那丫头在，这事儿似乎简单不了。查那铺子要做什么买卖？又是当官又是做生意，如此于大梁似乎并非是一件好事。顿了顿，瑞世子又立刻问了句：本殿还有几日可以出去？他再不出去，这大周的天似乎都要变了。殿下，还有3日。还有3日？空气微冷，瑞世子的手攥成了拳。接着他又问道：那方子可找对了？回殿下，我们的人只掌握那最基本的，尚且能食用，但不是一样的口味。没用的废物，就是一道吃食而已，有何难得？给他们10日时间，这10日要是再做不好，那就等着下地府做菜吧。丫鬟吓得身子微颤，恭敬领命。梅和琉璃的事查得如何了？殿下，那边只说正在接见，还需一些时日。哦，对了，那个陆家公子似乎在闭关研制什么东西。丫鬟也不敢有任何隐瞒，事关那件事的所有消息，丫鬟全都说了出来。瑞世子听闻，微微蹙眉，但有关陆青州的事，他根本没放在心上，只让那边的人继续查探，便让丫鬟退下了。夜幕下的屋子昏暗又显得阴冷，寂静的夜可以清晰地听到外面蛐蛐的吵闹声。瑞世子坐在桌子前，片刻思虑，随后快速研墨，提笔在纸上写下什么，将信装好，藏于腰间，起身出门。漫长的夜终是结束，东方露出了一抹白，预示着今日的喧闹即将到来。皇宫，朝会开始，大殿安静。请王，你来说。禀父皇，江南虫灾之所以泛滥，正是因为江南各个官员监管不力，让歹人得了先机。求陛下惩治那些人的罪。什么？江南虫灾是因为江南官员的监管不力？这莫不是强词夺理了？一时激起千层浪，短暂的安静后，大殿内炸开了锅。丞相更是冷着脸站了出来。景王殿下，话不能这么说吧？这虫灾一事怎么能是监管不力呢？这虫子若是有心被人藏匿，又怎么会轻易被人发现？虫灾一事已经翻篇，这景王怎么又突然翻出来？莫不是瞧着大殿下不在，这才出的招吧？本王说江南官员监管不力，丞相的意思是那些官员坚守本分，兢兢业业，是这个意思可否？江南百姓富足，家有余粮，若非官府朝廷，这江南又怎么可能似今日这般繁华？丞相说得好，若非那些官员朝廷，这江南又怎么可能这么繁华？啊，这话像是当头一棒，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色。就是陆大人和穆大人二人也呆愣地看着柳青月，满头的问号。这丫头今日说的话怎么同景王一样，一反常态呀？莫不是错觉？这个贱人怎么可能好心帮我说话？定是打了什么主意。只是这贱人究竟打了什么主意？陛下今日明显带着怒火，又突然让景王出列，这景王一开口便提到了江南。莫非有什么事传入陛下耳中？昨日似乎有小龙虾运进京城，难不成真有什么事被人发现了？丞相的心下快速梳理这件事，
但是对于柳青月方才那话，不能不做回应。知道柳青月是个鸡蛋里挑骨头的，以免被逮到什么不依不饶，丞相抖了抖衣袖，端正身子，知道江南官员什么情况，这吏部的人最是清楚。本官身为丞相，百官之首，自然要了解些许。柳青月听到丞相这话，连连点头，又将矛头指向了吏部尚书，笑道：大人，丞相说的想必是对的，您也是认同江南官员都兢兢业业，秉公无私。这江南的官员，我吏部都有审查，在政务方面忠于朝廷，恪尽职守，都有迹可循。这其他方面嘛，或许也会有些许瑕疵，但都不是大事儿。诸位都听到了，张大人是吏部尚书，说江南官员在政务上兢兢业业，恪尽职守。那么他的话，想必就是真的。如此景王，你怎么能责怪这虫灾一事是那些官员的问题呢？他说的声音很大，正好让在场的众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前半句让不少人心里都感觉怪怪的，后面的话确实让不少人都有些晕圈。外甥女这是要做甚呢？景王似乎没得罪他吧？除了圣上，满朝文武都被柳青月的举动给惊得愣在了原地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这柳青月今日究竟想做什么？既是你吏部尚书所言，最好对你的话负责。若是那些官员德行不配，那你同样也有罪。萧文景的话让张大人面色微僵，心下多了一丝惶恐。如此针对我，莫不是今日是冲着我来的？父皇，儿臣的人在江南帮柳大小姐收小龙虾，无意间发现衙门官差欺压百姓，儿臣的人没有表明身份，带着那些百姓去衙门讨公道，竟不曾想那县太爷竟是个不会办案的，看都没有看诉状，将人打了板子，随后将人轰走了。萧文景这番话引来了众人惊诧，时间像是静止了一般，所有人都是几乎一样的神色。但这事儿还没完，萧文景说着又从怀中掏出了一个小包袱。父皇，这是儿臣的人搜集到的东西，还请父皇过目。什么？景王手里竟然有江南某个官员的罪证，这我们该如何是好啊？景王当真是好手段呐！萧文景呈上的东西，常公公亲自接下，快速送到了圣上手里。圣上随意的翻看，那脸都快要滴出墨汁来了。好一个恪尽职守，好一个兢兢业业，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买卖官位，这眼里还有没有朕？圣上震怒，百官惊恐，全都恭恭敬敬地站着，大气都不敢出。卖官？江南的官员好大的胆，竟敢买卖官位，难怪陛下这么恼怒，难怪景王一开始就提到了江南官员，原来这是发现了江南官员的罪行。细思极恐，这景王的手段当真令人害怕呀！陛下英明，景王睿智，那些人胆敢知法犯法，若没有靠山，定不敢在那里猖狂。还请陛下明察，揪出背后之人，诛九族。陛下息怒，这卖官一事是在何地？此等大逆不道之事，会不会有误呀？证据确凿的是，丞相觉得朕这是糊涂了。臣不敢，陛下圣明。大殿死一般的沉寂，没想到居然证据确凿。江南的事居然被发现了，明明这些人都不曾到那里，该死！短暂的沉寂过后，圣上又开了口：景王听令。父皇，儿臣在。江南官员结党营私，买卖官位，无视我皇家威严。父皇命你立刻启程前往江南，将一干人等捉拿归案，彻查背后之人。萧文景微微迟疑，接下了圣令。柳青月见此，上前一步：陛下圣明，臣斗胆求陛下连带惩罚吏部尚书张大人。身为吏部尚书，未起到监察之责，引得丞相、朝堂众人都觉得江南一切安泰，犯下此等疏忽，求陛下惩罚。柳大人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，这是盯上了吏部尚书啊！不少人都想到了其中关键，神色也在那一刻变得苍白起来。陛下，柳大人言之有理，张大人身为吏部尚书，没有尽到监察之责，理应责罚。穆大人的声音落下：
陆大人和其他御史台的人也都纷纷站出来附和柳清月方才所言，就是丞相有心想要替张大人求情，保住吏部尚书这一职位，可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和他有所牵扯，他要是求情，很有可能将火引到自身的身上。先前少了一个礼部尚书，如今又要斩吏部尚书，好得很，好深的计谋，是我们大意了。惩罚吏部尚书一事变成了定局。圣上微微思量，遂也同意了请求，将张大人贬官，从3品变成5品，罚俸1年，以儆效尤。立刻吏部尚书一职便也成了空缺。而这个时候无人敢提补空缺一事，大殿内再次陷入一片安静。陛下，山匪一事臣查到了一些眉目，还请陛下过目。柳清月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包袱，举过头顶。常公公接过东西，快步呈现给了陛下。整个大殿安静的像是时间静止，圣上微怒的神色一直不曾消失。此刻听到柳清月所言，心下了然。该死！竟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为所欲为，谁给的胆？圣上浓颜大怒，满朝文武都不知道柳清月究竟拿了什么给陛下，就是陆大人也被自己外甥女这一手给整得有些懵了。明明他在京城的呀，又怎么会查到那些事？莫非是柳清风查到的？似乎有些不对。那黑风山的事，陛下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不对，哪里有些不对？若是那黑风山的事，陛下怎么可能发这么大的火？定是那丫头又发现了什么？心下不平静的同样还有很多人。陛下息怒，那些山匪有组织有预谋，残害百姓，罪该万死。这尚且都只是发现的，求陛下派兵剿匪，铁拳出击。大哥已经掌握了几人的罪证，只待认证，罪证押进京城，那些人跑不了。可山匪绝不能留，必须重拳出击，还百姓一个安稳的世道。陛下，臣愿意带兵前去剿匪，以正我朝廷之威。陛下，臣不才，愿意同刘将军前去彻查此事，还请陛下准许。这位大臣是中书省的官员，当初因为山匪一事还反驳过柳清月。两位大人倒是会抢功劳，这件事已然查了一半，且有人正在处理。你们这个时候请命，倒是打的一手好算盘。先前不请命，此刻就站出来请命，其意图不得不让人怀疑。陛下，臣没有想抢功劳的意思，臣不过是想为陛下分忧啊。陛下明鉴，臣只是想为陛下排忧解难，并未有争抢功劳之意。柳将军年轻有为，又本事过人，臣颇有仰慕之意，正好也可以多向柳将军请教请教。圣上看着殿前二人，威严的眼中没有丝毫波澜，似是在认真思量此事，看着二人并未说话。陛下，臣觉着于大人和刘将军忠心可见，可协助柳将军彻查此事。陛下，臣附议。臣附议。陆大人和穆大人心下思绪翻飞，他们忽然有些看不明白柳清月是要做什么了。明明是不愿让两人前往的，但这么多人举荐，丫头却不再开口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到底是让去还是不让去？若是不让去，好歹给我们个眼神，我们也好及时站出来反驳呀。柳清月并不知二人所想，只静静地站在那儿，好似一位旁观者，不再多话。二位爱卿有此等心意，朕深感欣慰。只不过此事朕已经安排，此事继续交由柳将军彻查。丞相袖子下的手紧紧攥着，眼里闪过不甘。接连失利，陛下这莫不是在防备着我们？太傅等一众权贵看着眼前这无形的争锋，忽然就有点明白了什么。那个丫头的本事恐有颠覆超纲之威啊！晋王有这般纵容，那人又明目张胆的举荐联金，我大周的江山要危险了。察觉到一缕视线，柳清月抬眼看去，正好对上太傅那深邃又复杂的目光。柳清月只是平静地看了一眼，便收回了眼神。待丞相一倒，太傅倒是可以告老还乡了。陛下，这山匪一事，臣当初和陛下有约定，不知陛下可还记得？柳清月，
你莫不是想让朕为你升官？陛下，您误会了，臣用命做底，为的是早日抓住那些害群之马。臣为大周考虑，不得不出此下策。不过陛下若是看在臣这般尽心尽力的份上，想要给臣升个官，也不是不可以。这丫头说出这话，倒像是真的不是了。柳青月，你放肆！先是恃宠而骄，而后又对陛下大不敬，你该当何罪？四皇子，你的话就有偏见了。臣不过是鞠躬尽瘁罢了，哪来的恃宠而骄？难不成殿下觉得臣设计发现其他山匪一事乃小事一桩，没有任何功劳可言？而四皇子被问得一时哑口无言，快速反应过来就要从其他方面入手，但却听到了柳青月后面的话。陛下，既然有人觉得臣恃宠而骄，那臣升官一事就此作罢吧。啊？众人疑惑，这就放弃了？陛下，臣愿意拿这份功劳送给陆大人，正好吏部尚书一职空缺，臣斗胆举荐陆大人，正好都是一家人，谁要是敢犯事，一个都跑不了。众人彻底傻眼，好家伙，原来这丫头竟是打的这个主意啊！被 Q 到的陆大人一愣，瞧瞧他说的都是些什么胡话，难怪先前他会说礼部尚书的位置我的确不适合，感情就是在这儿等着呢，拉吏部尚书下来，又用自己的功劳换我升官。陆大人只觉得脑袋有些晕，似乎下一刻他就会晕过去。哎，这告老还乡的事是不是该想想了？柳青月，你当真放肆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无视君威，公然举荐连襟，你该当何罪？父皇，殿下，您是皇子，还请稳重，这么着急给臣定罪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臣手里有你的把柄呢。而柳青月的话就像是一盆冷水，浇灭了在场所有人的声音。果然不能让柳青月开口说话，也不能贸然反驳，不然的话真的就是自讨苦吃。四皇子的脸都被气绿了，瞪着眼睛看向柳青月，试图用气势来震慑他。不过柳青月看都没看四皇子一眼，他只看向陛下。陛下，您是臣的陛下，是臣的衣食父母，是臣的天，臣听您的。您让臣冲锋陷阵，臣绝不说一个不字；您让臣监察百官，臣也绝不会懈怠。臣升不升官不重要，只要能为陛下排忧解难，已是最大福分。这丫头就不是个省油的，嘴里说着不升官了，可那模样像是不升官的模样吗？这丫头这么难缠，难怪那些老臣拿她没辙，总要上书唠叨几句。罢了，今日要是不点头，这朝会是没法散了。既是有人作保，那这吏部尚书一职就交给陆爱卿了。啊！陆大人一惊，这就准了。微微愣神，陆大人慌忙出列，可正要谢恩，又听到了圣上的声音：柳青月查找山匪一事有功，赏银1000两，100亩良田。赏赐的声音落下，便是退朝的声音。众人赶忙回神，恭敬恭送。圣上离开，大殿片刻的安静过后，便逐渐有了道喜的声音。恭喜啊，恭喜！恭喜陆大人，恭喜陆大人！恭贺声从四面八方而来，淹没寂静的大殿。那些与陆大人交好的人也纷纷朝着他送上恭贺。月儿，走吧，我们出去说。萧文景点点头，目光看了看周边，同柳青月一同走出大殿。丞相、太傅以及四皇子几人全都看着被众人围在中间的陆大人，眼里一片阴霾。五皇子瞧着那些权臣悻悻离去，心下再次为自己明智的选择而高兴。果然不能同那丫头对着干。正要抬脚离开，却被人给叫住了。五弟，那贱人那么嚣张，你可有什么良策？良策？四哥莫不是找错人了？连那些老臣都没有辙，你还想指望我啊？四皇兄还真是打得好算盘，自己没法子还想拉我下水，想得美。你是没有良策，还是你也被那贱人灌了迷魂汤？上次小龙虾的事他还怀恨在心呢，自从那次过后，这老五似乎就很少在朝堂说话了，所以他断定柳青月等人同老五肯定说了什么。四哥说笑了，我这人虽有大志，可口腹之欲同样重要。这件事啊，你若是想找帮手，还是找找其他人吧，皇帝怕是没这个本事帮你喽。言尽于此，五皇子直接转身离开。
那丫头那么有能耐，已经扳倒多个朝臣了，居然还想与其为敌，愚蠢。这边，柳清月同萧文景并排往外走，小声谈论着要事。月儿，我要前往江南，让刘云留下来保护你。有柳珠、柳玉在足够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本事，你去江南才危险呢。毕竟你去那里可是抓人的，那些人狗急跳墙，定不会放过你。被柳清月拒绝，萧文景停下脚步，他目光严肃，正要开口说什么，可是却被柳清月反将了一军。你要不听我的，那我们大婚的日子还是推迟吧。柳清月一招见血，这一句话就拿捏住了萧文景。那你可要好好保护自己，等我回来。江南一事证据确凿，无非就是寻找那背后之人，所以要不了几日他便会回来。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，江南可是一块富足之地，大皇子人落马，于你而言倒是个不错的机会。这丫头，严峻的局势在她眼里竟然像是什么小事，也不知道荣王收到这些消息后会是什么表情。今日朝堂上的事，随着朝会的散去，也逐渐的传播了出去。如今陛下赏了一块良田，就在城外，这是何意？以前有赏赐过良田，只不过不在京城，难不成陛下不要里面的粮食了？月儿啊，你在想事？祖母，我没事，我就是想着陛下怎么赏赐我皇家良田。对了，祖母，你可知这良田在哪里？收成如何？你呀，我们当是什么事儿呢？原来是那良田一事啊。刘老夫人嗔怪了一句，而后拿出地契，只是看着上面的地址，神色微滞，而后看向柳清月。哎，丫头啊，这地方是在城外东北方约莫20里的地方。至于这收成嘛，那地是块空地，没有庄稼。皇家良田没有种庄稼？好吧，空地就空地吧。让我想想，倒是种什么好呢？手里有粮，心不慌。丫头，你可会管理庄子呀？若是不会，不妨让娘帮你打理。自家女儿公务繁忙，又深受陛下信任，即便是会打理，陆氏还是觉得交由自己打理会比较好。自己这闺女儿太能干了，如今还帮着陛下打理铺子，这庄子呀，就更是不能让女儿分心了。老夫人、夫人、小姐，陆家送来请帖，说今日府中有喜，特备薄酒款待。什么？陆家有喜？这陆家有什么喜呀？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舅父升了官，成了吏部尚书。你这丫头说什么胡话呢？这吏部尚书可是6部之一，成为尚书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事。哎呀，我这孙女儿啊，啥都好，也孝顺，也懂事，就是这说话呀，从来就没个把门的，很容易招来祸端呐。瞧你说的都是些什么胡话呀？这吏部尚书可是监察百官的，比你这个御史中丞气派多了。你呀，就该多学学你舅父，今后莫要说这种话。说大话，比我这个中丞还气派。好吧，一个5品的中丞，的确比不上3品的吏部尚书，说出来的话的确没分量。那再接再厉。今儿个刘老夫人高兴，难得陆家又有喜事，便直接拍案决定，稍后便前往陆家。对于陆大人升官的缘由，几人问都没问，只以为是陆大人兢兢业业，得了陛下赏识，仅此而已。众人在屋子里坐好，刘老夫人说话了：“亲家，恭喜恭喜呀！略备薄礼，不成敬意。”老夫人，您这是要折杀我了！要不是沾了你们柳家的光，我怎么可能会有今日呢？今日啊，不过是一个家宴而已，用不着那些虚礼。陆大人说的是实话，不过刘老夫人只当是谦逊，便又将贺礼往前推了推，故作生气道：“哎，你们这是作甚？既是喜事，就理当接受。你若是不收啊，便是瞧不起我们柳家。”得，话都说到了这份上了，陆大人哪里还敢拒绝，连连感谢，而后收下。姑丈，你真厉害！我爹爹要是同你一样厉害就好了。白浅浅的性子比较洒脱，又从小来陆家，
与陆家众人自是熟悉不过。哎，丫头，你怎么说话的？莫要失了礼数。白夫人笑着呵斥了一声白浅浅，随后朝众人陪着笑。哎呦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我家这丫头啊，真是越来越跳脱了。昨儿个回府啊，还说她正在为陛下做事呢，真是越来越没个正形儿。白浅浅得了自家娘亲的教训，吐了吐舌，没再说话。倒是陆清言接着白浅浅方才那话，问了句：“爹，你这是做了什么事啊？怎么突然就升官了？”提到升官，陆大人心思就有些复杂了。可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陆夫人就眼疾手快抢过了话头：“丫头，你今后呀要多和你表姐学学规矩，长长本事。今日你爹升官，那都是托了你表姐的福。你表姐呀，就是我们陆家的福星。”对于柳清月，陆夫人现在是100个喜欢，1000个满意。虽然不知朝堂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可丫头仗义之举，我们陆家记住了。丫头即将成为景王妃，那我们陆家就是丫头的助力。丫头啊，今日舅父得你大恩，是舅父的福气，你尽管放心，舅父定秉公做事，绝不让人找到可乘之机。舅父舅娘，你们这说的什么话？我不过是朝陛下说了几句话而已，若非舅父自己做事稳重，怎么可能受到陛下重用？这里也没有外人，他心里怎么想的便怎么说了。他举荐人自然也是要有一定的本事的人，他才会举荐。今日正好白家人也在这儿，若是他们也能够坚守初心，举荐他们也不是不可。酒足饭饱，众人坐在椅子上休息，说说家常。这时候陆大人问出了他一直想问的问题：“月儿，你表哥他是不是不在京城？”“是的，表哥做事放心，得了陛下密旨，协助我大哥处理山匪一事。这件事已经查清，除了那主要之人，其他的人罪证已经掌握，且不日都会回来，可以不必瞒着了。就算我不说，经今日一事，定会有人查探此事。那几人还是不要被公布出来。这件事与其说是陛下恩宠，倒不如说都是丫头的安排，而这安排还被陛下准许了。”“舅父，正好你是吏部尚书，从今日开始，你盯紧了刘将军、于大人，最好从他们的身边人查起。我觉得他们心里有鬼，这2人想要剿匪，我倒是不信。正好自己跳出来，顺便查查。原本是想自己查的，如今有了帮手，若非必要，暂且观望。”“好，舅父明白了，等会儿就去安排。”片刻休息，便到了离开的时间。柳清月还有很多事情要忙，于是便带上2个跟班，先一步离开了。柳清月回到府中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可刚刚进府，管家便匆匆走了过来：“小姐，您回来了，老夫人在正堂等着你回来呢。”“哦。”柳清月挑眉：“祖母在等我，莫不是有什么事？”正要抬脚往前走，余光瞥见管家神色古怪，似是有话要说。“有什么话直说就是，不必遮遮掩掩。”“回小姐，今儿个老夫人回府时，在门口碰到了二房一家。柳二爷说二公子被人冤枉，逐出了书院，想求老夫人给二公子寻个出路。”“祖母怎么说？那些人可有气到祖母？”“回小姐，老夫人只是听说了这件事，并未予以理会。老奴觉得那二房的人以为老夫人在考虑这件事，明日应该还会再来。柳二爷如今倒是变了个样，急功近利，以为老夫人会看在孙子的份上寻一个出路。哎，二爷的性子之前怎么就没瞧出来呢？”听到管家所言，柳清月还是比较相信的。这管家是老夫人的人，忠心耿耿，他能看出来的事，自然错不了。明儿个那些人若是来，你就告诉他们，想给二公子寻一个出路，本小姐倒是有法子，就是不知能不能通过本小姐的考验。要机会是吧？正好我有，只不过是将人送入地狱而已。平静的日子都不想要了，那就什么都别想了。冤枉，就他那个德行，有人会冤枉他？哎呦，丫头啊，你可终于回来了，可是差事太多，累了。差事不多，不过却要亲力亲为。祖母等我，可是有什么事？丫头啊，你实话告诉祖母，你当众举荐连襟馆究竟是何意？祖母，
你想听实话，还是……哎呦，你这丫头啊，祖母就想听实话，莫不是还想欺瞒祖母？祖母，我是不是怕我说实话，把您给吓到了吗？哎呦，吓到？你将祖母当什么了？祖母都活了一辈子了，还能被什么事儿给吓到啊？祖母，这是你说的，我可要如实说了。说完，目光又看了一眼屋外，而后柳青月小声低语：祖母，我这是要争权。什么？丫头啊，你说什么？祖母莫慌，是您刚才说自己什么都不怕的。哎呦，你这丫头啊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？祖母，朝堂多是奸佞，不管是我自己还是景王，想要安稳，必须除掉那些人。即使除掉那些人，顺便扶持有真本事之人，有何不可？圣上是明君，但总有老去的一天。奸佞不除，总是在陛下面前上眼药水，怎么可能有安生日子？既然入朝为官，那就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不能被富贵迷了眼，成为一丘之貉。柳青月说的是实话，一言断清了朝堂局势，人间清醒。丫头，可是景王他……争权这两个字太过沉重，也太过敏感，刘老夫人没敢说出来。也对，京城的局势我是不懂，可是心里却明白，陛下一直没有立太子，这皇子争权必定会上演啊。景王虽是有圣宠，战功赫赫，可是朝中却无人。可大皇子却是不一样，他乃是皇后所出，是嫡长子，而且母家势力强大，朝中追随者众多，不容小觑。三皇子虽是不及大皇子，可是外家却是一朝之太傅，朝中的人倒是比景王多得多，自然也不容小觑啊。如今三足鼎立，这一旦争权，朝堂必乱。我这丫头如今胆这么大，想来也是因为景王啊。唉，看来景王他想争权。祖母，此事不光是景王的决定，同时也是孙女的决定。刘老夫人眼眸微惊，看着柳青月，眼里有太多不解，可又似乎有什么隐隐要破土而出。祖母，柳家世代忠良，大哥一腔热血忠于朝廷，光宗耀祖。我们柳家该位极人臣，成为陛下，成为大周的守护神。守护神？丫头说我们柳家将会是陛下大周的守护神。正堂里光线昏暗，只两道身影坐在主位，看不清神色。祖孙两人的对话还在继续，一个是什么都敢说的，一个是被迫什么都敢听的，气氛却是极其严肃。直至深夜，两道身影才同时离去，这院子也才真正的陷入安静。翌日朝会，诸位爱卿，这是无事启奏。威严的声音听不出喜怒，众人却是心下闪过一抹慌乱，而后低着头不敢看圣上。看众爱卿这模样，这是天下太平，无事可奏了。柳爱卿。陛下，臣在。众爱卿既然无事可奏，朕瞧着你办事得力，今后由你负责监察诸事。若是真的无事，那……陛下，臣有奏啊！臣方才只是琢磨着此事当不当禀报。是啊，陛下，臣也有本要奏。兵部近日研制出了一种弓弩，臣正要向陛下启奏呢。是啊，陛下，臣也有本要奏。众人都七嘴八舌，争先恐后的启奏要事，那副着急的模样，就好似后面有什么洪水猛兽，稍慢一步就会万劫不复。陛下真是一只老狐狸，只一句话便将这些人吓得乱了阵脚。瞧瞧那些尚书，瞧瞧那些权势大臣，是我小瞧了陛下。陛下哪里没有惩治这些老臣的法子？这不用的挺好的吗？是我小看人了。
陛下拿我来震慑满朝文武，如今这些人识去，那这里没我什么事儿了。罗爱卿，且说说看，这新做出来的弓弩有何威力？圣上点名，兵部尚书上前一步，可正琢磨着该怎么开口，忽的一个侍卫匆匆地走了进来。陛下，秦贵妃宫里的长侍公公说有要事求见。让进来吧。侍卫退下，一位公公神色小心地走了进来。奴才见过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有要事找朕？陛下，于才人和四公主他们轰了。什么？圣上惊诧，神色微变，众人也霎时露出惊疑的表情，目光全都看向那公公，心下翻涌。什么？于才人和公主死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那两人不是应该好好的吗？怎么回事？陛下，于才人在冷宫轰逝，身上有伤。四公主她说，陛下，四公主她轰逝在了舒兰殿。那可是何贵妃的宫殿呐！这四公主死在那里，这……柳青月同众朝臣是一样的，也被那公公的话给惊到了，但他的目光顿时严肃起来，心下就只有一个想法，这是有人要嫁祸何贵妃。没有犹豫，柳青月立刻站了出来。陛下，此事事关重大，您还是赶紧去看看吧。臣不才，愿彻查此事，还死者一个公道。好，这件事就交由你来处理，随朕前去瞧瞧。舒兰殿的院子里躺着一位女子，女子嘴角有黑血，是中毒而亡。两个太医站在一旁，时而看看这儿，时而看看那儿，摇头叹息。何贵妃站在自己的宫殿门口，神色冷淡，周身气势冷厉。陛下，求陛下为四公主做主啊！四公主是被这两个下贱奴婢给害死的，求陛下严惩。你们两个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陛下，奴婢是被迫的呀，求陛下明鉴。明察。柳青月站在嫔妃堆里，静静地看着那两个嬷嬷，而后又将视线看向沉稳淡定的何贵妃，没有插嘴。而在那两个嬷嬷声音落下之后，淑妃又赶紧开口：陛下，臣妾有罪呀，没能好好的看好公主，让公主离开了宫殿，而死于非命。求陛下查明背后之人，以平公主的冤屈啊！立刻，刑部尚书等人上前，纷纷请示陛下，要陛下一定要查出背后之人。然圣上却并未说话，眼神看了一眼何贵妃，而后看向那两嬷嬷，说：你们受何人指使？两个嬷嬷颤颤巍巍地相互看了一眼，而后小心地看向何贵妃方向，似有隐忍，又似在害怕什么。忽的脸色一变，口吐黑血。是贵妃。微弱的声音才刚刚开口，便要消失。柳青月几个箭步来到两个嬷嬷身侧，左右手抓住两人手腕，神色严肃。刚刚摸上两人脉搏，另一人脸色也突然有了变化。柳青月顾不得其他，赶紧看向那两个太医：快拿银针过来。两个太医本在疑惑柳青月这是在作甚，猝不及防听到这话，二人愣神：赶紧拿银针过来，来不及了。没错，是那人毒发了，终究是晚了一步。算了，老天爷不答应，可见这俩东西就不是东西。贵妃，此事你有何话要说？陛下，冤枉啊！我们家娘娘她是冤枉的，她什么都不知道，定然是有人要陷害我家娘娘，求陛下明察。刘嬷嬷不得放肆，陛下，刘嬷嬷护主心切，还请您莫要怪罪。四公主在舒兰殿死于非命，妾身有责，还请陛下治妾身一个监察失职之罪，同时也彻查此事，揪出真正暗害公主之人。陛下，那嬷嬷死前说是贵妃指使，臣斗胆，陛下还是先审问下贵妃宫里的人为好。臣附议，陛下，四公主是皇家血脉，如今惨死，定要彻查清楚。陛下，臣有疑义，这件事面上看着与贵妃娘娘脱不了干系，但却处处是漏洞。臣愿意彻查此事，还贵妃娘娘一个公道。陛下，查案这种事
还是交由刑部或者大理寺来查比较稳妥。公主是皇家人，也理应由他们来查才是啊。淑妃娘娘，你莫不是对臣有偏见？你不曾瞧过本官办案，又怎么会知道本官不如他们？淑妃一噎，刚想反驳，可柳青月没给他任何机会，直接面向陛下。陛下，公主和于残人惨死，这两者之间必有联系，还请陛下让臣来查。再磨叽时间，怕是有人要杀人灭口了。哎呀呀，柳青月这话是真敢说呀！有几个妃嫔听到这话，眼里涌入了惊诧。原来那些传言都是真的，这柳大人真是个胆子大的，什么都敢说。就由你彻查此事，务必将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。柳青月领命，而后看向禁卫军，发号施令：禁卫军听令，立刻封锁整个后宫，不得任何人进出。就是有天大的要事，也必须请示本官，得以批准，方能外出。禁卫军副统领不敢答应，视线小心地看向圣上。柳大人，你这哪是查案？这查案为何要封锁后宫？你此举是何居心？丞相说得很严重，说完又立刻看向圣上。陛下，柳大人此举恐有不妥，臣有异议。臣附议。陛下，这查案哪有封锁后宫的？这柳青月定是胡闹。陛下，您还是让大理寺接手此事。二位大人的话，要是让下官好生堪忧。不封锁后宫，你们敢保证真正的恶人在后宫？若是二位大人敢保证，下官定撤销此命令。跟我耍心眼，那我也拿心眼跟你们耍。柳青月，你休要强词夺理！丞相大人，你这是何意？不仅阻拦本官办案，又不敢保证，你又是安的什么心思？莫非此事跟你有关系？那些妃嫔还是第一次瞧见柳青月怒对丞相，全都惊得瞪大了眼睛，眼露不可思议。他竟然敢怒对丞相，对丞相大不敬，这对也就罢了，竟然将这件事情扯在丞相身上，这柳青月好大的胆啊！柳青月可没理会旁人的眼神，立刻看向那禁卫军统领，怒道：还不快去封锁宫门！陛下让本官办差，你们就该听从本官的诏令。误了要事，你该当何罪？一句问责，吓得那副统领一个哆嗦。副统领看了一眼陛下，而后认真领命。陛下都没说什么，他一个小小副统领又怎么敢有异议？副统领听命离去，丞相和太傅二人的脸色煞是难看，就好似死了爹似的，浑身都散发着骇人气息。就知道我没白疼这丫头，也就只有她那样的才能成为我的儿媳妇儿。既是那丫头彻查此事，那便没什么可担心的了。就是不知这里边究竟有哪些人插手。众人思绪万千，心潮涌动。本以为柳青月的话是结束，却不想只不过是刚刚开始。来人！在，刘大人。立刻就有禁卫军出列，速速将淑妃宫殿封禁，将所有宫人一一盘问。但凡有同四公主接触的任何人，立刻拿下。且慢，柳大人，你莫不是搞错了？四公主她是在这里出了事，你是不是该从这里查起？昨儿个四公主她并不在本宫。淑妃娘娘，本官办案自有章法。四公主在你的宫里待得好好的，若非你宫里的人，她又怎么可能离开？并且本官有理由怀疑，娘娘你有意监管不力四公主。陛下，还不快去办差！要是人跑了，提头来见。这样的责任没人敢担得起。那人立刻领命，带领一队人前去了淑妃宫里。陛下，妾身自认为自己从来都是本分做事，从来都是。淑妃娘娘，臣奉命办差，您若是不想配合，您直接说出来，臣可以启奏陛下不查你的宫里。当然，您要用命做保证，不然臣会以为您在遮掩什么。贵妃娘娘，有劳您将宫内所有人召集起来，调查那两个嬷嬷一事，及四公主如何突然出现在这里。宫内守卫森严，四公主来您宫里，怎么可能仅凭两个嬷嬷就能瞒天过海？该调查的，柳青月都已经下令调查了，她这才有空将目光落在惨死的四公主身上。据说四公主是因为看到自己母妃惨死，说是何贵妃所为，这才潜伏进了舒兰殿，想要替母亲报仇。对于这种还未经证实的言论，柳青月并没有反驳，
而是顺着这言论从四公主身上查起。先是诊脉，四公主的确是中毒而亡，可是与那2个嬷嬷所中的毒并不一样。但是根据脉象，四公主真正的死亡时间乃是1个时辰之前，那时候正是他们等候上朝的时间。只不过那毒药可以改变死者的温度，造成是昨夜死亡的假象。发现这一疑点，柳青月立刻招来禁卫军，耳语了几句，这才有功夫将视线落在了冷宫上。不过考虑到有人会质疑他在冷宫的调查结果，便请命让常公公同大理寺卿一起陪同前往冷宫。到了冷宫，柳青月还是第一次来，各个庭院也没人打扫，有不少庭院都长满了杂草。柳青月行走在冷宫里，目光扫视了周边，在经过一处走廊时，柳青月发现墙角处有几处凹洞，他立刻停下脚步，走上前查看。柳大人，这凹洞可有什么不妥？柳大人不会是在怀疑有人从这面墙翻进来吧？的确，这墙上面的凹洞正好给足了支撑点，是个人都能借助这里的凹洞翻过去。常公公，这里是何处？那处是皇家宗祠。皇家宗祠，言外之意就是看守森严，若非重要事宜，亦或是陛下口谕，任何人都禁止踏足这里。既是皇家宗祠，这墙上为何也会有凹洞？难不成有人玩忽职守，借公谋私？柳大人，本官知道你有几分本事，可单凭这墙上的凹洞就贸然怀疑皇家守卫军，你是不是太多端了？大人说的是，皇家守卫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错误。只不过四公主是皇家公主，发生这种意外，这宫里的人在还未寻找到背后之人时，谁都有可能是那背后之人。下官有所顾虑，大人觉得可对。而柳青月刚刚那番话，让大理寺卿一时哑口无言。得，说不过柳青月，也只得甩袖离去。想查皇家侍卫，查吧，只要他有那个胆子。这个小插曲过后，柳青月便同常公公一起来到了余才人居住的地方。冷宫安静，院子里站满了禁卫军，中间地上躺着一人。余才人可是死在了这位置。大人，这余才人他死在了屋子里。被打入冷宫的都是皇上不要的女人，余才人突然暴毙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他们根本就没放在心上。这样的惨样，看多了会做噩梦。那四公主瞧见自己母妃这惨样，定是被激怒，从而找人报仇去的。就是不知谁告诉的四公主，她母妃的死是因为何贵妃的。柳青月开始检查余才人身上的伤，除脑后一处微微有些致命外，其他地方的伤其实并不致命，但也没有着急下定论。柳青月又拿出银针，在尸体的各个部位全都针刺检查。他很快就发现了端倪，鼻子处竟是查出有中毒的迹象。余才人是吸入了什么东西？看向仵作，柳青月直接询问：你们可瞧出来什么？这余才人是怎么死的？回大人，这才人周身都是伤，下官斗胆断定，才人是受到了折磨，撞到脑袋而亡。撞到脑袋而亡？你可瞧出这伤是旁人所为，还是自己所为？旁人所为，自己所为，这是何意啊？这余才人还会自己弄出一身伤？回大人，下官眼拙，只瞧出这身上的伤似是旁人所为。你们的确眼拙，不然都没瞧见余才人是因为吸入了什么。这鼻腔里面可是有被下药的痕迹。几人全都震惊不已，尤其是那两个仵作，不可置信的眼神看向柳青月，而后又赶紧蹲下来查看尸首。的确，我们竟没注意到。两人惭愧呀，认同了柳青月方才的话，这余才人就是被人下了什么药。至于身上的伤，也都在柳青月解释后，两人被说服了。柳大人竟然有这样的本事，难怪会受陛下圣宠。同样的，大理寺卿和常公公也将柳青月的本事看在眼里。没想到柳青月还会验尸，其本事竟还远高于仵作。不知不觉间，二人就忽然觉得柳青月定是能查清此案。有了初步的判定，柳青月走进屋子，开始查找线索。在墙角一处，柳青月发现了一点香灰，她沾在手上，拿起来闻了闻，又在浅尝之下，柳青月得到了证据。
这余才人的确被人下了药，而这药是令人发狂、让人丧失神智的药。余才人的丫鬟可都瞧见。回大人，我等来这里的时候，除了余才人的尸体，这里并没有其他人。柳清月神色冷沉，立刻命人查找那丫鬟的下落。逃出宫显然不可能，多半是被人杀人灭口了。只要找到尸体，余才人被丫鬟下药自残身亡的事能够成立。四公主所谓报仇一事，而是受到了他人蛊惑。这件事便是有人故意针对何贵妃，何贵妃的嫌疑可以因为这事排除掉。在下令的时候，柳清月还特意让禁卫军巡查几个地方。果然，等他从冷宫出来，那丫鬟的尸体也被找到了。毫无意外，那丫鬟已被人勒死，丢入了枯井中，正好死于深夜。娘娘可是查到了什么人？此人被那2个嬷嬷收买，悄悄带着丫鬟打扮的公主混入宫中，本是要继续审问，正好你回来了，也好，剩下的事便有劳柳大人了。如实说来，本官可不信你会被这2个嬷嬷收买。回大人，小的就是被那2个嬷嬷收买。有劳长公公将这药拿给这侍卫，是真是假，一试便知。啊，什么药啊？难道是能让人说出真话？被柳清月点名，长公公小心地看了一眼陛下，瞧着陛下神色依旧，便上前拿过药瓶，走向那侍卫。侍卫左右手边站着的禁卫军立刻将人给架起来，把头给固定住。2人死死摁住那侍卫的头，长公公立刻将药塞入那侍卫口中。一时间，众人全将视线看向那侍卫，眼睛一眨不眨。说，你受何人指使，放四公主进入舒兰殿？侍卫趴在地上，眼神时而恍惚，时而清明。是陈星让我这么做的。竟然真的问出了话，只是那个陈星是何人啊？为何本宫不曾听说过？哦，听到侍卫所言，柳清月立刻看了一眼长公公，长公公给了禁卫军领卫一个眼神，领卫会意，领命离去。接着，柳清月又继续追问：陈星是谁？哪个宫里的？是碧阳宫里的宫女。立刻，众人的视线都看向了一位妃嫔，那妃嫔的脸色唰的一下就变了。胡说！本宫的宫里哪有什么叫陈心的宫女？定是那人胡说八道。父皇明察，母妃的宫里根本没有一个叫做陈心的宫女，便是柳大人那个药有问题，求父皇明察。公主莫急，是不是？查查便知。相较于先前问话，这次柳清月的声音拔高了几分，但是气势却是有所缓和。本官问你，那陈心个头多高，模样如何？当着众人的面，柳清月一边询问，一边拿笔墨画着什么。哦，这丫头会画画像。现场唯有嘉妃眼中透露着恐慌。不可能，一定不可能。很快，柳清月便停下了手中的笔，拿起画作吹了吹，而后拿给那侍卫看。看看，可是此人？侍卫浑浊的视线看向那幅画，在看到那画的一瞬间，视线立刻清明了起来，可随即被惊恐所替代。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。柳清月将画朝向嘉妃，质问道：你们可认得此人？柳清月这幅画画得十分传神，嘉妃和萧思敏看到那画，猝不及防的一愣，而后眼里是不可置信。啊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怎么会是我宫里的人呢？看来此人正是你们宫里的人。来人，速速将人抓来。柳清月的命令就是皇上的命令，禁卫军不敢怠慢，立刻命人前去捉拿。陛下，冤枉啊！我和敏儿什么都不知道。是啊，父皇，此事我和母妃真的不知，还请父皇明察。圣上看了一眼柳清月，并未说话。这时，柳清月适时站出来，指道：本官又没说是你们做的，你们这么着急撇清关系，很容易让本官觉得此事跟你们脱不了干系。很快，禁卫军押着一个宫女进来了，那宫女正是画像上的人。说，你为何指使舒兰殿的侍卫放公主进入舒兰殿？想好了再作答，不然你还有你的家人都得处以极刑。说，谁指使你做的？是嘉妃。
可宫女刚一开口，忽的面部便传来痛苦的神色，吐出大口的黑血，人便倒在了地上。嘉妃娘娘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得知此事是嘉妃所为，淑妃立刻声讨：嘉妃，本宫平日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残害四公主？哦，对了，昨个晌午你去了冷宫，于才人的死是不是也是你做的？陛下，冤枉啊！那人定是污蔑妾身，妾身怎么可能残害皇家公主啊？先前那2个嬷嬷不也是这样污蔑何贵妃的吗？求陛下明察，还妾身一个清白。既是污蔑，那正好让本官还你清白。说完，柳青月立刻看向禁卫军，下令搜查碧阳宫，包括嘉妃的寝宫，发现一切可疑之物，立即拿来禀报。柳大人，嘉妃娘娘，贵妃娘娘被人污蔑，可是当众审问下人，自证清白的。你如今也被冤枉，搜查而已。难不成你的宫里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？而此刻的嘉妃已经是紧张到了极致，身子摇摇欲坠，似乎下一刻便会晕过去。这一边的禁卫军前去调查，那边去宫门口查探出宫事宜的副统领也回来了。可有查到可疑之人？回柳大人，的确有可疑之人。说着，副统领便拿出一张纸来。柳青月拿过纸，看到上面的名目，眼眸闪过一抹暗沉。而这名录，柳青月只看了一眼，而后便将名录呈现给了陛下，从头到尾什么话都没说。那纸上面究竟写了什么？这柳青月竟然默不作声，如此反常，定有古怪。圣上看着那名录，面上的神色并未有变化，但是心下却也同样不解。这几人出宫所购买之物，似乎并未有什么不妥之处。这丫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刚想问个清楚，这时又有禁卫军进来了。陛下，柳大人，这是太医院查到的名录。侍卫说着，拿出一本册子。柳青月伸手拿过，这里面是每个太医的审问口录。柳青月顺手翻找，当看到其中一页的时候，目光微微停留，而后又继续翻看后面内容。他将里面的内容看完，这才呈给了陛下。陛下，臣觉着那个郭太医有古怪，不妨您传他过来，臣问上几句。圣上看了一眼柳青月，而后拿过书册，随意的翻找几页，这才让人传郭太医。郭太医？这件事有关郭太医什么事？禁卫军的动作很快，前去搜查碧阳宫的侍卫很快就回来了。陛下，柳大人，这是下官在碧阳宫以及那宫女的住处找到的。令卫说完，身后的禁卫军便呈上了2样东西，一个小包袱，一个小匣子，特意说明这东西是何处寻来的。柳青月上前拿过那匣子，打开，那里面是2个药瓶。柳青月随意拿起一个，在嘉妃紧张的目光下倒出瓶子里的药丸，放在鼻尖，小心闻了闻，神色不变。随后又拿起另外一瓶，柳青月闻了闻，神色依旧，只不过眼里却闪过一抹暗芒，没有说话。柳青月又打开那个小包袱，里面居然是各种首饰，而这些首饰都是一些金贵之物，若非妃嫔，普通一个宫女自然是不会拥有。嘉妃，朕赐给你的东西，怎的在那宫女手里？这里面有几样东西圣上记得，因为萧思敏讨喜，他特意赏赐给嘉妃的。陛下明察，妾身也是才知道此事，定是那贱蹄子偷了妾身的东西，求陛下明察。嘉妃娘娘，东西既是偷的，那敢问这匣子里的东西是何物？刚才臣瞧着你的眼神，可是知道此物的。父皇，母妃她温柔良善，从不过问宫内任何事，也从不与任何人争锋，更不可能与这件事有关系。柳大人真是有意针对，求父皇明察。萧思敏的话让在场的不少人神色微变，这些人几乎都用一副看好戏的模样看向萧思敏。呵呵，这公主药丸敢指责柳大人？哎，到底是年少无知啊！可知这柳大人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攀咬的，没看连丞相和太傅都乖乖闭嘴了吗？景睿公主，你说本官有意针对，那麻烦你拿出证据来。若是没有，空口白牙污蔑本官，有意阻挠本官办案，你可知这是要触犯律法的？不是的，我……柳青月也懒得搭理他了，他看向嘉妃，催促道：“
嘉妃娘娘，还是快点说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吧，不然这件事还真是跟你脱不了干系。这是本宫的药，本宫患有失眠之症，头疾，太医院的太医都知道。失眠头疾？嘉妃娘娘，你当本官不知道这2种药里面是何物？既然还在狡辩，那便传神医堂的白神医过来一看，太医院的人恐怕不一定查得出吧。这话让嘉妃一噎，直接破防，之前强行镇定下来的神色出现了裂痕。柳青月趁其不备，一个箭步上前，一把捏住嘉妃脸颊，将一粒药丸直接塞进了嘉妃口里，而后帮其咽下。叫你狡辩，看你这次还敢不敢狡辩？天哪，刚才我看到了什么？柳大人竟敢给嘉妃娘娘喂药，还是当着众人的面，陛下的面。这个柳青月真是胆大包天，岂有此理！萧思敏震怒：柳青月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你竟敢给我母妃！你母妃要是善类，本官怎么可能盯上她？这药是毒，正是那宫女嬷嬷所中之毒。不信大可请白神医进宫查验，本官敢拿人头作保。柳青月这样一打赌，便从来没有人敢反驳，他是拿命当赌注啊！这一句话便让在场的众人又露出惊恐的神色，就是萧思敏也都瞪大了双眼，眼里全是难以置信。你与其替你母妃辩解，倒不如想想自己今后怎么办吧。但有提醒的话说完，柳青月也没再理会萧思敏，开始审问嘉妃：你为何要杀人灭口？他们该死！你为何要杀人灭口？他们该死！这会儿嘉妃神色恍惚，眼里闪过了微微挣扎。母妃杀人灭口？母妃向来与世无争，怎么可能会杀人灭口呢？这不是真的，定是那柳青月的药，定是那个药物控制了母妃的心神，一定是母妃你。萧思敏大声呼唤，试图唤醒自己母妃，可刚一开口就被一只手给捂住了嘴。这还不算完，柳青月又抬手一把劈在了萧思敏的肩颈，萧思敏双眼一翻，晕过去了。我操！而这令人啧舌的一幕，看得旁人匪夷所思，思绪翻飞。这柳青月竟敢打晕公主，她难道不怕陛下责怪吗？可是目光看向陛下，哎呀，陛下那骇人的目光让不少人都打了退堂鼓，不敢说话了。那些人为何该死？他们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，只有他们死了，本宫才安心。你口中的人是陈星吧？他瞧见了什么？柳青月声音轻柔，带着某种蛊惑之意。众人也都因为嘉妃的话而凝神倾听。嘉妃究竟做了什么，竟会被一个宫女撞见？即便是撞见，为何又不寻个由头把人给处置了？不知道啊，看看他怎么说吧。那贱人设计毁了本宫的清白，本宫要杀了他，要杀了他背后那人。什么？众人大惊，柳青月心下也直打鼓。坏了，问出问题来了，我莫不是捅了娄子？而此刻，嘉妃似是被触及封尘已久的事，突然间变得有些焦躁发狂，嘴里骂骂咧咧，言语矛盾。什么？嘉妃被一个宫女设计毁了清白？完了，这是听了不该听的呀！你们全都回去。圣上开口，便使那些妃嫔全部退下。此事事关重大，不容外传。丞相、太傅、大理寺卿留下，其他人都退下。听到圣上这话，我也被点名的老臣心下松了口气，而后快步退下去了。没有点名自己，柳青月微微抬头看了一眼陛下，心下琢磨，而后也朝着陛下行礼，打算离开。柳青月，你要去哪儿？直呼其名，陛下的声音里有怒火。陛下，臣这是在来回踱步，四公主之死，或许背后还有人。查，全都给朕查清楚，事无巨细。朕倒要看看何人这么大胆，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作恶。得，圣上发言便是圣旨，柳青月不得不从，当然也是一道护身符。柳青月抛弃杂念，领命继续办差。你可知陈信的背后之人？若是知道，说出来，我帮你报仇。本
公也想知道那贱人背后是何人。四公主的死也是那人让我做的，也是那人该死，该死。而连加菲都不知道的人，那这件事只能换个方向下手。柳清月又拿过那宫女的包袱，将所有首饰都查看了一番，有所发现。这些首饰少部分是出自宫里，但多数金贵之物并没有内务府的标记，很显然都是来自宫外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，柳清月还当众询问何贵妃。的确，有标识的都是宫里面的物件，而没有的则不是。将首饰一分为二，柳清月吩咐禁卫军统领拿着印有标识的首饰前去内务府清查，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妃嫔的。至于剩下的首饰，柳清月让其他领卫出宫去调查，只查2个方向，一个是先前有出宫记录的宫女所前往的首饰铺，另外一个则是当铺。当铺的掌柜但凡是有点本事的，多是能瞧出首饰从何处得来。将这件事情安排好，便是等待结果的时候了。而这个时候日头也已经很大了，空气中也隐隐传来热意。而在等待的时间里，柳清月将那些所有要查的人和事也都查出了一些眉目出来。太医院的郭太医有帮加菲提供毒药，不仅如此，造成余才人发狂的药有一味药引，郭太医就有批准过。医术不便暴露，柳清月便请了白神医进宫。除此之外，宗祠守卫军那里也查到了一丝端倪。昨日的确有人翻墙进入过冷宫。至于淑妃的宫里也查出了2人，这2人都是受人指使带公主前往冷宫，在看到自己母妃惨死的场景后，又被那宫女告知是何贵妃所为。那2人又买通了舒兰殿的2个嬷嬷，而这2个嬷嬷又是与陈心一伙的，这才让公主悄悄进了舒兰殿。一干人等全部捉来审问，正好查找首饰的禁卫军也回来了。经调查，是一个名叫花娘的女人购买的，而这个叫花娘的女人是一个越方的舞姬，与陈心并未有任何的关系。几经周折，终是查到了宫里，原来是有人拿银子与花娘和陈心接头，而那人就是宫里面的一位掌事嬷嬷，主要掌管新进的妃嫔、皇子妃的一些礼仪规矩等。柳清月直觉，此事便能查到那背后之人，让禁卫军抓人的时候，连同寝房、平日里为谁办差等相关行踪，全都一起查清楚。果然，在铁拳之下，无人敢隐瞒。除了郭太医，其他人全都供出了与自己对接之人，有一人甚至指向了内务府掌管膳食的总管身上，而其他人则是指向了先前那个掌管礼仪之事的任嬷嬷身上。倒是郭太医，他供出的人是皇后宫里的一位掌事嬷嬷。这件事定是皇后做的，若非是她，谁又敢把手伸进皇家的守卫军？谁又敢让一个宫女算计一个妃嫔？郭太医，陛下可是在这里，你可要如实回应。丞相大人在怀疑下官的药，不若您吃一颗试试。柳清月，你放肆！同为朝臣，越来越没有规矩。本相不过是质疑真假罢了。怎么，你敢保证他的话都是真的？丞相大人不是没瞧见下官的审问方式，一直都不曾有错。此刻事情牵扯到凤仪宫，丞相大人大声阻挠，莫不是知道什么，这才特意如此。敢阻拦，就敢往你身上泼脏水。陛下明鉴，臣没有啊。圣上因为今日之事一直沉着脸，刚刚的争执他也看在眼里，而对于柳清月的话，心下也多了一丝考量。柳爱卿奉旨办差，丞相莫要打扰。丞相心下一个颤抖，身子微僵。陛下这是信了柳清月的话，对他产生了芥蒂。太傅将一切都看在眼里，眼中变得复杂又幽深了起来。柳清月那个丫头，竟已经能够影响陛下的决策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微热的暖风划过寂静的院子，柳清月命人前去捉拿皇后宫里的那些嬷嬷，顺便还搜查了一下他们的寝室，
禁卫军突然闯入凤仪宫，宫内上下全都被惊到了。被禁足在屋内的皇后听到动静，打开门看向院子外。当看到外面的人，心下猛地咯噔一声，眼里闪过慌乱。不可能，那些人不可能查到这里。你们这是作甚？本宫便是被禁足，也轮不到你们来这里撒野。娘娘，末将奉陛下旨意前来捉拿一人，还请皇后娘娘莫要阻拦。哪个是花嬷嬷？怎么会找花嬷嬷？这怎么可能会查到花嬷嬷身上来？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为何会这样？皇后的内心惶恐不安，瞧着那些人就要带走花嬷嬷，皇后赶忙压下内心的慌乱。花嬷嬷可是做了什么？陛下为何要找花嬷嬷？皇后娘娘，陛下说了，此事末将不便透露，还请皇后娘娘谅解。一句话说完，进屋子搜查的人也出来了，领卫就要带着人和东西离开。见他们要走，皇后彻底急了，赶忙朝着花嬷嬷说了句：花嬷嬷，本宫待你不薄，你若是做错了事，就尽快承认，本宫念在你伺候多年的份上，也会照拂好你的亲人的。花嬷嬷被侍卫压着往前走，根本看不到皇后，可听到皇后的话，苍白的脸上已经挂上了死灰。看着众人离去，皇后脚下一软，当即跌坐在地上。说，谁让你残害四公主的？四公主是老奴杀的，四公主该死，要不是她，老奴的郎君怎么可能惨死？她该死，她该死啊！你区区一个奴才，还妄想以下犯上，你当众人这么好哄？说，谁让你这么干的？贱奴，你在宫里做事竟敢与人私通，你该当何罪？但柳青月只抬眼看了丞相一眼，唇角微微勾起，又低头继续审问。说，是不是你家主子安排你做的？柳青月，你这是何意？故意引导一个被迷了心智之人，你欲以何为？说完这一句，又赶忙看向陛下，咚的一声跪在地上，参奏柳青月。陛下，柳青月这审问恐有私心，审问嫌犯怎能这样审问？这摆明了有针对之嫌呐！丞相大人，你慌什么？不过区区一句问话而已。你若是觉得下官审问有异，下官换一句就是，何必声音这么大？不然下官还以为你有意想惊扰那嬷嬷。就在丞相怒火上涌的慌乱间，柳青月又说话了。说，谁让你这么干的？贱奴，定不要胡说，否则便要你死无葬身之地。花嬷嬷眼中闪过一抹挣扎，久久不曾开口。花娘是你女儿吧？她爹惨死，如今你就剩下这么一个亲人，这族里怕是还有不少人吧？你若是如实说来，这件事好商量。卑鄙！丞相内心呐喊，怒声斥责，可是面上他却什么也做不了。太傅的目光微微转移，看了一眼圣上，而后又看向身侧的丞相，眼里闪过了一抹流光。此事不管是不是皇后所为，今后丞相这一派只怕是更加艰难了。一个农女怎么可能有这等谋略？终于在柳青月言语的震慑和威胁下，那花嬷嬷眼中的挣扎微微闲散，而后缓缓开口：是皇后娘娘。你说话当真？丞相本就忐忑不安的心，又因为柳青月这话狠狠地揪了起来。一句质问，花嬷嬷难逃束缚，只得乖乖点头承认。来人，把皇后带过来。陛下，皇后娘娘在禁足，况且对皇子公主都疼爱有加，她怎么可能责令那个贱婢做出这种事？求陛下明鉴呐！丞相，你是说方才柳大人审查有误？那贱奴有这么大的本事，可以使唤这么多人为其做事？听到这话的柳青月心下倒是给圣上竖起大拇指。到底是明君不往今日刨根问底，所谓的废后虽有规矩，但更多的是陛下愿不愿意罢了。或许今日有惊喜也不一定。就在丞相绞尽脑汁想着要如何继续辩解时，皇后来了。臣妾给陛下请安。陛下让臣妾过来，可是那贱奴做了什么错事，惹了陛下不悦？若是皇后当真是心思深沉啊，竟将手伸进了前朝，如此行径，这是要作甚？必须镇定，否则就是死。我是皇后，我的皇儿还未坐上太子之位，我必须稳住。强压下内心的不安，皇后挤出一脸的疑惑。
陛下，可是臣妾说错了什么，引得陛下这般动怒？皇后娘娘，四公主和于妃的死，你的奴婢已经招了，是您指使她所为，在场的人可都听见了。什么？本宫让贱婢杀害四公主？怎么可能呢？本宫是皇后，怎么可能残害皇家子嗣啊？皇后一阵惊呼，而后慌忙地看向陛下，连忙摇头。陛下，臣妾冤枉啊！臣妾怎么可能差下人残害皇家公主呢？求陛下明察，臣妾是冤枉的。冤枉？你的意思是说柳清月审案有误，那嬷嬷可以凭自己的本事残害嘉妃，将手伸入皇家守卫军？皇后，朕倒是没瞧出来，你竟是这等毒妇！若非是你，谁又会有这等能耐？冤枉啊，陛下！臣妾真的没有，臣妾近日被禁足在宫内，根本没有见过那嬷嬷，求陛下明察呀！臣妾真的什么都不知啊！求陛下明察，还皇后娘娘一个公道。冤枉？这件事已经明了，怎么可能是冤枉？要是还想本宫查，那皇后娘娘你和你身边伺候的宫女，吃下这真化丸，自证清白即可。这丫头比那个景王还狠，真的是狐假虎威，掘地三尺。幸好我就是一个江湖人，没什么得罪她的地方。如柳大人所言，皇后你不妨证明你的清白。陛下，臣妾没有，你也不必用此等方法羞辱臣妾，臣妾以死明志。丞相惊慌大喊：不要！只听砰的一声，场面微微有些混乱。白神医得到了柳清月的示意，看了一眼皇后有没有死，瞧着皇后只是撞晕了过去，又淡漠地收回手，如实禀报：皇后无德无才，又有失职，贬其为嫔，取消生辰宴，幽禁碧霞宫。而后甩袖离去。到了这儿，事情算是尘埃落定了，剩下的事儿也用不着自己了。柳清月就赶忙朝贵妃告退，而后匆匆离开。丞相很想替自己妹妹求情，可是禁卫军催促，只得不情不愿地离开。圣旨还未下达，就是下达，本官也要想办法让陛下收回成命。皇后是冤枉的，因为这而废了皇后，这可是动了国本，那些老臣定不会同意。什么？陛下为何会废了皇后？皇后这是做了什么事啊？就这么被扳倒了？也太突然了吧。是啊，不可能吧。但是那一个身份就像是参天大树，便是受宠的何贵妃也越不过去啊。等等看吧，皇后除了皇后的身份，还有丞相和荣王，陛下又岂是说废就废了？没错，所有嫔妃的心里满是不可思议，有些不太相信自己听到的，有人惊恐，有人不解，但却不敢仔细打听，全部都将自己所知道的小心地传向宫外。驿站，瑞世子齐清耀今日终于结束了禁足。世子，京城有新的消息传来。何事？大周帝刚刚发布了一道圣旨，废了皇后。当真？可知是为何？这大周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明白了，今日居然又废了皇后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殿下，此事已经昭告天下，奴婢自是不敢说谎。至于这件事究竟为何，那圣旨只说皇后德不配位，那些京城世家也全都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。可知今日朝堂发生了什么？而对于世子询问的，婢女根本就答不上来，她只知道这个消息，其余的一概不知。此时此刻，瑞世子迫切想知道朝堂上究竟发生了何事，摆了摆手，让丫鬟退下，而后招来侍卫。您世子要知道今日大周皇宫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大周皇后为何会被废掉？侍卫领命，匆匆离去。不到1炷香的时间，人便回来了。殿下，属下只查到今日宫里死了一个公主。死了一个公主？皇后杀了公主？皇后怎么可能这么蠢？杀了公主还被人找到把柄？可知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殿下，属下只探听到这件事，其他的事那些京城世家都不知道，求殿下恕罪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竟连京城世家都不知？瑞世子生气，内心翻涌。从来大周开始，这朝堂上的事似乎有意避着大梁，我们竟探听不到一丝消息。
求殿下惩罚！属下并未查到，除了今日留在皇宫的几个大臣，满朝文武都不知道今日宫里发生了什么。哪几个大臣？回殿下，是丞相、太傅、大理寺卿，还有柳青月。柳青月，又是他，他会查案。自从他进入大周朝堂，就没安生过。这个柳青月身上有太多太多想不通的事。瑞世子细思则怒，心中感到莫名的烦躁。本世子要你们查的事，为何还没有查到？侍卫身子颤抖，把头埋得更低了，也没敢回应。我也想知道那个柳青月是什么来头，除了先前查到的消息，至今再没任何消息传来。殿下不是最了解那个人的吗？怎么会让我们反复查他那个人？查那个老头，事无巨细，全都给本世子查出来。侍卫打了个冷战，领命赶紧退下。那个老头究竟瞒了多少事？想肃清大周朝堂，本世子偏不让你如愿。等着吧，大周注定会是一盘散沙。片刻之后，瑞世子拿起笔，快速写下什么，而后拿着那东西匆匆地出门。另外一边，将军府，柳青月正在清点银子。先前在铺子人多没好清点，此时清点为的是分出圣上那一笔。丫头啊，忙着数银子呢。哎呦，这是兵铺今日赚的银子啊！不全是赚的，交给有不少世家送礼，陛下怎么可能缺那些物件？我将那些东西拿去卖了，描个呈给陛下。祖母，你这会儿过来可是有事？哎，你这丫头啊，古灵精怪的，竟是拿了陛下的主意。说说吧，今儿个宫里的事是不是同你有关呢？废后一事，刘老夫人说不出口，她只能隐晦的提及。今儿个孙女说宫中有事儿，散朝晚了，我还以为是朝中有事，可下午待听到那圣旨，竟是没想到宫里是发生了大事了。祖母，孙女怎么可能会有那种本事？你也太高看我的本事了。哎呦，你呀，你明明知道祖母指的是什么，说吧，你是怎么会查到皇后的身上的？柳青月这样，刘老夫人都要气笑了。能成为皇后，掌管后宫多年，这皇后怎么可能会犯蠢，被人找到把柄？况且前朝又有丞相和大皇子，此等能耐怎么能是说倒就倒呢？祖母啊，这个世界只要有人作恶，就会留下痕迹。我不过是反其道而行，顺藤摸瓜，这真相自然就出来了。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，废后一事跟我没有关系，那是陛下自己定夺的，我可没有那么大本事。丫头啊，此事是由你彻查，今后只怕那丞相和大皇子会针对于你，你日后在朝堂可要小心行事啊。祖母这是不了解我在朝堂上的能力啊，被针对，这不是天天都有的事儿吗？最多日后那些人将目光放在我身上，可我的把柄有那么好查吗？祖母，你就放心吧，我敢掺和宫里的事，定是想好了应对之法。过些时日，大哥还有表哥他们回京，他们立了功，很有可能陛下会封赏，如此那些人多少会忌惮我们柳家。事情尚且都在计划中，柳青月故意拿封赏来搪塞祖母，为的是转移他注意力，从而让他老人家放宽心。之后祖孙俩微微闲聊了会儿，刘老夫人便回去了。老夫人前脚刚走，后脚管家就来了。小姐，今日二房的人来了，老奴没有告诉夫人和老夫人。你做得对，那些人今后能不让他们知道便不让他们知道，免得操心。他们来做甚？你有将那件事告知他们？回小姐，老奴已经告知了他们。刘二爷着急询问什么事，什么时候让他儿子入朝为官。告诉那些人，后日午后本官有空，在书香楼当面考核策论诗赋，若能经得住考核，本官定给他这个机会；若是不能，便要承受本官的怒火。机会给了，能不能接下，就看他们的本事了。管家领命，而后笑着离开。果然还是小姐厉害，那书香楼可是文人才子比试文采的地方，特别是那些考中进士却没有封官之人，都希望在那些地方拔得头筹。
从而得到丞相亦或者是朝廷命官的赏识。柳二公子那点才学，也不怕丢人现眼。无人打扰，柳青月数银子数得痛快，单是收礼所得就有18万两。哎呀呀，这可是一笔巨款呐！这送礼可真豪横，这京城能叫得上名号的世家都送了礼吧？要是陛下多开几间铺子，送礼不限制，这国库哪里还会空虚啊？取之于世家，用之于民，这门道我看行。今日的朝会还没开始，气氛已然变得紧张了起来。站在最前面的是刑部尚书，刑部尚书大着胆子朝圣上启奏：陛下，废后一事涉及国本，还请陛下三思啊！话音落下，那些先前站出来的大臣也都纷纷附和，求陛下三思。圣上神色威严：这些个老臣真当朕的圣旨是摆设，想收回就能收回，还是让那丫头来挫挫这些人的锐气？躲不过。柳青月深吸了口气，果断地站了出来：诸位，你们这是想造反吗？刘大人请慎言，我等不过是提议陛下而已，你怎的往我们身上扣帽子？刘大人，我等不过是照常启奏事宜而已，你公然污蔑我等，你是何居心？启奏？你们是在启奏事宜吗？陛下是天子，说的话便是圣旨，岂能收回？有本事你们把泼出去的水一滴不漏地收回来。柳青月直言怒对，一番话面上看似在讲道理，可在其他人看来，这柳青月就是在耍横，是在告诉他们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。柳大人，你莫要胡搅蛮缠，此事事关国本，我等受命于先帝，忠臣于陛下，有劝慰之责。陛下突然废除皇后，便是动了国本，身为臣子，理应劝言。柳大人，你年轻有为，能为陛下分忧解难，但这里毕竟是朝堂，我等又有责任劝言陛下，你贸然污蔑我等，你是何居心？既然是职责所在，你们又如何断定陛下此举是动了国本？又如何断定皇后不能废？若是你们说不出个所以然，别怪本官照章做事。职责是吧？我也有职责，正好有几天没用了，今儿个拿出来用用。最好别跟我讲道理，我的道理就怕你们吃不消。柳大人，这皇后是后宫之主，也是百姓之母，突然奢除，岂不是引来动荡？柳大人，皇后身居后宫，母仪天下，一直本分做事，怎么会德行不配？这其中，柳大人应该更清楚吧？皇后若是没有师德，便不能随意罢黜。两位老臣一前一后的开口，说出口的话看似在说给柳青月听，但实则是说给在场的众人听，给陛下听。动荡？什么动荡？百姓动荡还是大军动荡？亦或是朝堂动荡？当然是朝堂。大胆文大人，后宫不得干政，你却说皇后被废，动摇国本，引来朝堂动荡。说，你是不是同皇后娘娘及他们都是一伙的？柳青月神色在这一刻也突然变得凌厉起来。若说刚才的争锋是小打小闹，那么此刻便是剑拔弩张，生死较量。国本是粮食，是大军，是百姓，是陛下，是未来继承之人，不是后宫某个妃嫔、皇后而已，没了重立一个。诸位连这个都搞不懂，还是赶紧辞官回家种田去吧，莫要挡了有能力之人的路。得到陛下授权，柳青月说起话来是一点都不遮遮掩掩。文大人又气又恼，刚想反驳，可柳青月又开始了：别同本官反驳，本官不听你们的庸腐之言。皇后犯了大忌，也做了恶事，人证俱全，你们就是说破天，这废后都不可能成为皇后。陛下，臣以御史中丞之职，参文大人、张大人、刘大人这几人道听途说，眼盲心瞎，公然阻拦陛下圣旨，试图蒙蔽陛下双眼，以错论错。臣斗胆求陛下严惩几人，以正律例。众人惊恐，大殿的空气骤然稀薄了起来，气压极低。陛下，刘大人言重了，文大人等人也是心系朝廷，还请陛下饶了他们。太傅，您这话下官就听不明白了。您是太傅，自当知晓我朝律令，文大人几人的确有过失，您身为太傅，
不想着秉公做事，却为几人求情。太傅大人，别人不清楚昨日之事，难道您还不清楚？太傅被气得一句话说不出来，有气也只能憋着。丞相本想开口求情，可瞧着太傅都被对得哑口无言，无奈之下也只能吞下想说的话，又站了回去。圣上对于柳青月的表现极为满意，不仅教训了他们几个老人，还揪出了几人错处，倒是不枉他，让他做这御史中丞。柳爱卿，如你所见，这几人当如何惩罚？哼，听到圣上的话，柳青月心下直翻白眼儿。圣上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让我将那些人得罪个彻底，又惹人记恨，还要不要在朝廷立足了？还要不要支持者了？好吧，既然征询我，那别怪等会儿我要使绊子。陛下，几位大人有失察之过，又因为这失察之过贸然劝阻陛下，恐有混淆是非之嫌。不管几人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已然是犯了错事，理应受罚，让百官引以为戒，以儆效尤。柳青月也学着那些大臣们的口吻，说着一些冠冕堂皇的话，一副不得已为朝廷好的模样，又继续开口：臣斗胆提议陛下将文大人、张大人官降半职，其他3位大人年事已高，派遣外省，帮陛下监督外省官员。文大人和张大人官居2品、3品，身居要职。这若是降半级，还怎么担得起那份要职呢？至于那其他3人，官位都不太大，但也都是老臣了，又是言官。若调至外省，这不是在向世人宣告他们是犯了事被贬离京吗？如此，这今后还怎么可能抬得起头来？杀人诛心呐！这柳大人也太阴狠了吧！陛下，臣知道错了，求陛下看在臣劳苦功高的份上，饶了臣这一次吧。求陛下饶了臣这一次，臣今后再也不敢贸然开口了。突然间，大殿就变得嘈杂起来，似是哭爹喊娘，听着有些混乱。该我做的我已经做了，看陛下怎么收场。柳爱卿所言不错，尔等都是我大周重臣，捕风捉影的事拿来在这里说起，着实犯了大错。就如柳爱卿所言，你们几个领命吧。圣上的话斩断了5人心中的最后一丝希冀，5人眼中一片绝望，全都瘫坐在了地上。其他大臣将这一幕看在眼中，心下思绪翻涌。陛下这是越来越信任柳青月了，今后可如何是好啊？陛下，昨日兵铺开业，不少世家送了贺礼，这民间开铺子会图个吉利，交好的世家都会送上贺礼，以表祝贺。陛下，那些贺礼虽不及宫中珍品，但都是各世家压箱底的好东西。臣知道您不缺那些稀罕物，便将所有贺礼变卖，连同昨日的银子，全都装进了这个匣子。柳青月说着，将盒子举过头顶。圣上糟心了一个早晨，此刻难得听到一件好消息，脸上多了一丝惬意。打开匣子，1000两一张的银票整整齐齐地放在里面，厚厚的一叠。柳爱卿，你有心了，今日朝会暂且到此，退朝。一句夸赞落下，人便拿着匣子离开。昨个我好歹查出了大案，就只有一句敷衍的夸赞。柳青月，丞相叫下官，所为何事？柳青月，你踏入朝堂究竟寓意何为？丞相大人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质疑我外甥女，这丞相想做什么？陆大人的声音落下，穆大人的声音也插了进来。丞相大人，您有什么话不妨坐下来谈，这里人多，只怕不好说话吧。你们2个放肆，竟敢对丞相大不敬！丞相不过是问柳大人话而已，岂容你们2个无礼？好狗不咬人，丞相莫名其妙阻拦本官离开，难道就有规矩？柳青月，柳大人伶牙俐齿，倒是生了一副巧嘴。本丞相记得你来自农家，可那些村民却说你畏畏缩缩，给刘家人当牛做马，活的还不如家里的牲畜。丞相的意思是试探柳青月，可是从他嘴里说出来却嘲讽意味十足。丞相大人，您想看下官的笑话，下官无法阻拦，只是您派人调查下官，难道没查查本官的师傅是何人？师傅？那个老道士，他是什么人？本官的师傅来头不小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博学多才，阅人无数。好巧不巧，景王殿下识得我师傅，并且极为敬重。
就是不知他有没有告诉陛下。你们要是想知道，可以去问景王殿下，下官可不会告诉你们。丞相头上出现了3个感叹号。这贱人就是故意的。太傅也默了默。当那贱丫头要说什么，竟什么都没说，这是在耍丞相。柳清月，你入朝为官，究竟打的什么目的？质疑本官入朝为官的意图。丞相大人，你莫不是怀疑本官同你一样，结党营私，徇私舞弊？柳清月，你放肆！你竟敢污蔑本相！你既然丞相都没有，那本官自然没有什么意图。好了，丞相要是没什么要紧的事，下官就恕不奉陪了。柳清月，你为何要处处针对皇后娘娘及本官？丞相这是气昏了脑袋了，竟过来质问丫头这话。什么叫针对皇后娘娘？针对她，滑天下之大稽。丞相可知自己这是在作甚？针对？相爷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下官怎么可能针对皇后娘娘和你呢？下官针对的可是满朝心思不正之人。你这话是不是太片面了？柳清月，本相瞧着你野心勃勃，踏入朝堂定有某种不为人知的事，本相定要揭露你的真面目，肃清朝政。丞相满腔怒火，面对柳清月，只能放下狠话，甩袖离去。月儿，那丞相这是将皇后的事怪在你身上了。陆大人说的是，这丞相定在朝堂经营多年，从来没有吃过这种大亏，看他方才那样，这事不会善罢甘休了。丞相和皇后同出一脉，相互仰仗，相互扶持。可如今皇后突然被废，相当于断了丞相一臂。怕什么？狗急跳墙才会有把柄。你们2个大人正好可以借此立个功。哦，对了，今日朝堂微动，2位大人倒是可以着手提携自己人，他日朝堂动荡也好替补，不是？提携自己人，他日朝堂动荡，这丫头要做什么？这是准备要扳倒丞相了？原以为废掉皇后是柳清月偶然之举，可听着柳清月这话，废后一事似乎与柳清月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啊。柳清月看了一眼2人，心下不由吐槽：这才哪到哪儿啊？区区一个丞相而已，就吓成这个样子。日后要是发生什么战事，这还得了？胆子小了得练。2年后的大周必将经历一次灾难，不管那灾难是什么，都必须提前做好准备。压下心思，柳清月没再停留，抬脚往前走。柳清月，你踏入朝堂究竟有什么目的？得，又是和丞相一样的问题。看着眼前这一根筋的四皇子，柳清月有些好笑。柳清月，你放肆，竟敢无视本殿！殿下这是什么话？殿下不是问臣进入朝堂的目的吗？臣这不是在思虑吗？此刻，四皇子眼神阴鸷地盯着柳清月，他没说话，只等待着柳清月继续往下说。这入朝为官啊，不就是想升官发财吗？不然还能为什么？柳清月，你竟打的是这种目的，诸位可都听见了？本殿定要将你方才那话如实禀报给父皇。四皇子得意放话，而后转身直奔御书房。三皇子怀王也微微迟疑，而后走向了后宫的方向。五皇子看了一眼三皇子的背影，未多说什么，而后抬脚离去。柳清月的话定是有诈，他那么精明的一个人，怎么可能自寻死路呢？看来四哥这次又要吃亏了。丫头啊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？丫头啊，你知不知道你方才的话让陛下听到了，定要治你一个恃宠而骄的罪名呢？你往日这么聪明，今日怎么就犯了蠢呢？听着两人的话，柳清月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，目光扫视一圈，压低声音笑着回应：舅父，穆伯伯，其实方才那话我曾当着陛下的面说过，没说发财，只说升官。至于发财，我还不是大气的带着陛下一起，这个陛下应该不会计较吧？非要打着我问个究竟，可真烦。丫头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你同谁说过？我同陛下说过，实话实说而已，又无伤大雅。嚯，这随意的口吻吓得两人脚下一软，差点便跌坐在地上。这丫头竟然敢当着陛下的面说出这种话，真是要吓死我们了！这丫头究竟知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呀？惊恐后怕中的陆大人忽然就有种在屠刀下苟活的错觉。他怎么就摊上了这么一个胆大包天的外甥女儿啊？他想告老还乡啊，有木有？
看着面前生无可恋的舅父，柳青月又摸了摸鼻子，没再多话，淡定离开。多说多惊吓，还是闭嘴的好。陛下而已，又是明君，又有大志，手里多的是保密符，不怕。御书房，圣上抱着匣子在御书房清点银子，脸上是难得挂着笑容。这都是自己赚的银子，这心里倒是从没有过这样的舒坦劲儿。那丫头倒是个会做事的，给朕这么多银子，朕都有些不知所措了。陛下，还不是您对那丫头好？那丫头啊，是个知恩图报的，受了您的庇佑，这才尽心尽力为您做事。哼，朕是天子，他若是不好好做事，看朕不罢了他的官。朕可没忘记，那丫头就是个想升官的。长公公陪着笑，顺着圣上的心思，时而附和了几句。御书房内氛围轻松。然而，这样轻松的氛围，在四皇子到来后，全都消散了。老四，你怎么来了？可是有什么事向父皇禀报？父皇，儿臣觉着柳大人是个有本事的，不仅帮父皇排忧解难，还帮父皇打理铺子。柳大人是我大周之福，儿臣有心请教柳大人，却不想柳大人说出来的话，却是让不少人为之恼怒。那丫头说了什么？父皇，儿臣询问柳大人为何要入朝为官，却不想那人说出了大逆不道的话。父皇，当时还有其他大臣在场，求父皇明察。说，那丫头说了什么？回父皇，那柳青月竟然说他入朝为官是为了升官发财。啊！圣上头上出现3个感叹号。真是那丫头所言，那丫头真敢说，以那丫头的性子，很有可能会说出这大逆不道之言。父皇，此话的确出自柳青月之口，大殿外面有不少大臣全都听到了。父皇，那柳青月就是恃宠而骄，别有用心，儿臣怀疑他平日里都是伪装出来的，为的就是得到父皇信任，从而借着权势捞银子。父皇，求您明察。四皇子说得很严重，但也说得很巧妙，好似真的为了朝堂而有此担忧。升官，我知道，那丫头当着朕的面说过，还为此特意试探过那丫头。丫头说话直白，敢说敢当，真性情。至于这发财一说，那丫头是皇帝的徒弟，见识甚广，还会制兵。但是那制兵足以他一个人赚得盆满钵满，他又为何拿出5成来送给朕这个陛下？那丫头不过是一句哄人的话罢了，这个老四竟然当了真。他可是皇子，竟分不清真假。老四，你真的是在向柳青月请教？是，父皇，儿臣觉着柳青月有本事，想要请教，却不想他如此放肆，甚至还无视儿臣。老四，你竟敢向父皇撒谎！儿臣没有啊，求父皇明察。柳青月的确有说过那种话，儿臣句句都是真话，求父皇明察。你可知那丫头曾经当着朕的面说过她想升官？怎么可能？说出此等大逆不道之言，父皇为何没有降罪？忽的，四皇子心下不安了起来。父皇，柳青月如此放肆，您为何不治他的罪？他那样行事，定是会引来众多朝臣的不满啊！混账！老四，朕一直以为你是聪慧的，却不想你如此蠢笨。你不仅蠢笨，竟还拎不清你的身份。圣上震怒，眼里是不争气的怒火。竟不知这个皇儿竟如此不堪，比起老二连半点都不及。身为皇家子嗣，竟学会了看朝臣脸色。皇家人做事为何要看朝臣的脸色行事？这个老四什么时候成软骨头了？父皇息怒，儿臣知错了。四皇子心里是有些冤枉的，同时也有些恼怒。他觉得自己父皇斥责自己，就是因为父皇护着那柳青月。说，你错在了何处？父皇，儿臣不应该计较这些小事。这四皇子平日里瞧着挺聪明的，今日怎的犯了蠢？自己的皇儿当众暴露周身缺点，且还不自知，身为帝王如何能忍呢？三皇子怀王原本落后四皇子几步，可因路上碰到自己母妃宫里面的人，传了几句话，来晚了些。这会儿刚刚走进院子，便听到御书房内传出的呵斥声。听到老四被父皇斥责，便立刻不敢停留，果断转身离去。那个贱人的话应该有诈，不然父皇怎么会震怒？留下人打探消息，
三皇子怀王匆匆回了自己王府。约莫一盏茶的时间过后，打探消息的人回来了。殿下，四皇子惹恼了陛下，被罚了。罚了什么？又是为何惹恼陛下？回殿下，宫里人说四皇子言语有失，说了不该说的话，圣上恼怒，拿茶盏砸向了四皇子，后又责罚四皇子跪宗祠，闭门思过1月。什么？听到侍卫的禀报，怀王脸色逐渐暗沉了下来。可有查到老四究竟说了什么？难道父皇真的因为私底说了柳青月那句话，惹恼了父皇？不对，父皇再是厚此薄彼，也不会轻易惩罚跪宗祠。老四定是说了什么话，触犯了父皇的逆鳞。只是老四那人会说出什么话来？殿下，昨个宫里出了事儿，我们的人根本不敢靠近禁卫军，也不敢随意打听。以前有个什么事儿，倒是可以从禁卫军嘴里探知一二，可昨儿个宫里出了事儿，禁卫军又被波及，此时管得更严了。怀王心里堵得慌，不耐烦地摆手，侍卫退下了。此事非同小可，怀王无心处理政务，起身去了一趟太傅府。太傅一家祖孙3人正好在书房议事。怀王匆匆进来，在主位坐好，开门见山地说：外祖，四皇子被罚一事，你可听说？听说了，殿下来此可是因为这事？听闻四皇子被罚，他们正商讨此事，殿下就来了。外祖怎么看这件事？说是四皇子说了不该说的话，惹恼了陛下。臣觉着定是与那柳青月脱不了干系。若真与那柳青月脱不了干系，那此事可就不利于满朝文武了。以外祖来看，此事当如何？秦大人看了一眼自己父亲，回应怀王的话：殿下您也知道，那个贱人不好对付，又生了一张巧嘴，这满朝文武有谁会是那人的对手？要是让那贱人再待下去，这大周的江山只怕是……最后的话有些大逆不道了。秦大人重重地叹了口气，并未说出来，但是意思却很明显。外祖，本宫怀疑那个贱人身份有假，不妨可以从这里面入手调查。殿下说的在理，那个贱人哪里瞧着都不似农家女子，当初那贱人可是一心想要入朝为官的。臣觉着那贱人蛊惑陛下，定是有什么企图。殿下，那贱人的身份的确有古怪，此事必然要查，只不过当下我们还是暂且等等。外祖，您这话是何意？为何要等等？江南一事，山匪一事，臣怀疑这件事与大皇子有关。皇后被废，两处又查到了蛛丝马迹。臣觉着这几件事若是大皇子知晓，难免会有什么举动。为避免殃及池鱼，我们尚且暗中观察为妙。江南出事，大皇子手里必定会折损不少人，就是不知那件事最终会查到何人头上。但景王出手，即便是查不到背后之人，那左膀右臂很有可能会折损。哎呦，瞧我这丫头啊，你回来啦，还不赶快过来给鲁国公请安？鲁国公，别，今日冒昧前来，还请柳大人莫要介意啊。这鲁国公怎的对丫头这么客气啊？不让自己行礼，柳青月乐得自在。他招呼鲁国公坐下，自己也在一旁坐下。不知国公今日来是有何事？鲁国公看着眼前的柳青月，眼底满是赞赏。这丫头不仅当了官，还备受陛下器重，如此能耐，孙女竟还要招惹她。幸亏当时听了女儿的话，将人看管了起来，不然后果真不敢想象啊。鲁国公的心思微微翻飞，他直接看向自己那不省心的孙女儿，斥责道：谁让你做的？还不快起来给柳大人赔罪！老身还是不要多嘴的好，这个家是我丫头当家，不了解什么事，勿要妄言呐。柳小姐，先前是我不对，今日特地前来赔礼。怎么说话的？声音那么小，谁能听到？鲁国公是气不打一处来，看向自己的眼神恨铁不成钢。是不争气，
自己这个孙女是被宠溺坏了，竟学会了仗势欺人，还气到了柳清月这里。幸亏那丫头没计较，若是计较，今日怎么可能还好好的站在这里？柳小姐，先前是我冒犯了，今日特地向你赔礼。陆国公，老身这身子骨啊，坐久了不适，让您见笑了。您可放心吧，老身啊，定让月儿好好招待你们。不过我这丫头性子直，若是哪里招待不周，您尽管说就是。哎呦，老身这就失陪了。刘老夫人说完，又叮嘱了柳清月一句，便离开了。国公爷来我刘府，怕不是为了这事吧？刘大人慧眼，倒是瞒不过你。今日来贵府，本国公除了让这丫头给你赔罪，实则是来感谢你的。昨日要是没有你，只怕那女儿要受委屈了。在柳清月面前，陆国公是一点架子都没有，姿态放得很低，只像一位平常的长辈。陆国公说着，又从袖子里拿出一个匣子来，只是还未打开，就听到了柳清月的声音：国公爷不必言谢，也不要用这些虚礼。晚辈不过是做了该做的事，举手之劳罢了。更何况贵妃娘娘得陛下圣宠，陛下相信贵妃娘娘，这才有了这个机会。丫头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长辈赐不可辞。再有些时日，你便要嫁入景王府，这东西啊，便当做给你的添妆吧，你就收下吧。眼前之人是萧文景的外公，且又这么说了，柳清月不好推辞，决定收下。既是国公爷送的，晚辈自然不好拒绝。不过晚辈手里有个规矩，太过贵重之物不能收。说罢，柳清月便打开了匣子，只见里面是一只通体翠绿的手镯，单看色泽就看得出很贵重。碧玺翠玉镯，祖父，闭嘴，没有规矩。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祖母绿手镯，一点都不贵重的，还是收下的好。既然只是普通之物，那晚辈就多谢国公爷了。柳清月揣着明白装糊涂，笑着收下这手镯。可何嫣然看着这一幕，再也憋不住了。柳清月，你放肆！祖父，言儿不懂，那是我们何家流传下来的东西，为何您要送给一个外人？这件事我爹知道吗？堂堂国公府大小姐，你瞧瞧，你哪里像是个大家小姐？祖父偏心！何嫣然委屈极了，说完便愤然离去。讨厌的人离开，柳清月这才开口：国公爷息怒，这东西这么贵重，我还是还回来的好。丫头，别呀，这送出去的东西岂有收回来的道理？那丫头就是胡说八道，你别听她胡说啊。说真的，看着鲁国公那抵死不承认的模样，柳清月嘴角忍不住抽动。这国公爷是个啥意思啊？为啥非得让我收下何家的传家宝？真以为我瞧不出来这镯子的价值？国公爷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拿你们何家的传家宝给我，谎说只是一件普通玉镯，您真当下官瞧不出来这价值？丫头啊，你别听我那不省心误孙女的话，这玉镯啊早就传给了何贵妃，只不过贵妃娘娘不想在宫内太招摇，便将东西交由我保管。送你玉镯之意，其实也是贵妃的意思。不日你就要嫁入景王府，这个东西理应传给你。知道柳清月不好糊弄，鲁国公便说出实话来。这祖母绿的手镯的确贵重，但却并不是他们何家的传家宝。这镯子是传给那些有贤能的后辈的，他那孙女儿啊，就是胡说八道。算了，我又不是矫情的人，既然不是何家传家宝，收了便收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不好再推辞，这东西晚辈就收下了。还要多谢国公爷、贵妃娘娘。气氛到了这儿，微微有一丝冷场。鲁国公脸上带着浅浅的笑意，但好似有什么话难以启齿，只在喝茶。国公爷好像还有话说。柳大人对当前局势有什么见解？这话既有试探，又有询问，同时还有别的意思。国公爷是指什么局势？这丫头啊倒是谨慎，连我都防备了，好歹还送了她一件家传宝物来着。
刘大人谦逊了。自打你进入朝堂，这朝堂清明了许多。刘大人的本事倒是让本国公钦佩啊。国公爷谬赞了，为陛下效力，定当尽力。那些人本就有鬼，我也不过是凑巧罢了，不值一提。我大周能有你这样的朝臣，倒是一福气。唉，只可惜啊，我大周夹缝生存，内忧外患呐。如今的朝堂就是一滩浑水，两国又虎视眈眈。若非他那外孙力挽狂澜，救大周于水火，真不敢想象今日的局势会是怎么样的。国公爷，你有什么事直说吧，下官稍后还要前往兵铺查看行情。刘大人，你在帮景王定少不了助力。我那几个孙儿不才，若他们能入你的眼，尽管使唤。啊？柳清月满头问号，啥意思呀？以为国公爷有什么事找我，没想到竟是这事。使唤？使唤国公还是使唤世子？究竟是使唤还是提拔？我这是成了什么？取剑连金专业户？刘大人，我向你保证，我那几个儿孙个个都是好的，定不会如嫣儿那般使性子。这几年他们都恪尽职守，低调行事，从未出过岔子，绝对不会连累你。鲁国公戎马一生，从来没有求过别人什么，可今日他却放低了姿态求柳清月这事儿。因为贵妃还有我那外孙才没有贪恋权势，早早卸任回府休养。我的孙儿虽还在朝堂，但为了避嫌做的都是散官，没什么太大的权力。经过昨日一事，我决定了，我们何家不能再这样低调下去，是时候出山了。哎，丫头啊！二人几乎同时开口。丫头，你说什么？可说好了，你要保证他们的品性，不然我宁愿找其他人。虽是萧文景的外家，但我只看品性，品性好，这事就能做。然，争权夺利并非易事。柳清月在嘱咐了鲁国公一些话后，鲁国公便笑着离开了。待鲁国公走远，柳清月才喝下一口茶，目光看向远方。争锋开始了，王后已废，接下来就看丞相和大皇子谁先坐不住。要是老三趁机跳出来蹦跶，那别怪我连带着一起收拾了。快到5月了，要是能在大婚前平息掉这一场博弈，那再好不过。在主院坐了会儿，柳清月匆匆回了自己院子，换上一身男装，而后离开刘府。此事当真？陛下竟然罚了4皇子，这是为何？当真啊，老爷，这事儿都在世家传遍了，小的哪里敢欺骗老爷？可知4皇子是说错了什么？那4皇子不是叫嚣着去告陛下吗？怎么被陛下给罚了？被自家老爷询问，下人摇头。这件事那些世家也想知道。得知4皇子没有得逞，陆大人摆手让下人退下。书房内一片安静，陆大人笑得满脸褶皱，许是太高兴了，唇角呢喃：这丫头还有什么她不敢说的？没想到陛下竟站在她那一边，把皇子都给罚了，厉害，真厉害呀！这时候白大人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查到了，我查到了。查到了什么？可是那人啊，查到了，那于大人果然有问题。今儿个我的人跟着于家庶出公子前往青楼，趁机给他下了药，没想到什么都问出来了。那丫头的法子倒是好使，简单直接，直中要害，倒是省了不少事儿。白大人说着，又从胸口拿出一份罪状，小心展开。听到白大人所言，陆大人惊喜，他赶忙看向那罪状，看着上面所陈列的罪行，陆大人眼中一片震惊。于家竟与江南一事有关，于家背后还有人，至于是什么人，那数字根本不知，只说内容位高权重，不能招惹。刚刚上任，手里便有了东西，陆大人忽然觉得腰杆子都硬了。刘将军那里，我们也该行动了。白大人也果断点头，不过却是抛出了一个疑问：刘将军不同于大人，同几个儿子全都在城外军营，这该从哪里查呀？刘家是武夫，家里男丁只要成年，都会带到军营历练。的确，那刘家人都在军营，我们该怎么查？这后宅的女子又怎么可能知道这种密事？一时间，两人陷入沉思，书房内也陷入沉寂。片刻之后，陆大人忽然眼眸一亮，
我们为啥要将视线放在军营，放在刘家不是轻而易举？姐夫，你这是何意啊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啊？你呀，就是太死板了，得像我一样脑子灵活点。这人不在没关系，府邸在，书房在就成。说吧，你想用什么法子？听姐夫的意思，莫不成想要偷偷进府，进书房查看？当然是寻个人悄悄潜入刘府，将东西偷出来。不如此，难不成我们进军营给人下药？相较于军营，还是刘府比较可靠。姐夫，此事不可，太冒险了，我不同意。瞧把你给吓的！书上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富贵险中求。要是我们抓到那2人的把柄，岂不是立了功？这在陛下面前露个脸，还怕以后没有差事？不能只靠那丫头，自己也要争气。这朝堂局势今后只会越来越凶险，比这危险的事多着呢，要学会适应。理儿是这么个理儿，可这事危险，大白天悄悄闯入刘家，这要是被抓到了，别说立功了，刘丫头都有可能被牵连。胡说什么呢？我像是那种蠢笨之人吗？这事你让我们的人去做，自然有些冒险。可若是让功夫高强、身手敏捷之人去做，区区刘府怎么可能抓得住？功夫高强、身手敏捷之人，这人在哪儿？姐夫，你有门路？若让那功夫高强之人去偷东西，你觉着此法子可行？白大人认真地看着自己姐夫，听他这话是认真的，心下便也开始思虑起来。若是让功夫高强之人去做，倒也不失为一个法子。只是你要到哪里去找？那人可靠？本官自有妙计，你且安心等着消息就是。我这个姐夫呀，什么时候学会拿桥了？之后的时间，2个人聊起了4皇子一事，就当是个乐子，2个人笑笑便过了。另外一边，兵铺。哟，好巧啊，柳大人。来人是瑞世子，翩翩公子模样，看到柳清月，神色略显惊讶。的确好巧。说着，又看了一眼瑞世子身后的丫鬟。那丫鬟接受到柳清月的视线，慌忙闪躲。据说这铺子是柳大人帮陛下掌管，柳大人如今是陛下身前的红人，本世子倒是好生羡慕。多日不见，这人还是这么的让人讨厌。既然是试探，顺便也试探试探他。柳清月腰杆挺直，故作姿态，高傲道：“羡慕就对了，本大人能有今日，那都是我应得的。仇人的赞美我不接受，就是不识抬举。”一句话说完，某人神色微僵，很显然是没有预料到的。柳清月也装作没看到，大气的又补充了一句：“瑞世子今日是第一次来吧？本大人近日心情好，今日做东，楼上请。”柳清月今儿个做东，让瑞世子有些过于惊诧，但是也没往心里去。今儿个他本来就是来瞧瞧这兵铺的端倪的，凑巧碰到了柳清月，倒也不枉他白来。在一旁的桌子前坐下，瑞世子正要询问冰棍，就听到柳清月开口：“冰棍是我们铺子的特色，口味繁多，一次不可多食。我让小厮给你做3个铺子特色，其他的口味你日后再来品尝。”瑞世子闻言，心潮微动，一抹异样在心间划过。这是在招待我，竟这般豪言客气。瑞世子看着柳清月，想要从对方的脸上看出一丝端倪，可是什么都没发现。殿下，这柳清月今日之举会不会有诈啊？丫鬟看着柳清月在后厨里嘱咐什么，小声提醒世子：“那人纵使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在这里动手。”瑞世子说得很笃定，他是质子，单是这身份，那丫头就不敢造次。微微等待，柳清月端着一个盘子走了过来，那盘子里放着4只晶莹剔透的冰棍，方方正正，晶莹剔透，还透着一丝清香。世子，瞧你这模样，莫不是担心有毒？瑞世子收敛心思，最终选择了一块里面有绿色的东西的冰块，目光在冰块里面的绿色东西上微微停顿。他很想询问这里面的东西是什么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，将冰块放入嘴里，期待与现实相反。瑞世子面容一僵，好似不确定什么，又轻轻咬下一块。突的，瑞世子神色大变，当即便将咬下的冰块给吐了出来。
对，这什么东西，竟这般苦涩！啊，你太浪费了，这东西金贵，不懂别胡说。这是苦瓜口味，苦瓜本就苦涩，这个天吃这种冰棍，不仅解暑，还降心火，有药用疗效。你若吃不习惯，那就吃别的吧，别的不苦。柳青月说的直白，言语之间有着些许鄙夷，好似真的因为瑞世子浪费了好东西而有所嫌弃。竟敢说我没有见识，可恶！瑞世子心下恼怒，手中的冰棍忽然成了烫手山芋，不知该当如何。我若继续吃，那便是自找苦头。什么苦瓜，这东西那么苦涩，怎么可能有人吃？微微犹豫，瑞世子终是选择放下手中冰棍，转而又拿起那根白色冰棍。本世子静养许久，无需降心火，这苦瓜口味，本世子无福消遣。瑞世子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，说完又将目光落在自己手中的冰棍上。他没急着品尝，倒是先问了句：这冰棍巧思夺工，不知是何人所创？这个据说是御膳房的厨子闲来无事，拿着冰雕刻，这才弄出了冰棍这个东西。北凉人才济济，想必北凉的人也能弄出这冰棍吧。这一番话很明显就是寒舍北凉。瑞世子听到这话，拿着冰棍的手微顿，眼里闪过一抹怒火。竟敢讽刺我们北凉没有人才！心有怒火，但却不能发作，也担心被柳青月瞧出什么端倪，只一句敷衍的夸赞，而后便小心地品尝起来这根冰棍。这冰棍究竟有什么好，竟让这么多人来购买？冰凉的甜味在舌尖涌动，心中的疑问似乎在这一刻有了答案。这冰棍似乎挺好吃的，那根苦味的除外。御厨做出来的冰棍，可这冰带着甘甜，且又晶莹剔透，瞧着不像是切割而成。还有这棍子，若非冬日结冰时放入水里，不然怎么可能坚固地插入其中？这冰棍有古怪，定是有我不知道的事。大周果然人才辈出，这等神仙美食都能做得出来，此等本事让本世子着实震惊。敢问柳大人，那御厨可会功夫？我瞧着这冰棍边沿整齐光滑，若非武林高手，普通人恐难做到吧？瑞世子所言不错，我大周人才济济，若非功夫了得，今日你便吃不到这美味的冰棍了。这句话成功的让瑞世子神色惊骇，而后又变得严肃起来。本大人有幸请教过那御厨的功夫，没想到那人的功夫在本官之上。要是没猜错，那人的功夫来路应该来自江湖。柳青月一边感慨，一边视线紧紧盯着瑞世子。他想知道这狗东西究竟有没有找到飞云铁骑。师父教给我的令牌必然有用，材质又稀缺，这狗东西只是瞧过一眼，根本不知道令牌背后是什么样。至于那些深夜刺杀之人，怀疑那狗东西是混淆视听，在试探大周，试探我。江湖人是御厨，江湖人怎么可能进入皇宫？但瞧着这丫头的模样，似乎并未说谎。功夫在那丫头之上，什么江湖人会甘愿留在一个皇宫当一个御厨？为何没有收到任何消息？啊，等等，江湖众人留在皇宫当御厨，这莫非是那些人？瑞世子压下了复杂心思，故作惊奇道：江湖中人，柳大人，你莫不是在糊弄本世子？这谁人不知，江湖中人最是喜欢行迹江湖，也最不喜欢被束缚，怎么可能进宫当御厨？我大周人才济济，君主爱民如此，江湖人为何不能来？据那人说，这京城还有不少江湖中人在京城呢。怎么样，你们北凉可有江湖中人留恋栖居？这话柳青月说得很巧妙，看似在炫耀大周，但实则在踩低北凉，同时却是又悄无声息的试探。柳大人，区区一个御厨的话怎么能信？你不是向来做事谨慎的吗？我不相信，这京城怎么可能会有江湖中人？瑞世子极力质疑，同时也在试探。瑞世子莫要忘了自己的身份，此事真假，其实本大人无需同你说。本大人还有要事忙，瑞世子请便。说完，柳青月还不忘下逐客令，而后自己走向前台后面的操作间。断定了，这人根本没有找到飞云铁骑，他手中的人定是冒充的。如此一来，这人定也是在寻找飞云铁骑的下落。片刻之后，瑞世子才起身离去。等人走后，
柳青月才走出铺子，看着那人离去的背影，幽深的眸子深不见底。要是能找到飞云铁骑就好了。柳青月的视线渐渐幽深，良久才恢复了一片清冷。柳小姐，柳青月停下脚步，回头发现是陆府小厮。柳小姐，老爷有信给您。小厮说着，从怀里拿出一封信，恭敬的递上。借人，舅父借人去刘府。想到这儿，他眉头微挑，还以为有啥事，结果是找我借人，这还是找王府借人。舅父什么时候这么霸道了，竟还想潜入刘府寻找证据。城外军营。柳青月呢喃细语，幽深的眸子里忽地闪过一抹亮光。告诉你们老爷，让他等我消息。陆家家丁听到这话，连忙点头，而后迅速离去。此时一处酒楼，瑞世子坐在2楼雅间，侍卫和丫鬟都守在门口。这根冰棍里面是橙子，冬日的冰怎么可能会有橙子？先前那个贱人吃的冰棍里面似乎是桃子，这冬日又怎么会有桃子？一个是巧合，这2个、3个又怎么可能是巧合？这冰棍有古怪。瑞世子思绪翻飞，满脑子都是对冰棍对柳青月的质疑。这冰棍你觉得可有什么端倪？回殿下，属下觉着这冰棍来的蹊跷，并非冬日之物。照你看，这东西当是如何做出来的？殿下，这冰棍，属下不知这是怎么做出来的。属下倒是瞧着像是这个天冻出来的冰，不然这里面的东西怎么解释？这个冬日冻出来的冰。听到主子呢喃，侍卫神色一紧，头更低了，生怕自己说错什么。查，本世子要知道这冰棍的秘密。殿下，那铺子是冰棍，那可是大周陛下的铺子，这要怎么查啊？查，不论是谁的，都给本世子想办法查清楚。大周能有的东西，我们北凉为何不能拥有？更何况这冰棍出现的诡异，直觉告诉我，这里面定有不为人知的事，必须弄清楚。世子的命令不能违背，侍卫只能领命退下。随着侍卫离开，雅间瞬时安静了下来。瑞世子的视线又在那几根冰棍上停留，片刻之后才拿起筷子用膳。刚刚果腹放下筷子便要擦嘴，可忽的瑞世子面容一白，身体传来一阵绞痛。来人！砰的一声，瑞世子摔倒在地上，全身开始抽搐起来。导致这场意外的人此刻正大摇大摆地进了城外军营。军营之地若非武官，其他人进入军营若非持有圣上手谕，不得入内。柳青月虽是没有手谕，但是皇命在身，只一句有要事需要调查，即便是有人质疑，可却不敢阻拦。开玩笑，唯一的朝廷女官且有文武双全，扳倒了朝中数位重臣，而且废后一事也是其亲手所为。此等惊天之举，军营中的人早已是人尽皆知，种种战绩之下，无人敢阻拦。韩将军，且留步。这位被称为韩将军的人是景王的麾下，自从柳清风被调离之后，便由他掌管城外的军营。柳大人您可有事？本官办差比较随意，恐打草惊蛇，有劳韩将军封锁本官到此一事，且将军继续忙碌自己之事。既是柳大人的要求，本将军岂有不应之理？那本将军就告辞了，柳大人请便。看着韩将军离去的背影，柳青月眼中满是欣赏，这人不错。练武场，一个与刘将军有几分相似的年轻将军坐在高台上，那将军喝着茶，神色惬意。可台下是数名士兵顶着烈日在扎马步，烈日当头，每个人脸上都是汗水。将军，那几人不服，在那里大喊大叫，说是要禀报韩将军。放肆！竟敢不服军令！本将军倒要看看他们是什么硬骨头。这边年轻将军带着几个小兵穿过大帐，走过走廊，往一处深深的院子走去。刘将军，还真是偶然发现了什么。柳青月没有停顿，果断地跟了上去。房门打开，里面漆黑，只有几盏油灯散发着昏黄的光，里面用铁栅栏围着，这里似乎是牢房。都死了吗？
怎么都不说话了？牢笼中总共关着5个人，有一人好似生病了，躺在那儿无法动弹。我们要见韩将军。对，我们要见韩将军。我们曾经视他麾下，我们要见韩将军。你们是个什么东西？想见韩将军？怎么，你们还想告状韩将军不成？你们几个人找韩将军作何？我们要回韩将军麾下，要韩将军给我们请大夫。请大夫？就凭你们也配？你们归本将军管理，不服管教，不守军规。本将军按照军规处置，尔等依旧是不服管教。说说看，本将军该如何处置你们几个？哎，将军，您就是太人善了。对于他们这种不服管教之人，您就该重重罚他们。若是再不听，打杀了就是。黄三，你个卑鄙小人，你就是刘启的走狗，你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放肆！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对本将军大不敬，本将军这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本将军的厉害。刘启，你这是动用私刑，公然违反军规。打，给我狠狠的打！本将军要他们苟延残喘，要他们永远都开不了口，永远都站不起来。那几个小兵听到这话，立刻朝着几人狠狠地挥出拳头。受伤的4人站在原地，脸上一片坚定之色，而站在刘启身后不远处的柳清月将一切尽收眼底。这刘启是刘将军的大儿子，听刚才几人的对话，好似那几人做了什么事，那刘将军惩罚，从而不服。只是曾经是韩将军麾下，为何又到了刘启手下？若是韩将军麾下，那可是上过战场、杀过敌的功臣。心下做着计较，柳清月看向前方的目光逐渐冰冷了下来。谁跟他本将军？刘启将军，你好大的胆，竟敢滥用私刑，好大的威风！你是什么人？竟敢闯入军营？那黄三率先出声呵斥，说完又赶忙上前搀扶刘将军。女子不得踏入军营，给本将军拿下！刘启阴沉着脸发号施令。他根本不认识眼前之人，也不知眼前之人便是那震慑京城的柳清月。柳清月眼皮微抬，快速扫视一圈，果断出手，拽过一人胳膊，用力咔嚓一声，胳膊被废掉了。旁边的人已经抓来，柳清月没有丝毫停顿，身子一偏，轻松躲过那只手。借着这机会，柳清月一手抓住那人手腕，另外一只手猛地砸向那人腋下，而后行云流水般的抬起脚，将手中之人踹向其他人。惨叫声顿时响起，阴森的地牢中此刻多了几分热闹。一个女子竟有此等厉害的身手，她是什么人？闯入军营又是所谓何事？眼瞅着几人没了胜算，刘启猛地回神，赶忙转身朝外跑。可刘启刚跑出没2步，一道黑影闪过，被人挡住了去路。刘将军，你这是急着做什么？你是什么人？你可知我的身份？刘启，刘成将军的大儿子，耀武扬威，仗势欺人，滥用私刑。你说本官将此事告知陛下，你们刘家会是什么下场？本官女子，此人是……一想到那个可能，刘启好似浑身被抽干了力气，浑身瘫软，勉强支撑起来的身子有些摇摇欲坠。你是柳清月？什么？柳清月？柳大人？就是那个文武双全的柳大人？就是那个掀翻朝堂的柳大人？敢直呼本官名讳，对本官大不敬，你完了！话落，又狠狠地踹了某人一脚，惨叫声和胸骨的断裂声同时响起，回荡在整个地牢，有些嘈杂。本官是御史中丞，有何冤屈，容你们仔细说来。牢房中的4人听到这话，相互看了一眼，而后一人开口：我等见过柳大人，还请柳大人帮我等请一个大夫过来。我们的大哥伤口发了炎，再晚些怕是要来不及了。一人说话眼里都是期盼，其他人则是静静地跪在那儿，虽是没说话，但是都是统一的祈求着。柳清月将几人神色看在眼中，没有说话，目光挪到几人身后，只见地上躺着一人。透过那昏暗的烛火以及丰富的经验，柳清月只看一眼便看出那人的病的确不容耽误。他立刻上前抓住那人手腕，开始诊脉。